老不死的，还不滚下来！真当自己是靖安侯府的主母了？年过40的顾世金，却早已两鬓霜白。义儿，此话何意？我可是你娘。娘？呸！你也配？事到如今，告诉你也无妨。只有你死了，我亲娘才能成为靖安侯府名正言顺的主母。砰的一声，顾世金的身子重重地摔在地面。怎么会？亲娘，夫君他不是说义儿是孤儿吗？顾氏，夫君你来了，快管管义儿，我……行了，我都知道了。顾时金，我与你夫妻一场，到底是有些情分，所以我不假外人之手，亲自把你爹谋逆的罪证呈到皇上面前。皇上已下命于昨日将顾氏上下180口人灭族，并念我大公无私，歼灭至亲，赏赐官袍，册封从一品御史。不，西京兄，你狼心狗，捏造证据构陷顾氏一族，踩着顾氏一族的鲜血上位，不得好死！我要进宫向皇上禀明真相。脑袋被尖锐的硬物狠狠一砸，身子重重地倒在地上。他残喘着最后一口气，强撑着眼，想要看清面前这几道身影，意识却逐渐涣散。杀了他，我都觉得脏了手。夫君，我来动手便是。速战速决，你娘还在侯府等你吃饭呢。多可笑啊！一家3口，我顾世金为靖安侯府操劳一生，结局却是他们一家3口和和美美，我顾氏满门被灭。若有来世，母亲请喝茶。脑袋撕裂般疼痛难忍，还真成啊！顾世金伸手揉着太阳穴，艰难地睁开沉重的眼皮，望向面前这一盏茶水。蜂拥而至的记忆将平静的茶面揉得波涛起伏。顾氏一族惨遭灭门，他操劳一生，却被靖安侯府这一群吸血虫吃干抹净。在榨干最后一丝价值后，犹如蝼蚁被舍弃杀害。这茶水谁爱喝谁喝去，进个狗屁茶！母亲，石金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不是说好了将程毅收为嫡长子吗？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出尔反尔，不太好吧？母亲，我自然不会出尔反尔。老夫人的面色有了缓和，赶紧重新沏茶，别耽搁了时辰。敬完茶后，还得将你的名字记入族谱呢。收养嫡子一事不可马虎，我须得传信给顾家，待顾家回话后，再做决定，是否要认养嫡子。世金啊，收养嫡子的是你，程毅的名字也是记在习家族谱里，就没必要再传信给顾家吧。此言差矣，我若收程毅为嫡子，他还得唤我爹爹一声外爷。顾家并非不入流的小门小户，平白无故冒出个非亲非故的外孙，自然得谨慎。石金啊，你出生世家，该晓得子嗣对家族而言有多重要。你来习家已有5载，
换成别家的夫人3年抱俩，可你腹部平平，连个动静都没。再这样下去，我们席家怕是要断子绝孙了。这才想着让你收养个孩子嘛。母亲这是在责怪我，无法为席家开枝散叶。唉，我这番话呀，并不是责怪你的意思，只是对女人而言，最为紧要的便是相夫教子。席家人丁稀薄，你这肚子不争气，无法为席家添子嗣。静修这孩子又只有你一位夫人，诚意乖巧听话，认他当养子，总好过眼睁睁地看着席家断子绝孙吧。我嫁入靖安侯府5年，侯爷从未在我屋中留宿。断子绝孙这话，您应该对他说。就算程毅无父无母，那也该调查清楚，父母生前是做什么营生的。我是顾家嫡出小姐，不是什么来历不明的人都能认我为嫡母的。这丫头往日碍于情分，从未提及席静修没在屋里留宿。一旦席静修在娶妻之前便生有一子的消息传出，不仅会影响靖安侯府的名声，还会影响静修的仕途。要是在顺藤摸瓜发现席萱萱的存在，顾家还不知道会折腾出什么。哎呀，我只是觉得程毅比一般孩童听话懂事，对他喜欢的紧。他无父无母，是个可怜人，不必大费周章浪费时间和精力调查这些。这些日子相处下来，你也清楚程毅的为人，他呀是个好孩子。母亲既然喜欢程毅，不妨将他收在身边，当个小厮使唤。又或是你收他为嫡子。大夫说我身体健康，还年轻，有很多机会要孩子。嫡子谁爱收谁收去，这个热闹我就不凑了。老夫人眉眼一瞪，她费了这么多口舌，可不是让程毅当小厮的，这可是他的亲孙子，来日是要做大官的。这怎么成啊？更何况静修也很喜欢这孩子，你若是收他为嫡子，静修定会欣喜，没准啊就在你那儿留宿呢。我也会多在静修面前多说你好话的。他这是想用儿子拿捏顾时金，在他眼里，顾时金一心扑在席静修身上，只要提及席静修，他就一定会松口。母亲，嫡子我是不会收的，多说无益，我乏了，就先回去了。他并不给众人多说的机会，健步离开此处。老夫人自以为今日能在族谱上加上席承义的名字，便将席家众人尽数唤来。此刻众人正大眼瞪小眼。这就走了？弟妹今日瞧上去怪怪的，口齿怪伶俐的。我倒是觉得弟妹说的是，程毅的确来历不明，让弟妹认他当嫡子，倒不如认咱们的琪儿当嫡子，多一个家底蕴实的母亲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哎呀，早知这么无聊，今日我就不该来，还不如去听曲儿喝茶呢。行了行了，程毅留下，其余人都散了，该干嘛干嘛去。众人这一散，厅堂瞬间冷清了不少。祖母，是不是义儿哪里做错，惹夫人不悦，她这才改口，不肯收我为嫡子？纵她有顾家做靠山，终究已嫁入席家，席家可由不得一个外姓人做主。这个嫡子，就算他不想认，也得认。义儿放心，此事啊，祖母会处理妥当。待你认他为嫡母后，便能得到顾氏一族辅佐，从此锦衣玉食，成为人上人。为了前途考虑，你必须讨他欢心，认他为嫡母。年幼的席承义有些懵懂，
乖巧地点着头，表示了然。府邸内，顾世金缓缓踱步，视线凝望着四周的花草树木。上一世的事，隔如恍视，所有的一切历历在目。夫人，您方才好厉害，寥寥话语就将老夫人的话驳回了。话说回来，您不是已经答应了收养嫡子吗？怎么忽而反悔改口了？重活一世，若有人敢动他身边人一根手指，必须命偿，付出代价。夫人，您这是怎么了？眼眶怎么红了？莫不是春夏说了不该说的？不是，就是觉得席家都是一群废物。你现在去将账本尽数取来。这些年席家坐吃山空，饮食起居用的都是我的嫁妆，是时候理理账，将席家亏欠我的银两都吐出来。夫人，您早该这么做了。席家入不敷出，就老爷那点俸禄，连下人的银钱都付不起，就算您的嫁妆殷实，也迟早被霍光。不急，席家欠我的都得一一还清，他们所欠的可不仅仅是钱财，还有无数条血淋淋的人命。夫人，方才我瞧见侯爷回来了，他一回来就去了老夫人那儿。侯爷也有小半月未回府邸，现在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要不要将他请来啊？从前只要席敬修回府，顾世金都会派丫鬟将人请到梅院，以后都不必请他。侯爷在外已经有了女人，阖家团圆，我又何必舔着这张脸费这个劲儿打扰他？更何况要不了多久他就会不请自来。不出意外的话，他正忙着和老夫人商议该如何使计逼迫我收养嫡子。什么？侯爷在外头有女人了？夫人为侯府操劳，甚至还拿出嫁妆填补侯府的亏空之处，侯爷怎么能做出背叛夫人的事？他不忠不义，伤我害我，我也不会坐视不理，我会亲手将他藏在外头的女人揪出，将他想隐瞒的一切公之于众。夫人，还有我，奴婢与您一起将那不要脸的女人揪出来。秋冬性子沉稳，稍稍思索后出声：侯爷娶您时曾向顾家承诺，此生只有您一个女人，如今他出尔反尔，就必须给您一个交代。但此事兹事体大，还需谨慎处理，蛇抓7寸，一旦出手就不可给对方退路。即日起，停了每月定时往城中小院支出的200两银子，200两银子够寻常人家大半辈子衣食无忧。什么院子，每月还得200两接济。这院子，侯爷说过，这院子的主人是远方亲戚曾救过他，后来落下了终身残疾。侯爷心中有愧，便想着多给些银钱，以此报答救命之恩。救命之恩？胡说八道！这间小院住的可是席敬修的新尖尖萧妹，那女人才是席承义和席轩轩的亲生娘亲。都已经接济3年了，这么多银钱，别说是1人的救命之恩，就算是10人的，也早就报答了。想报答就拿自己的俸禄报答，别想动我一枚铜板。将账本上能取的钱财都取了，把库房的锁都换了，除了梅院一切照旧，顺带停了府中丫鬟小厮的月钱。侯府该好好整顿整顿了。冷厉的女声带着难以察觉的恨意。连丫鬟小厮的月钱都要停了，那样侯府必定会乱成一锅粥的。
老夫人也会因此责备夫人你，夫人可要想好了。哼，静安侯府早已没落，侯府只是个空壳，并无实权。都已经入不敷出，又何必装阔气？光老夫人身边就有20余人伺候，没钱还想打肿脸充胖子。充胖子可以，别用我的钱就行。夫人说的是，钱财总有耗尽的时候，缩减开支，将银两用到刀刃上才是王道。静安侯府梧桐院，老夫人正倚在张藤椅上思索着顾时金的言辞为何会变得如此犀利。母亲，收义儿为嫡子的事情不是已经说好了，他怎么又忽然变卦了？我也不知时金怎的忽而变卦，态度强硬，颇有将事闹大的意思，还想让顾家决定是否要收义儿为嫡子。若是让顾家查出义儿的身世，那可不行，此事不能闹到顾家那儿，必须趁早解决。时金向来听你话，许是太久未看到你心中烦闷，你将人哄好些，收义儿为嫡子还不是分分钟钟的事。除了家世，他哪里比得上小美？要不是想着顾家对我的仕途有帮助，5年前我根本就不会接近他。你看不上顾时金，可是只要有他在，小美就别想进侯府一步。当务之急就是要他认下义儿，顾时金认下义儿，那就是顾家认下了他。席静修点了点头。愣着做什么？还不快去！夜彻底暗下，一轮皓月悬挂于漆黑的夜空中。顾时金执笔算账，细细清点着账目。夫人，您料事如神，侯爷当真来了，这会儿正往此处赶呢。正好，我也在等他。不是已经说好要收程毅为嫡长子？这一变卦，府邸上下有不少人等着看笑话。明日直接将孩子的名字记在族谱上。好啊。席静修皱起的眉头随之舒展，心底有些不屑。果然还是得他亲自跑一趟。这女人还是一如既往心机深沉，到头来还不是为了邀宠。侯爷想将谁的名字记在族谱上，便记谁的；想收谁为嫡子，便收谁。至于程毅，来历不明，我若收他为嫡子，便是破坏家规。反正我还年轻，不急着子嗣的事儿。侯爷收嫡子，别拉着我就行。你在说什么胡话？没有顾时金，顾家怎么可能会帮衬义儿？认亲还有什么用？你若不承认，旁人还不知会如何嚼舌根。我实在是喜欢义儿，他乖巧聪慧，又勤奋学习，是个好孩子。哦，勤奋好学，我看未必吧。顾时金随手将一张宣纸丢至地面。那孩子入府也有段时日了，课业都是我亲自传授。可你瞧瞧这上面错字一通，就连字也歪七扭八。我像他这般年纪时，早已写得一手好字。若他当真好学，不至于错字连篇。侯爷还是为他另请先生，这个书我是教不起的，嫡子也不想认。他从小读书写字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。上一世席承义能高中入朝为官，多亏了他的细心教导。他无父无母，无人教导，怪可怜的。只要有心教导，义儿定会有出头之日。我也是瞧他可怜，外加膝下无子，这才想收他为嫡子。侯爷，人是你带回来的，就算是教导，也该由你负责。世间最不缺乏的，
便是可怜之人。若是人人都能进静安侯府，都能认我为嫡母，那岂不是乱了套了？这自然是不同的。义儿哪能和那些人混为一谈？这么说，席承义对你而言意义非凡。他入府邸时，你便为他赐名赏姓，天下无父无母的孩子多了去了，你却唯独对他另眼相待。他该不会是你的亲生儿子吧？胡说！我只是觉得那孩子和我眼缘，方才想收他为嫡子，怎么可能是我亲儿子？那不就得了？若他是侯爷的亲儿子，我还能考虑一番。可他非亲非故，又不上进好学，我就更没有理由收他为嫡子。夜已深，侯爷请便吧。席静修捏紧了衣袖，抬眸直视着面前的女人。难道这又是欲擒故纵的招数？可他的身子早已不洁。5年前顾时金就失了清白，还偏偏将他认作是要了他身子之人。为了能得到顾家的支持，他将错就错，扛下此事。这些年他过不去心中的嫌隙，不愿碰失了贞洁的女人。说你愿意收义儿为嫡子，今夜我可留宿梅园。留宿梅园？不错。席静修俨然一副豁出去的模样。你费这么多心思，不就是想让我留在梅园，与你行夫妻之事？侯爷确定了。顾时金并未错过他眼中的厌恶。夜已深，该休息了，侯爷请便。你不留我？他还想开口说点什么，瞥见院里伸长脖颈张望的丫鬟时，怒意袭上心头，拂袖就走。夫人，您说了什么？竟将侯爷的脸都气红了。以后顾家人吹鼻子瞪眼的机会多的是呢。你们去歇息吧，明日还得随我出府处理些事儿。天已入秋，根据前世回忆，这一年的冬季来得特别早。运送炭的船只帆船，冬季未过，城外灾荒，粮价大涨。若他提早做准备，便能将这些年被静安侯府霍霍的银子连本带利挣回。他也在此刻想起了一人，与他一起长大的少年将军沈确。5年前，沈确被派往边疆出战，战胜后回京，他已成亲。沈确被他言语重伤，在5年后的冬天意外落入敌军圈套，永远留在边疆。明日一早将信送至边疆，给沈将军。翌日，梧桐院。什么？就连侯爷也没能让顾时金收养子，他竟还敢给侯爷脸色瞧？女子既已出嫁，就得以夫君为重。夫人膝下无子，让他认嫡子是为他好。他掌握着静安侯府的大权，莫不是以为所有人都要听他的？往日老夫人只要动怒，顾时金为了息事宁人，便会用银子收买许嬷嬷，从中周旋。哼，侯府姓席不姓顾，就算他有顾家撑腰，来了侯府也得安安分分的。将他请来，我这个当母亲的该敲打一下了。我过来时正好瞧见夫人出府。他做初1，我便做15。有件事你先去办。许嬷嬷巴不得闹得翻天覆地，殷勤地凑上。京城一间雅致的宅院中，2名小厮正不断地将炭火和粮米往宅子里搬。夫人，囤这么多炭火和粮米卖得出去吗？您将静安侯府账面上的银两通通取走，买炭和粮米，要是卖不出去，这样做风险实在是大。这些年为了填补侯府，您的嫁妆已经赔了不少，不能再赔了。
运送炭的船只被袭，现在消息尚未传入京城，我这是未雨绸缪。这间宅子是生辰石大哥送给我的贺礼，位置偏僻，鲜为人知，炭和2米存放在此，不可走漏风声。宅子里这2个小厮是大哥的人，可信。待炭火和2米搬完，让他们找大哥，派2个会武功的人镇守宅子。就说我要做生意，需要人看货。与此同时，阡陌纵横的街道上停着辆精致的马车。公子，有人先我们一步，将市面上能买的炭都买了。消息走漏了？不可能，我用的都是可靠之人，不可能走漏风声。按理说，还有3日，消息才会传至京城，就连圣上这会也不可能得到消息。谁又有这能力先我们一步购炭呢？最有嫌疑的便是动手先船之人，先分船，再收炭，最后抬高炭价。只是京城内谁有胆色动大皇子的船？商铺老板不肯交代，说这会坏了商铺名声。嘴撬不开，就是手段不够硬。不过片刻，商铺老板的脖颈处抵着把尖锐的长剑。几位爷，那个前天来买炭的是生面孔，明显是替人办事的下人。我只瞧见了马车，未曾瞧见背后的东家呀。可瞧见灯笼上的字啊？裴字象征着马车主人的身份。买炭的东家坐的便是这辆马车，这位东家出手豪爽，行事低调，我便多瞧了几眼马车，冤有头债有主，我做的只是小本买卖，还望裴大人放过小的。一辆平淡无奇的马车正从商铺前经过。是他？裴公子，你认得那辆马车的主人？先查查他是怎么先我们一步得到风声提前购炭的。顾时金的马车在街道缓缓地行驶着。这趟出行，他还将手中现有的商铺都巡查了个遍。商铺每年收入只够侯府开销，账目还时常倒欠。哪怕从现在起，他不再填补侯府那一家子的窟窿，也得过上个把月，才能将账目拉平。回到静安侯府，他开始翻阅医书。自从嫁给席敬修后，便一心扑在静安侯府，逐渐荒废医术。有医术傍身，又何愁会饿肚子？夫人，欺人太甚！谁欺负你了？方才我去大厨房拿吃食时，却被告知已经没下人的饭菜了。他们欺负我们这群下人也就算了，可他们还敢欺负到夫人头上，瞧瞧大厨房给夫人备的饭菜，像话吗？食盒内躺着稀可照人的白粥和一碗发硬的白菜。侯府上下开支全靠夫人的嫁妆撑着，大厨房就给夫人准备这些剩粥剩菜。他们怎敢蹬鼻子上脸，忘了谁是主子？若是不加以教训，这以后只会更加的嚣张。秋冬，不必浪费口舌，和这群下人算账。这个月府中下人们的月钱已发，下个月拿不到月钱时，他们自然就知道谁是主子。我身上还有些银子，春夏，你现在就出府找人建设小厨房，日后没缘饮食，不必再去大厨房，我们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即可。女婢这就出府办事，夫人乃侯府主母，早该有自己的小厨房了。老夫人和侯爷以及大哥都有自己的小厨房，只有顾时金没有。侯府入不敷出，他舍不得多花银子。夫人，这些年您对顾家报喜不报忧，总是委屈自己，奴婢瞧着都心疼。现在您总算明白要如何疼自己了，来日顾家问起时，也不用再昧着良心回应了。日后你们也不必委屈自己，
我手中有银两，背后有顾家，下嫁到晋安侯府，就算是讨好，也得是席家人讨好我。若有人敢欺负你们，当场就报仇，不必顾忌太多，我自会给你们撑腰。是夜，一轮皎洁的弯月悬浮在漆黑的夜空中，大厨房前一道身影正来回徘徊着。饭菜拿走也有些时辰了，怎么连个人影都未瞧见？夫人养尊处优，好歹也是顾家嫡出小姐，难道真吃得下狗都不吃的剩粥剩菜？他奉老夫人的命令负责敲打顾世金，我就不信了。许嬷嬷搬了张凳子坐下。夫人嫁入侯府5年了，肚子连个动静都没，现在又接连惹怒侯爷和老夫人，连饭都没得吃，居然还这么沉得住气，我倒要看看夫人能饿上几顿。这一等便是天亮。许嬷嬷，你怎么在此睡觉啊？梅院那儿怎么一点动静都没啊？昨夜送了饭菜后，夫人可有说些什么？梅院那儿的确有动静，听闻夫人连夜建了小厨房，还请了厨娘掌勺。这以后我们大厨房不用再为夫人准备吃食。什么？这怎么行？侯府早已揭不开锅，这种时候能省即省，怎么能铺张浪费建设小厨房呢？他按不住性子，抬步就走。梅院，顾世金正在进食，刚来的厨娘一展手艺，做了不少吃食。不错，厨艺比大厨房好。今日就让厨娘给梅院丫鬟们准备顿好的。昨日大厨房亏待你们，今日我给你们补偿回来。嘿嘿嘿，还是夫人待我们好，能跟着夫人是春夏三生有幸。我身边有你们，才是我三生有幸。为主子肝脑涂地的忠臣难遇，经过了上一世的事情后，他只会更加珍惜身边人。夫人，老夫人派了许嬷嬷前来问话，说是要见您。待会儿你们两个随我走一趟，今日我唱出戏给你们瞧瞧。院中，许嬷嬷正在等待，顾世金有意晾着她，直至许嬷嬷等到腿麻，方才出现。夫人，你怎么这么慢啊？老夫人已等待许久，我们速去梧桐院，切莫耽搁了时辰。夫人，前2日侯爷从您院子愤怒离去后，便离开府邸，至今未归。老夫人知道后很是生气。您膝下无子，不收嫡子也就算了，还将侯爷气得有家不归。老夫人的脾气你也是知道的，若没人在他跟前说好话，这事儿恐怕……顾世金一眼便瞧出了他的心事，这是想从他身上捞银子。许嬷嬷，天转凉，风又大，难免伤肌肤。我那儿有几盒上好的粉膏，美容养颜，对肌肤极好。夫人有心了，老奴就先谢过夫人。待会儿见了老夫人，老奴定会在老夫人面前多多美言几句。顾世金的下一句话却呛得他面色铁青。春夏秋冬，我那儿还有最后2盒粉膏，待会儿回了梅院，你们各拿1盒。这粉膏珍贵，奴婢们担不起。你们跟随我多年了，我早已将你们当成自家人，我既给了，你们收着便是。多谢夫人赏赐。不可，就连老夫人也只得了2盒，凭什么给这2个丫鬟粉膏？嬷嬷这是想对我的东西指手画脚。自然不是，老奴只是觉得……行了，既然不是，那就闭嘴。他也该让侯府见见真正的顾氏嫡女是什么性子。梧桐院，母亲，
老夫人这2日为侯爷和夫人的事儿烦心，整宿失眠，这会儿刚睡下。夫人还是先别打搅老夫人，在此等候片刻，等她醒了再说。老夫人这是装睡，想要下马威。既然母亲刚睡下，那我就先回梅院，待母亲醒了再派人找我。夫人这是说的什么话？老夫人是因夫人这才失眠，现在好不容易睡着，您就不能在这儿稍等片刻？怎前脚刚来，后脚就想着走啊？夫人，平白无故的你打我做甚？哎呀，石金啊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许嬷嬷忤逆犯上，母亲都尚未放话，一个奴仆竟敢冲撞主子，指责我的不是，这一巴掌给的还是轻的。老奴说的都是实话。许嬷嬷气得吹胡子瞪眼，不甘心挨了一掌。夫人您心不诚，哪有刚到就想着走？话未落，又是一掌落下。许嬷嬷还没吃够教训吗？身为下人尖牙利嘴，编排非议夫人，我就算赏你100个巴掌，你都得给我受着。要不是看在你是母亲的人，理应由母亲处置，这会儿早被逐出府邸发卖去了。还请老夫人替老奴做主，老奴也是为了靖安侯府着想，一时嘴快，并无恶意，却没想夫人不领情，还长老奴的嘴。许嬷嬷是他的人，这一巴掌看似打许嬷嬷的脸，实际上也是在打他的脸。许嬷嬷有错在先，可你无视婆母，对我身边的下人动手，同样逾越，视为不敬。今日我便小惩大戒，罚梅月所有人3个月不得从库房领月钱。老夫人并不知道库房账面上的钱早就被取走了。好，此事就听母亲的。唉，侯爷被你气得也有2夜没回府了，待他气消回来时，你就顺着他的一体贴些，他自会疼惜你，在梅院留宿的。疼惜我，留在梅园？母亲，程毅和侯爷非亲非故，侯爷为了他不惜与我翻脸，5年的夫妻情，竟还比不上一个来历不明的孩童。这孩子究竟是什么来历？这是在怀疑叶儿的身份。现在不是暴露身份的时候，若逼太紧，真让顾时金发现点什么，可就得不偿失了。时金啊，兴许是静修太想要孩子了，侯夫人丁稀宝有个孩子在，府邸也热闹啊。叶儿在府邸也待了一阵，他无父无母，实在可怜，忽而将他赶走，未免也太残忍了些。静修喜欢他，就让他和以前一样继续待在府邸内，至于是否要收他为嫡子，往后再谈。将人放在眼皮子底下，想摧毁更容易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让程毅继续待在侯府。这些年侯府入不敷出，为了缩减府邸开支，我将库房的锁换了。侯府大权在你手中，这些小事任由你处理，回头把备用钥匙往我这儿送一份就行。我并未准备备用钥匙，母亲，我的嫁妆为侯府耗得七七八八，甚至还外欠了不少。您看看，什么时候将亏欠的银两都补上？哎呦，我这头疼的紧，定是昨夜吹了风没睡好。老夫人，您没事吧？我这就去请大夫。哎，且慢，我好好休息即可，就不必浪费钱财请大夫了。既然母亲身体抱恙，那我先回去了。至于亏欠的银两，晚些时候再商议。该还的债，迟
迟早要还。装病躲得了一时，躲不了一世。屋门在此刻被敲起，丫鬟踏进屋子。老夫人，城中小院那位来了。他来做什么？说实话，他并不喜欢萧妹。论家世，论才学，萧妹没有一点比得上顾世金，更别说现在整个侯府全靠顾世金撑着。萧妹为侯府带下一儿一女，老夫人也只能被迫接受萧妹的存在。那位什么都没说，只说要见您。小心点把人带来，别被发现了。丫鬟得了吩咐，绕小路将萧妹带了过去。母亲，你来做什么？母亲，我都听说了，顾世金不愿收叶儿为嫡子，他明明已经答应了，却出尔反尔，如此一来，叶儿何时才能有名正言顺的身份啊？此事急不得，若逼太紧，只会适得其反。世金已经松嘴，肯让叶儿继续留在府邸了。我们再循诱渐进，迟早能让他收叶儿为嫡子。母亲，叶儿年岁渐长，若是顾世金迟迟不肯认叶儿为嫡子，也会耽误他的前程啊。我倒是有个法子，不如让侯爷迎娶我为平妻，届时顾世金定会有了危机感，为了讨得侯爷欢心，何愁他不点头呢？哼，胡闹！锦绣曾承诺此生只娶一位夫人，若纳妾，顾家那边怎么交代？我也只是想让两个孩子过上好日子。天渐冷了，我那院子却连过冬的炭都没备上。轩轩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去年的衣裳都穿不下了。每月都会有200两银子送到你那儿，缺什么自己添置便是，难不成这都要我教你？母亲，这个月的银两已经迟了3天了。他花钱大手大脚，没有攒钱的习惯。该给你的银两自然少不了，你先回去，待会儿我就让许嬷嬷给你拿。多谢母亲。老夫人不忘叮嘱着，你和静修的事儿给我藏严实点儿，这个节骨眼上绝不能走漏风声。母亲放心，这些我都懂。只要两个孩子能够衣食无忧，前程似锦，我也就知足了。老夫人看到他就头疼，大手一扬，找了个由头，将人逐走。唉，要不是这个红妹子，静修又怎会未婚生子呢？萧妹离开侯府后，并未急着回去，而是在侯府后门等候。她还等着拿银子。良久，许嬷嬷方才出现。许嬷嬷，怎的这么久才来啊？夫人换了库房的锁，银两没拿到。没拿到？怎么会没拿到呢？顾世金不肯给。往常府邸没换锁时，我直接拿，没人敢吱一声。现在换了锁，哪怕要一个铜板，都得夫人点头。库房那边说，夫人停了城中小院的银子，以后都不会再给钱了。不给了？没了正房太太阶级，他这个三儿可怎么活？梅院，夫人，方才许嬷嬷去库房讨要银两，说是要给城中小院送去。讨要未果，她便去了趟府邸后门。奴婢瞧着她行踪鬼祟，便跟了上去。没想竟瞧见了她和一名女子交谈，那女子看上去比您还年长几岁。哼，那位胆子还挺大，大白天也敢来静安侯府。夫人，那位便是住在城中小院的女人。这些年她一直藏在京城，用着我的银两快活过日子。接下来她就算想藏也藏不住了。可耻，拿夫人的嫁妆养外室，侯爷实在是过分。
不如我们将此事告诉顾老爷，让顾家出面收拾这对不要脸的狗男女。捉奸捉双，没有确凿的证据，只会打草惊蛇。现在捅破此事，老夫人和侯爷定会想法子糊弄过去。光逮大老鼠可不够劲儿，得把这一窝连根拔起。既然夫人已有决策，奴婢也就不多想了，一切听从夫人安排。侯爷今晚仍旧未归，看来是不回来了。我倒想瞧瞧这外室究竟长什么样子，竟能将侯爷迷成这样。长得一脸狐媚样，看着就不舒服。不着急，你们很快就能见到他了。是夜，风格外凌厉，窗有些不结实，得找人修修。侯府这个月没给银子，别说是修窗了，现在连吃饱都是个问题。没给银子？许嬷嬷说顾时金断了银子，以后都不会再送银子了。他明知道城中小院里住着侯爷的救命恩人，却说出这种话，这是不将侯爷您放在眼里啊。我还想着等天冷了，给侯爷置办身京城最新颖的衣裳，顺带着给叶儿和轩轩也添几件。谁成想顾时金断了银子。我身上并未带太多银两，明日回去我便让库房将银两给你送来。我就不信库房连这点银子都不给我掏。您是侯爷，是静安侯府的主人，顾时金怎么敢这样待侯爷呢？哼，世家贵女还不是照样不识体统。要不是他背后有顾家撑腰，我才懒得接近他。等回了侯府，我会替你讨要说法。顾时金似乎不太待见义儿，原本还想着义儿进入侯府后就安排轩轩入府，可现在义儿的事儿八字还没一撇呢，轩轩那该如何是好啊？轩轩那儿我已经安排妥当，再过几日就把人送过去。这次得严谨点儿，必须确保万无一失。小美不再多说。翌日天色刚亮，席静修便去了趟梧桐院。母亲，你可知顾时金断了城中小院的月钱？人未到，声音先传来。哼，小美这么快就找你打小报告了，银两不过推迟几日罢了，竟这般小家子气，耐不住性子。母亲，媚儿是什么样的人我清楚，她也是为了2个孩子着想，总不能让轩轩饿着吧？急什么？我早已想好对策，不仅能让顾时金乖乖收义儿为嫡子，还可以让他乖乖交出库房的备用钥匙。母亲，你有什么法子？老夫人诡谲一笑，在他耳畔轻声嘱咐了几句。这听上去倒是不错，可若此事闹大，恐怕不好收场。哼，怕什么？有我坐镇，还能折腾出什么风波不成？这也是为今之计，难不成你要亲口承认义儿是你生的？此事就听母亲的。晚秋的风格外寒冷。炭铺的事可都安排好了？夫人放心，一切都安排好了，明日铺子就能开张。那就好，就按照计划，明日午时再开张，炭价也按照定好的价格卖。时候不早了，外头冷，夫人快回屋歇息吧。不好了，大事不好了！发生何事？你怎急成这副模样？库房失窃了，就在方才，有小贼闯进库房偷东西。库房值钱的早已搬走，这也有人偷？顾时金乐了，忍不住一笑。小贼恐怕连1两银子都找不到，倒是让这小贼白跑一趟了。夫
人，您怎么还能笑得出来啊？库房是没什么值钱的，可下人们都在议论库房失窃和夫人脱不了干系。他们还说，要不是夫人忽而换锁，库房也不会遭小贼光顾。这些年库房从未出过事，库房的锁刚换，后脚就出了这档子事。侯府的这群下人又都是群见风使舵的玩意儿，还不知会在背后嚼什么舌根呢。先去瞧瞧什么情况，兴许是冲我来的。冲您来的？您这意思是家贼？是不是家贼我还不清楚，但我知道事闹得越大，对我越有利。这好端端的库房怎么会失窃啊？要我说，这事儿都怪顾时金，好端端换什么锁吗？这下好了吧，库房遭了贼，还不知道要损失多少呢。话说回来，弟媳怎么忽然要更换库房的锁？换了还不给备用钥匙，我们想拿东西都麻烦了些。谁知道他怎么想呢？兴许是老夫人非要他认嫡子，把他惹急了。大哥大嫂，时金，你也来了。这些年库房一直安样，有2名小厮专门负责看守，没想到竟在这个节骨眼上遭贼了。弟媳啊，要我说你就不该换锁，没换之前平安无事，这一换还引来了小贼，换锁前应该知会众人。大哥说的是，现在说什么都迟了，希望小贼不要将我准备赠给大嫂的镶金珠宝簪窃走才好。时金，你说什么？你准备赠我镶金珠宝簪？是啊，过阵子便是大嫂生辰，我见大嫂很是喜欢那只镶金珠宝簪，便买了下来，准备送您。可现在库房失窃，赶紧去库房，这根金簪绝不能丢。除此之外，我还给大哥买了那只昂贵的会说话的鹦鹉呢。鹦鹉？弟媳啊，你把那只鹦鹉也给我买来了？唉，大哥你不是说想投其所好，赠纪员外那只从西域捉来的鹦鹉，纪员外一高兴定会提拔你，也会顺带提拔侯爷。我觉得有理，就买下了鹦鹉，一并存放在库房，正准备明日一早就给你送去，谁知道大半夜的竟有贼光顾侯府。天杀的小贼！碰鹦鹉等于断我前程，今日我定要将小贼捉住。库房失窃是大事，鹦鹉和金簪要是真被小贼偷走了，光凭我们之力很难寻回，不如我们报官吧。我这就去报官。哎呦，我的镶金珠宝簪可千万不能丢啊！要是丢了，我就算是拼了命也要让小贼把金簪吐出来。库房的锁被撬开，大门敞开，盒子空了。大嫂，您瞧，我将金簪放入锦盒中，可现在盒子空了，小贼把金簪盗走了。哎呀，我的镶金珠宝簪还真被偷走了！京城有钱人家多的是，偷谁不好，怎么偏偏偷我们的？来人，快来人啊！就算是掘地3尺，也得给我把小贼给捉住了。第一个发现库房失窃的人是谁？回禀夫人，是老奴最早发现库房失窃。你可瞧见了行窃的小贼？今夜负责看守库房的小厮去哪儿了？你路过此处，可有发现可疑之人？夫人，您什么时候去买镶金珠宝簪和鹦鹉啦？我瞎说的。还是夫人厉害。张氏急得揪住了许嬷嬷的衣领。许嬷嬷，你怎么一声不吭啊？都急死我了，赶紧回话呀，我还等着捉贼呢。哼，胡闹，大半夜的在这吵吵闹闹，成何体统？老夫人，您总算是来了。库房遭了贼，大夫人不知怎的冲着老奴大呼小叫的。
库房失窃，我自会调查清楚。你在这儿瞎起什么哄啊？母亲，我这不是替侯府着急吗？库房丢了不少值钱的物件，不把东西寻回来，我晚上睡觉都合不上眼。说说看，你都瞧见了什么？我瞧见有道身影鬼鬼祟祟的在库房四周转悠，那人被我发现后落荒而逃，接着我就瞧见库房的锁被撬了。此处凌乱，明显是有贼人来过。顾世金，库房向来由你负责，是不是该给众人一个说法？弟妹，这该怎么办啊？自然是要将贼人捉住，把丢失的东西都找回。秋冬，先去清点一下库房，丢了什么都记好。贼人早跑了，贼人见了我逃之夭夭，哪儿还会待在原地等着我们去捉啊？想把丢的东西找回来，哪儿那么容易？母亲，库房失窃是大事，绝不能放过丝毫线索。我就算掘地3尺，也要将贼人捉住了。唉，张氏今日是怎么了？不依不饶的像个泼妇一样，竟在这坏事。这库房失窃和他有什么关系呀？至于费这么大的劲儿在这想着捉小贼吗？母亲，大嫂想查，那就让她查个清楚，查清楚了才好死心。今晚谁当值？我们俩，只不过我们今晚贪吃了一些饭菜，拉了肚子。对，我们不在，饭菜里肯定被贼人下了药，调虎离山，趁机偷盗。老夫人放心，大夫人懂什么？就算将饭菜扒了个底儿朝天，也瞧不出所以然来。饭菜被下药了，我闻出饭菜里有泻药的味道。世金，你可闻清楚了？当真有泻药味？我幼时曾学过医术，不算精湛，但寻常的药物还是闻得出的。该死，竟忘了这茬了。饭菜里被下药又如何？顶多证明是贼人算计了看守库房的小厮。这会儿小贼早跑了，想捉贼谈何容易？那可未必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世金，别卖关子了，快把你知道的都道出来，我还急着将小贼捉住呢。知晓今夜值守库房的小厮是谁，还能精准无误地给他们下药，只能是府里人。这么说，是内贼。既然是内贼，那就好办了。先查查都有谁碰过这些饭菜，把可疑之人一一揪出。只要小贼还在侯府内，还愁抓不住？差不多就行了。库房看着也没丢什么值钱的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母亲，时今为侯府操劳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况且这么多年一直将侯府打理得井条有序，不宜重罚。不如就让他收一儿为嫡子，教一儿读书写字，全当放松转移视线。大嫂，母亲想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可这样一来，那你的金簪……母亲，失窃一事绝不能就此姑息。2024年就过去了，让我们带着这一年的美好与开心度过到2025年。2025年我们要更开心更幸福。 Happy New Year。 今日家贼能盗窃库房，来日就能谋财害命。谁说库房里没丢值钱的东西？明明丢了镶金珠宝簪和鹦鹉，这两样东西合起来不下500两。库房里明明什么都没丢，哪有丢镶金珠宝簪和鹦鹉啊？库房里压根就没这两样东西。你怎么知道什么都没丢？大嫂说的是，许嬷嬷又没清点过库房，怎知道库房里没有金簪和鹦鹉？老夫人，官差来了，说晋安侯府遭贼，便来瞧瞧情况。你说什么？官差来了？
是哪个不长眼的把官差带来了？家丑不可外传，这种小事我们自己处理就是了。赶紧将官府的人请走。若是被查出这是自导自演的戏码，他的老脸往哪儿搁呀？迟了，官府已经来了。席睿智大踏步前进，身后还跟着4名官差。我的鹦鹉可找到了？几位官差，库房并未丢东西，只有锁被撬开了。这种小事我们自己处理即可，劳烦你们跑一趟了。母亲，明明就丢了金簪和鹦鹉，怎么到了你嘴里什么都没丢啊？你明知道是家贼却不肯捉贼，难不成你这是在包庇啊？几位官差，丫鬟已清点过库房，的确丢了金簪和鹦鹉。老夫人，老奴看得清清楚楚，库房里没这2样东西，就算是有，给老奴100个胆子，老奴也不敢碰啊。许嬷嬷，我们并未说你碰了库房，你这话又是什么意思呢？内贼该不会就是你吧？我就说你怎么奇奇怪怪的，要我说你就是内贼，想吞了金簪，这才一直说没丢东西。赶紧搜，必须把鹦鹉给我找着。放开！老夫人快救我！大夫人和大少爷疯了！行了，许嬷嬷看着我长大，在靖安侯府待了几十载，她是什么样的人我最清楚。许嬷嬷绝不会是内贼。这时，一粒饱满圆润的珍珠从许嬷嬷衣兜里掉落在地。夫人，这不是前2天你意外落在库房的珍珠吗？夫人，今夜这事还真是冲你来的。许嬷嬷，我若没记错，这颗珍珠本该待在库房，锁换了后，除非撬锁，否则没机会踏进库房。你这枚珍珠又是怎么来的呢？好啊，这下证据确凿了，家贼就是你。这颗珍珠我没收了，赶紧把那金簪还给我。还有鹦鹉，那可是送给季员外的鹦鹉，关乎着我们靖安侯府的前程。若鹦鹉有个好歹，我就送你去地牢。几位官差，夜深人静的，还让你们白跑一趟，这是我给你们的买酒钱，你们就当今夜没来过，什么都没看到，赶紧回去歇息吧。齐静修捏了捏空荡的荷包，心里开始滴血。顾时金，你是当家主母，局面乱成这样，怎么还有闲工夫坐着？方才你指责我看管不力时中气十足，许嬷嬷犯了错，你怎么不去说她？你们吃饱了撑的都没事干，还不赶紧给我滚！够了，都给我闭嘴！是我让许嬷嬷去库房拿珍珠的，没想到她正巧撞上贼人。母亲，此事疑点重重，不清不楚的，怎能就这样接过？再敢啰嗦，我罚你和老大3个月不得领月钱。大哥大嫂，老夫人执意要护许嬷嬷，不愿深究此事，你们就当金簪和鹦鹉不存在吧。那怎么行？价值300两的金簪说没就没了，我定要母亲给我个说法。时候不早了，大哥大嫂先去歇息吧，我乏了，也该睡了。顾时金，我们谈谈。侯爷想谈什么？你对我可有不满？侯爷何出此言？你若对我没有不满，为何要停了城中小院的银两？那间院子住着我的救命恩人，你是要我背信弃义，遭人诟病吗？侯爷说的这是什么话呀？我的嫁妆已为侯府耗尽，甚至还倒贴了债务，如今库房空空，实在掏不出多余的银子。至于城中小院的银两，侯爷自己想办法解决。城中小院住着的是我的救命恩人，银两少了哪儿都不能少了那儿的。夫妻之间不分你我，
我们应当一起想办法解决。哼，眼下倒是有一件更棘手的事。侯爷打算什么时候将我耗尽的嫁妆和外债补上？要是等催债的上门，可就不好看了。时间，我的情况你也知道，只有升官了才有俸禄补偿给你。你先想想办法自行解决，日后我绝不会亏待你。侯爷要我如何自行解决？不如找顾家要。既然侯爷有这个脸，那就去吧，反正我是没脸去要钱。想脸面好看的话，侯爷还是尽快凑齐银两，总不好让顾家知晓我的嫁妆都拿来补贴侯府了吧。顾时节，你当真要如此过分，做到这份上？侯爷要不要我帮你打听打听，有哪户人家将夫人的嫁妆拿去补贴家用，又或是让大家评评理，过分的到底是我还是静安侯府？席敬修携着怒火离开此处，前往梧桐院。他们并未留意到暗处的丛林发出了细微的动响。侯府大门，一辆马车静静停在门口，一道凉风掠过，正在休憩的商晨轩被这道凉风惊醒了。如何？侯府这场戏唱得很热闹，传闻顾家嫡女会嫁席敬修，要死不活，非他不嫁。如今这一瞧，传闻都是假的。不是，我问的不是这个。我想知道的是，顾时今是从哪儿得到的消息？知晓运送炭的船会翻？没碰上面，没机会问。你都已经去了胡府，怎么不问个清楚啊？发财的机会本来该是我们的，如今落到旁人头上，你就不着急？顾时今可疑得很，一定有问题。说说看，你打算怎么办？顾时今除了购炭外，还大量囤粮，不如你也跟着多囤些粮食如何？囤粮？囤粮做什么？难不成运送粮的船也会翻？就算翻船，京城也有囤粮，是不会差粮食的。谁知道呢？马车渐行渐远。哼，你个不孝子，哪来的脸还敢找我要钱？张氏刚从我这儿捞了一笔，你后脚就跟着来要钱。要我说呀，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。母亲，我这也是不得已的。顾时今那个疯女人换了锁，还断了城中小院的月钱，我总不能看着媚儿和轩轩被饿死吧？在人前说话给我小心点儿，别让人抓住了把柄。小美是你的外室，总不能让我一个老婆子替你养外室吧？这种事我管不了，自己想办法解决。母亲，我现在的俸禄养活自己都不够，实在掏不出多余的银子。若来日我加官进爵，绝不会亏待您，没准还有机会请圣上封您为诰命呢。母亲，看着他们母女两个风餐露宿，吃不饱穿不暖，我实在是没有心思读书写字啊。只能给这么多了，以后怎么养活外室自己想办法，别把主意打到我这儿。张氏死活说库房丢了他的东西，张嘴就想让我掏500两，否则就要把许嬷嬷抓去坐牢。我花了100两，这才堵上他的嘴。母亲，库房是真丢了东西还是假丢啊？为何大哥大嫂要闹成那样，害我们竹篮打水一场空？侯府另一处，屋中灯火通明。斗嘴的鸭子跑了，你竟还有心思睡觉？那还能咋办？母亲就是要保许嬷嬷，我们注定要吃哑巴亏的。没准儿金钗和鹦鹉已经落到母亲手里，不然她怎么那么爽快给你银子呀？哼，这个仇我记下了，来日可别让我挑到错处，不然我定要将许嬷嬷折磨到鸡飞狗跳。
众人各怀心思。这一觉，顾世金睡得格外舒坦。夫人，好消息！还真被您给说中了。一大早就有消息传来，送运炭的船只翻船了，我们的商铺要大挣特挣了。多囤些炭自用，炭价上涨后，必要时刻还可以拿炭当人情送。再多送些炭给顾家，就说我新开了炭铺，囤了不少炭，用不光。哎，奴婢这就去。夫人，奴婢一直在想昨夜的事。昨夜您让侯爷吃了鳖，可侯爷那点俸禄根本就不够还债。这些债侯爷会还吗？自然不会还。他现在穷得叮当响，刀比脸还干净。当然，就算他有钱，也不会还的。那这笔债务怎么办？债务是以您的名义欠下的，就算讨债的上门，也只会找夫人您要。若是还债，又只能拿铺子挣的钱还，到头来还是夫人您还啊。别急，这笔债虽是我借下的，受益者却是侯府。实在不行，我就捅破此事。老夫人向来好面子，不会置之不理的。我平日穿的衣裳太过素净，去街上逛逛，添几件明艳点的衣裳过冬。稍作收拾，他们便出门了。马车停在一处隐秘的小巷。夫人，我们为何要停在这儿啊？既然出门了，那就顺带来此处看看。我只知这座院子的存在，却从未来过，有些好奇罢了。这便是城中小院。夫人，快瞧，那不是侯爷吗？两人举止亲昵，哪怕眼瞎的都能瞧出端倪。媚儿，这段时间只能先委屈你了。我省吃俭用也能凑合凑合，可轩轩还在长身体，若是每个月只有这点银子，我会想办法解决的。我们先去集市，给2个孩子添几件衣裳，回头我让母亲再给你点银子。你既跟了我绝不会亏待你的。就算日子苦点也无妨，只要能跟侯爷在一起，媚儿就知足了。狗男女，不要脸！还是要脸的，还晓得带斗笠挡脸遮羞。我们先跟上去瞧瞧。侯爷，这布料如何？这块布颜色鲜艳，摸上去丝滑软绵，可以给轩轩做身衣裳，多余的还能给我用。你喜欢，那就买下。顾时金也在此刻踏进了商铺。夫人，您瞧瞧有什么需要的，若有吩咐尽管开口。途经此处，随意瞧瞧。媚儿，此处不宜久留，我们赶紧走。侯爷，你的脸已经被遮挡住了，顾时金认不出你。我和他从未见过，他也不认得我。若是现在慌乱离开，反而还会惹人起疑。这匹布料不错，掌柜，铺子里是否还有一样的布料？哎呀，夫人，这块布料只剩下最后一匹了。这块布你要不要？哎，倘若不要，就别站着茅坑不拉屎。自然是要。这块布料需要20两，你若是要，赶紧买了；若是不要，就将这块布让给贵人。微争一口气，萧妹迅速掏出银两，买下了布料。这块料子的颜色太过艳丽了，反而显得有些俗气。若是穿着这块布料做的衣裳，那些贵女们定会嘲讽品味低。我还是再看看其他料子吧。我觉得这块布料倒是不错。这块布料的颜色艳而不俗，质地比方才那块布料还好。掌柜，这块布料要多少？哎呀，夫人可真是有眼光呢。这匹布是从江南运来的，最受年轻姑娘家喜欢了，只需40两。我就要这块布料了。一只手却在此刻抢先一步将布料夺走。这块布我也看中了，掌柜帮我包起来。
为了买下这块布，除了用掉席静修给的50两，他还得动私房钱多掏10两。夫人，这块布你还要吗？若是要，我可以先让给你。不要了。现在这一瞧，那块江南运来的布料，成色质地都不怎么样，布料上的花还绣歪了。你是故意的？等我付完银两，你才开始挑剔布料。我没付银两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早点说啊？这位姑娘，你在同我说话？不然呢？依我之见，你就是存心想让我多花点冤枉钱。姑娘慎言，抢布料的是你，决定是否要购买的也是你，现在不想要了，还想将黑锅推到我家夫人身上。就是，哪来的乡野村姑啊，这般粗鄙无礼。罢了，我们还有事要处理，不宜在此地多待，先走吧。穿着有模有样的，心眼子却如此多，竟然敢算计到本姑奶奶头上。这是顾时金掉的荷包，看起来沉甸甸的，应该有不少银子。我正愁着没钱花呢，后脚就有人将银两送上，就连老天爷都站在我这一边。得了好处就赶紧走吧，以免节外生枝。不好了，我的钱袋丢了，这里头可装了不少银子，绝不能弄丢。你们两个看起来就鬼鬼祟祟的，钱袋该不会是被你们拿走了吧？尤其是他，大白天的将脸遮挡成这副模样，一看就有鬼。我们没看到钱袋，你们自己弄丢了东西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哎，你们不能走，必须得让我们搜查，确认你们身上没有我们夫人丢的钱袋才能离去。无凭无据的，凭什么你们说搜查就搜查？丢了钱袋，我的丫鬟有些着急，说有失礼之处，还望两位见谅。既然你也知道失礼，那就别挡路，赶紧让我们离开。今日我们就当什么都没发生。我倒是有个更好的计策，不如我们去衙门，让官差搜查。不行，不能去衙门。哦，为何不能去衙门？难道我的钱袋子当真在你们身上？你们内心有鬼，不敢随我去衙门？家中还有重病的老母亲等着我去照顾，不能回去太迟。这话说的有理，家中有病重的老母亲等着他去照顾，我们的确不宜耽搁他太多时间。夫人是明事理的人，想必也不会为难我们，我们就先行一步。那可不行，钱袋里装着不少银子，这些银子对我而言很重要，是一大家子的伙食费，不论如何我都得将钱袋找到。方才是谁报官了？什么时候报的官呢？官差来的速度竟如此快。想办法抽身，找个机会把钱袋丢了。是我报的官。这位夫人对你们有所怀疑，你们又自认清白，那不如就搜身自证清白吧。这怎么行？我尚未出嫁，若被两位官爷搜身，这以后还要不要嫁人了？那就让我搜啊，大家都是女儿身，这下没什么顾虑的吧？你们都是一伙的，我要如何信你？若是你们趁我不备，将钱袋放置在我身上，我岂不是百口莫辩？两位官爷，这下知道我为何会怀疑他们了吧？一个不肯以真面目示人，另一个遮遮掩掩，找各种各样的借口，就是不让人近身。衙门里有女差，我们可以去衙门让女差搜身。席静修咬牙切齿地靠近了顾时金，有意压低声线。顾时金，是我。此事说来话长，我们先回侯府，晚些时候我再与你解释。你说什么？我是席静修，此处人多眼杂，不方便交谈，我们换个地方说话。侯爷向来光明磊落，去个商铺而已，还
还不至于将自己包裹成这副模样。你休想冒充侯爷！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小人，竟还敢冒充侯爷！今日我便让他瞧瞧我们的厉害，一定要打得连爹妈都认不出他来。他们下手的速度快准狠，3两下就将席静修的斗笠砸歪了。你们2个贱婢，竟敢出手伤本侯！待回了侯府，我定要将你们卖给人牙子！萧妹的情况同样好不到哪儿去，当即冲在最前方，和2个丫鬟斗在了一起，一时间局面混乱。哎呦喂，下手轻点，可别把我的布给弄坏了。2名官差也没闲着，迅速将打斗的几人分开。我的钱袋！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有贼人行窃，将这2个小贼都给我捉拿归案。不识亲，闹够了没有？你就是这样管教下人的？这人讲话的语气倒是怪像侯爷的，脸也有几分相似，但侯爷是不会将自己弄成这副模样的。不识亲，睁大眼睛给我瞧仔细了！放眼京城，有几个人敢冒充我？也对，侯府不如从前光辉，就算是冒充，也应该冒充好点的人家。冒充侯爷没什么意思。看来你就是侯爷。不识亲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是觉得我一无是处，不值得旁人冒充吗？侯爷，你身边这位是？这位是母亲的远房亲戚，也是我的表妹。原来是表妹，远道而来，你这个东道主可得好好招待。可问题是，这个钱袋是怎么跑到他身上的？钱袋是个意外，方才被布料砸到时，有东西从布料中掉落，正好掉到我身上，我便顺手塞至衣兜中，没想到竟是钱袋。方才我也瞧见有东西从布料间掉落，吵吵闹闹了大半天，总算是将钱袋找到了。原来如此，多怪我不小心将钱袋遗落，这才将事情闹成这样。秋冬立即将官差支走。钱袋已找到，能证明我和表妹的清白。你身边的2个丫鬟打我这件事，又要如何处理？你是不是该给我一个交代？交代？今日的事论交代，侯爷是不是应该先给我交代？你将自己包裹成这副模样，行踪鬼祟，明知我踏进商铺却又视而不见，又故意装作不认识我，不打你打谁？更何况远方亲戚来了也不知会我一声，而是戴着斗笠蒙着面与他在这逛商铺，唯恐被人发现，不知情的还以为你们之间。为了日后的筹谋，他刻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顾妹妹，事情不是你想的这样。其实我是今日刚抵达京城，想置办几件衣裳，正好在此处撞见侯爷，便与他多聊了几句。我叫萧妹，年长你几岁，以后我就唤你妹妹了，还望妹妹不要介意啊。那侯爷又为何要戴斗笠，将脸蒙成这副模样？那是因为昨夜没睡好，今儿个眼皮肿，就连眼神不好使，很多东西都看不清，得趴得很近才能看到，所以我并未瞧见你。大夫说我操劳过度，需遮光3日，尽量避光。这种说辞，连傻子都未必能糊弄过去。原来如此，今日就是场误会。侯爷也真是的，早点知会一声不就行了，何至于将事情闹成这样？怪我，怪我。误会解开了就好，都怪我不好，来了京城也没通知你们，应该提早去拜见妹妹的。石进，萧妹来了京城还没有落脚处，不如让她住进侯府如何？顾妹妹，我初来京城，人生地不熟的，
若是能住进侯府，倒是也有个照应。我上得了厅堂，下得了厨房，只要你不嫌弃，闲暇时还能打打下手，做些糕点给你吃。你是母亲的远房亲戚，又是侯爷的表妹，论辈分，我还得唤一声萧姐姐。你就不必见外，直接住进侯府便是，我会让下人安排妥当。当真啊？那就辛苦妹妹了。你若是有什么想吃的，尽管吩咐，只要我会做的，定会给妹妹送去。几人的对话并未持续多久，随意找了由头后便离开此处。今日虽花光了银子，却让我住进了侯府。轩轩那边的事儿我已经安排妥当了，提早这么久将轩轩送过去，留下些生活痕迹，就算有人察觉异样，也调查不出端倪。这以后你也不必再委屈自己，委身在这间小院了。我想你时，也方便时时刻刻找你。住进侯府后，想做什么都方便许多，我也能沉下心，好好想想如何将叶儿的事儿提上日程。马车在街道上缓缓行驶。夫人，你明知道小美是侯爷的外室，为何还要让她住进侯府啊？因为热闹，想让侯府闹得鸡飞狗跳，就得再热闹些。萧妹又是个关键人物，怎么能少了她呢？夫人，明知道她是一头狼，却还同意让她入侯府，岂不是更危险吗？无妨，会有人出手替我对付萧妹，我会把这柄刀磨好。当真？这个人是谁？顾时金笑而不语。那个人同样憎恨萧妹。马车途经一处茶楼时，快看快看，那辆马车是顾时金的。我们什么时候找机会问问他，究竟是如何知晓帆船的事情？你若是再不去问问，我就亲自去了。裴燕从容起身，拾起桌上的一粒花生米，朝着马儿屁股狠狠弹去。花生米并无杀伤力，可裹着强劲的内力后，反而成了伤人的武器。马屁股被花生米这一弹，仰头长啸，四蹄乱踏，惊恐地跳起，朝着前方狠狠冲去。我们还没有打探到想要的消息，还不至于这么快就灭口吧？谁说我要灭口了？裴燕冰冷的眸子居高临下，视线洒到马车上时，眼底的冷意明显淡了几分。后一刻，他纵身一跃，运转着轻功朝着马车奔去。你这是要英雄救美？制造危机，再英雄救美解决危机，这可真腹黑啊！问个问题罢了，有必要这么耗费心思吗？更何况顾时金还是有夫之妇，难道裴燕就好这一口？受惊的马横冲直撞，马夫被甩下马车。马儿怎会忽然受惊呢？夫人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想办法离开马车，实在不行，我们跳下车，就算伤筋动骨也无妨，只要能活着就行。可是马儿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，跳下马车能否活命还是未知。夫人，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站在你这一边。你若是要跳马车，我便随你一起跳，没准还能当个人肉垫护你一命。别说丧气话，这点挫折难不倒我们。待会儿我说跳时，大家便一起跳。你们切记要用双手护住脑袋，只要命还在，就算断胳膊断腿，哪怕是倾家荡产，我也会找人救你们。马儿疯狂地咆哮，一道身影从天而降，骑在了马背上。速度慢了，我们兴许不用跳车了。马总算是停下了，我们活下来了。夫人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吓到了。顾时金这才看清楚面前这张脸，是你？你认得我？那是自然。裴公子在朝中混得风生水起，
在京城又颇有盛名，就连京中3岁小孩都认得你，更别说是我。你见过我？见过。啊，曾在机缘巧合下见过。裴公子生得好，我便记住了。今日还得多谢公子出手相助，这份恩情我记下了。来日若是有机会，我定会报答。别来日了，现在就有个能让你报恩的机会。啊，报恩？裴公子想要我如何报恩？饿了，请我去茶楼品茶吃菜吧。品茶吃菜？还不跟上？要我请你去？夫人，当真要随他去茶楼吗？一顿饭就能报救命之恩，趁早了结此事，没什么不妥的。总好过来日这位权臣携恩朝我狮子大开口吧。听闻裴太傅阴晴不定，喜怒无常，这个人情能还就尽早还，省得夜长梦多。顾时金不动声色地抬眸望向面前的男人。裴燕自顾自饮着茶水。裴大人，您找我来茶楼，应该还有别的事吧？顾姑娘倒是聪慧，我找你的确有事。顾姑娘，你认得我？他们在这一世明明是第一次见。只要我想，就没有查不到的人。你查我？顾姑娘，听闻前阵子你将市面上的炭都购买了。忽然想开间炭铺，便买点炭玩玩。啊？炭铺一般都会从便宜的地方进炭，以此挣取差价。可你却按照市面价将能买的炭尽数购下，并不会害怕亏本。还是说你事先知道运炭的船会翻船？唉，我买炭是不得已的。侯府这些年吃穿用度皆是我的嫁妆，再这样下去，我迟早会被饿死。我只能想办法将库房账面上的钱支走，炭铺亏损也是无奈之举，总好过身上一个铜板都没有。我这也是被逼到绝路，没想到老天爷怜悯，给了我一条活路，让运送炭的船只翻船。说起来，我还得谢谢老天爷开眼。这样解释倒也合理。为了防止静安侯府将我最后的银两都刮搜走，炭铺还得记在我兄长名下。裴大人，小女子实在是委屈，要不是家丑不可外扬，我恨不得找您申冤，请大人替我出头评评理。好。冷淡平静的男生硬是将他在心中酝酿的长篇大论给堵了回去。顾姑娘，你不是喜欢席静修喜欢的紧吗？心甘情愿将嫁妆拿出补贴家用，怎么现在倒是转性子了？裴大人，说到这儿我就更委屈了。我待侯爷一心一意，可他却有了外室，我心胸狭隘，自然不可能让外室继续花我的银子。他居然有外室？他光顾着调查顾时金，并未将心思放在席静修身上。不错，他曾承诺此生只娶我一人，如今却与那外室恩恩爱爱，我又不能撕破脸将这件事情闹大，只能想尽办法将银子收回，减少损失。这么说，你事先并不知运送炭的船只会翻船，购炭纯属巧合。我整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怎么会知道这些消息呢？我也是今日听府中下人们提及，才知晓运送炭的船只翻船了。裴燕不再多说，夹起菜肴缓缓吃起。顾时金方才松了口气。裴大人，我忽然想起府中还有些事尚未处理，无法在此久留，就先行一步。他并不想得罪这位权臣，多说多错，还是尽快离开此处为好，以免露出破绽。
裴燕并未挽留，轻轻点了点头。顾世金离开厢房后，一道身影火急火燎地冲了进来，坐在他对面。哎，如何？他将方才的事简单道出。就这话你也信啊？自然不信，我从不相信世上有什么巧合，但我们没证据。顾时金的话滴水不漏。那可怎么办啊？原本这发财的机会非我莫属，现在眼睁睁的看着这桩肥差事落到他人手中，我不爽。那就继续派人盯着他，顺带把席静修从里到外调查个遍。席静修？你是怀疑那个废物侯爷？记得点赞关注哦。此人攀权富贵，见风使舵，在朝中又是个不起眼的七品小官，连上朝的机会都没有。你倒不如怀疑街边乞丐。让你查就是了，这么多废话。茶楼门口，车夫牵着马儿停在门口，顾世金坐在马车内。难道他也想卖炭发财？夫人，春夏从茶楼走出，迅速来到他跟前。刚才我去结账时，掌柜的告诉我账已经结过了。裴燕结账了？掌柜的没说具体是谁结的账，但最有可能结账的只有他。夫人，裴大人不是说想让你还人情，可他为何要结账？谁知道他怎么想？总之这个人情我已经还好了，是他自己要结的，和我可没关系。秋冬，有件事需要你帮我去做。静安侯府。你说什么？小美住进侯府了？据说这还是夫人的意思，夫人应当还被蒙在鼓里，什么都不知道呢。静修糊涂啊，这种节骨眼上怎么能让萧妹那个狐狸精进入侯府？去，赶紧把席静修给我喊过来。许嬷嬷正准备离开，席静修正好踏进了屋子。母亲。老夫人眉眼一瞪，你来的正好，好端端的怎么把萧妹弄来了？要是走漏风声，你的前程可就毁于一旦了，到时静安侯府就别想有安稳日子过。母亲，别生气。我与萧妹去街上，正好被顾世金撞见，我便称她是母亲的远房亲戚，是我的表妹。时金并未起疑，同意让萧妹住在府邸，还主动让下人收拾房间呢。我总觉得不妥。萧妹入了侯府后，大家接触的频率也会提升，难免不会露出破绽。母亲放心，我心里有数，绝不会失了分寸，让人瞧出端倪。我倒是觉得妹儿住进侯府挺好的，叶儿尚未认顾世金为嫡母，还需要有人照顾，这以后还能让她照顾叶儿，有远房亲戚这层身份做掩护，也不会令人生疑。哼，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的？你想的倒是挺美。母亲，城中小院那的月钱还断了，我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妹儿饿死吧？倒不如将她接到侯府来，让大厨多做一份吃食送去即可，反正也就是多一份筷子的事儿。更何况她都已经住进侯府了，你这时候将人赶走，反而更可疑呀。唉，行了，那就将人留下，但这也是暂时的，若有丝毫不妥之处，就赶紧让他搬走。母亲放心，此事就连顾世金都同意了，不会有差池的。与此同时，萧妹正在府邸内踱步。娘亲！身后忽而传来了道稚嫩的声线：“玉儿，爹爹没骗我，娘亲当真入住侯府，这以后我便能随时见到娘亲了。”玉儿，侯府人多眼杂，以后我们得更加小心，不能让旁人发现我们的关系。母亲放心，一儿知晓入侯府不易，定会讨夫人欢心，让大家都喜欢一儿。
今儿个是我们母子团聚的好日子，你想吃什么我都给你做。两人大踏步离去。后方，奇怪，他们两个不是应当第一次见吗？怎么这般有说有笑，看上去关系匪浅，亲昵得很呢。对了，隐约间我听见了那孩子嚷着什么母亲。西城义的娘亲该不会就是香妹吧？现在细细一想，这两人倒是有几分相似。是有几分相似，但这孩子不是无父无母吗？兴许只是巧合。这种话应当关起门来悄悄讲，他们还真是不忌讳，也不怕被旁人听见。席成义的亲生母亲便是萧妹，她可不是无父无母的流浪孩童，她的亲生父亲正是侯爷。什么？夫人，侯爷都有孩子了？侯爷怎能如此过分？我现在就要将他们的真实面目揭露，让大家看看侯爷都做了什么。不可，现在冲上去不仅捞不到好，还会打草惊蛇，纸包不住火，真相迟早会被揭露。夫人，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好戏才刚开始，侯府马上就要乱套了，我们等着看戏吧。哎，弟妹，你在这儿呢？方才我在府邸找了一大圈，还特地去了你院子去扑了个空，没想到你在这散步呢。今日出门去了，现在才回到府邸，让大哥白找了通，辛苦了。哎呀，不辛苦不辛苦。其实我是想找你帮个忙。大哥想说什么，尽管开口便是，一家不说两家话。你先说说看，想让我帮什么？我一直想在朝谋个差事，机缘巧合下搭上了纪员外，知晓纪员外喜欢会说话的鹦鹉，我便一直惦记着这事儿。还是弟妹你待我好，将那只鹦鹉买下来，谁曾想竟然出了家贼，将鹦鹉给偷了。母亲又不许我们提及此事，我也只能吃个哑巴亏。昨夜啊，我打听到纪员外的夫人喜欢胭脂水粉，我记得你手里似乎有间铺子专门卖胭脂水粉。不错，我手中的确有间脂粉铺。若是能投其所好，将这间脂粉铺送给纪夫人，我这差事定能有着落了。倒是啊，我在纪员外面前多多美言几句，顺带提拔静修，给他谋个6品的差事，他也能趁此机会升上一级。听上去倒是不错。岂止听上去不错，只要此事能办成，我们静安侯府定能更上一层。只要我和静修能有个好差事，俸禄自然会增加，这些银两也就能够补贴家用了。没准日后我和静修还有机会当大官呢。可当大官的前提就是得有人脉，没有好差事又怎么积累人脉呢？弟妹，你说是不？可是我手中最挣钱的铺子便是这间脂粉铺，说是把铺子当人情送出去，我们这一大家老小吃什么？你怕什么？只要我和静修当了大官，头月的俸禄1分不拿，全部补贴家用。到时候别说1间脂粉铺，就算送你10间都不成问题。我想要脂粉铺可不光光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一整个静安侯府。正所谓有得有失，若一直盯着眼前的利益不放，又如何成大事呢？母亲和侯爷可知晓此事？静修那没意见，他还赞许得很。你大嫂正在母亲那说这事儿呢，不出意外的话，这会儿母亲已经点头同意了。这件事还是得从长计议，要我说，还是得等母亲同意了，再让她派人来和我说。母亲那点头是迟早的事儿，弟妹你就回去好好准备，先将破器找出来。梧桐院内，母亲，纪员外手中正好有2个差事空缺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！虽说这2个差事都是6品，却是个肥差，
只要好好做个1年半载，纪员外便会向上谏言，到时候还愁不能升官发财？听上去倒是挺美，可这平白无故的肥差怎会落到我们头上？说说看吧，你在算计着什么？母亲，话怎么能说得这么难听呢？我这可不是在算计，而是在为咱们整个静安侯府做打算。静修到现在只是个七品，这七品小官还是弟妹谋来的。我们若是不加把劲儿，猴年马月才能升官发财啊！现在这个机会就摆在眼前，出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。只需弟妹把她手中那间脂粉铺拿出，把季夫人讨得开开心心的，这个肥差自然而然就落到我们头上。我若记得不错，这间脂粉铺是石金手中最挣钱的铺子，若把它送出去，侯府恐怕得更拮据了。哎呀，大不了我们就咬着牙勒紧裤腰带，只要肥差是我们的，何愁以后没银两？石金那儿可有说什么？他还能说什么呀？自然是要以侯府为重。静修若升官，他不是也能跟着享福吗？可侯府现在的情况实在不佳，天已转凉，再冷点就要用上炭了。京城炭价又不断上涨，没了铺子，怕是连炭都买不起了。有了俸禄，还怕买不起炭？到时官一升，想巴结侯府的人多的是，缺什么都会有人给送过来。行，去把石金换来。还是母亲明智，知晓该如何做对侯府好。梅院，夫人，老夫人请您过去一趟，说是有要事商议。我马上就去，让母亲稍等片刻。将脂粉铺的铺器拿来，待会儿见机行事。当真要将脂粉铺交出吗？要我说，铺子交出好得很。现在这间铺子早从香饽饽变成了一块烫手山芋了。好端端的铺子怎么会变成烫手山芋呢？秋冬这才凑到他耳边小声解释：夫人，铺器拿来了。走吧，去梧桐院。尚未踏进院子，他便听到了阵欢笑声。呵呵，既然你们如此有信心，那我也就放心了。这偌大的侯府，还需我们大家齐心协力撑起才行啊。来日做了大官后，可得多多帮衬侯府。母亲放心，若当真有那一日，我定让您穿金戴银，锦衣玉食，让京城其他人都羡慕您。母亲，脂粉铺的事，睿智都跟你说过了吧？你觉得如何？若能用一间铺子换取大哥和侯爷的锦绣前程，我倒是觉得划得来。哎呀，弟妹不愧是出自世家，你能这样想，自然是最好不过了。可侯府现在十分需要这间铺子，总不能天冷了，连一件厚衣裳都没钱添吧？弟妹，瞧瞧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待我做了大官后，自然不会忘了你这份恩情，到时候我多给你买几件衣服。当了官就有了俸禄，还怕没银两过冬吗？只要想，就一定有法子能够挣钱。可这升官的机会可遇不可求。静修到现在也只是个七品小官，要是错过这个机会，还不知何时能升官呢。石金啊，你向来识大体明事理，这件事你可得好好考虑。季员外手中正好有2个空缺的位置，等他们当上大官，再拿俸禄给你买间脂粉铺。进修升官后，你这个做夫人的，不是也能顺带享福吗？可要是这当中出了差池，该如何是好？我那间铺子还有少许外债，万一那位季夫人不喜欢铺子呢？哎呀，弟妹，这点你不用操心，这事儿我会处理妥当。
就算中间有什么差池，我也会全权处理。总之，只要当了官，好处绝对不会少了你。既然如此，这些官道上的事，就劳烦大哥多费心。侯爷能否升官，就麻烦大哥了。哎呀，弟妹放心，为了侯府的前程着想，此事我定会好好处理。春夏立刻将脂粉铺的铺器拿来，他爱不释手地收好铺器。哎呀，还是弟妹好，有弟妹在，我们侯府才能更上一层。石京啊，能娶你为妻是席静修的福分。母亲说的这是什么话？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。石京啊，你也得加把劲儿，尽快的为侯府开枝散叶，生个一儿半女。我也会在静修那儿多说你好话。只要顾时金生下一儿半女，想要拿捏他也就更容易。母亲说的是。还是石京好啊，行为处事落落大方。我呀，还是更喜欢你些。脂粉铺拿出没2日，席瑞智和席静修便升官了。老夫人大喜，命小厨房设家宴。侯爷这身衣裳穿着可还真好看。还不是你挑得好？如今我已经是6品官员，前途无量，只要抓住机会，还能继续升官，到时候就能给你好日子过了。我相信侯爷定能做到，我和2个孩子会一直站在您身后的。待下个月发了俸禄，便将银子都交由你管理。不是说将头月俸禄补贴家用给侯府吗？那些都是场面话，若是不说点好听的，怎能让他如此干脆点头呢？到时候再随便忽悠几句，他也不会多说什么。宫已开，早没了回头路了，他也无力回天了。还是侯爷明智，如此一来，既升了官，又保全了俸禄。一道小身影闯进了屋子。祖母身边的人说家宴已准备妥当，请我们过去。待会儿我就说正好在路上撞见了你们，便一起过来了。现在就差轩轩了，等他到，我们一家子才是真正的团圆。这一天快来了，等有合适的机会，就能将轩轩接入府邸了。梧桐院，菜肴香萦绕着整间院子。母亲，您今儿个倒是真大方，准备这么多的菜。今日是个好日子，睿智和静修2兄弟都有了新差事，自然是要好好准备一桌。平日我省吃俭用，只是想将银两花在该花的地方。母亲，好多吃的。哎呀，人都没到齐呢，吃这么快，急什么啊？顾时金也在此刻抵达了梧桐院。哎呀，赶紧入座，待人齐了就开饭了。祖母，自从6年前丈夫死了后，便独自拉扯着年幼的女儿长大。老夫人认为是邱氏克死了自己的儿子，便一直不待见他。顾时金怜悯这对母子，便按着大方的月钱给他。侯府里，邱氏的存在则是一股清流。二嫂，快叫婶婶。婶婶，有空来婶婶院子里玩，婶婶院子里有很多好东西，保管你喜欢。好，婶婶可别嫌弃我吵闹才是。怎么会呢？今晚你就坐在我身边吃饭，明日就去我院子里玩。谢谢婶婶。弟妹，这孩子性子顽劣，若当真去了你那院子，还请你多多包容。不如二嫂一起来吧。前几日我刚买了几匹布，瞧着挺合适二婶和之言的。那我就先谢过弟妹了。石金啊，你有多的布料给二房，怎么不给其他人备点儿？弟妹还是算了，我那不差衣服，还是把布料给别人吧。母亲，
我这个当婶婶的也没给侄女添过几件衣裳，传出去旁人还以为我小气，连衣裳都舍不得给她。哟，三弟来了。大嫂，你有没有觉得他们站在一起很温馨，看起来很像一家人？咦，还真挺像的。就连程毅也长得有几分像三弟，眼睛和嘴巴倒挺像萧姑娘。哼，胡说八道，哪里像了？老大媳妇儿，别在这瞎搅和。我这是实事求是嘛，哪有在胡说八道？你们仔细瞧瞧，程毅的眼睛和萧姑娘的一模一样，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鼻子又像极了三弟。闭嘴！老大赶紧管管你媳妇儿，别让她搁这胡说八道的。要是被旁人知道了，还以为他们之间当真有什么呢。哎，今儿个是个好日子，就别惹母亲生气了。她说什么就是什么。清者自清，我们又何须在意这些呢？倒是母亲，你怎么这般生气啊？难不成当真被大嫂说中了？哪有的事啊，我就是怕你会多想，毕竟这些年你一直都没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小孩，难免不会多心。你们在讲什么呢？张氏动弹着嘴，正待出声，老夫人一记冷眼：哼，这没你说话的份儿，给我闭嘴，少说几句。人齐了就赶紧坐下吃饭。这点不值一提的小事儿，值得动这么大的怒吗？难道这其中当真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？母亲这反应也太过反常了吧。一儿，石金身边还有一个空位，你坐过来。齐成义乖巧的点头。夫人，听说这些糕点都是你祖母特地让人做的，尝尝味道如何？糕点味道极好，尤其是这糕点是夫人家的，我便觉得更好吃。爹爹和娘亲说过，只要能让这位夫人开心，这往后便能得到顾家扶持，还能继承靖安侯府做大官。喜欢就好，喜欢你便多吃些。一儿，明儿个你也一块去夫人院子里玩，多学学夫人身上的优点。萧姑娘，你和程毅的关系似乎很好。我也觉得。一儿乖巧听话，长得可爱，我又向来喜欢小孩子，这一来二去的关系也就近了些。想来这便是缘分，也难怪母亲会这么喜欢程毅。这孩子长得的确像三弟，恐怕三弟自己都生不出来这么像的。行了，吃你的饭去，少说这些闲话。梅儿，这是你最爱吃的鸡腿儿，多吃点儿。妹儿，我说的是表妹，你听错了。他又赶忙起身补救，给在场的众人挨个夹菜。三弟，你都升官了，将来还要做大官，这也太客气了。顾世金垂眸望向了席静修夹到他碗中的青花菜，给萧妹夹的是爱吃的鸡腿。席静修也真够敷衍的。程毅，青花菜口感清脆，色香味俱全，对身体好，你尝尝味道如何？席成义的胃口早就被萧妹养刁了，常年吃肉不吃菜。谢谢夫人，我最喜欢青花菜了。学佛之人避免杀生，只吃素食。一花一世界，素食里的学问也不少。吃素静心，心静则性沉，性沉方能成大事。这里面的学问够你学一辈子。年幼的席成义只觉得他出口成章厉害得很，满眼崇拜。夫人说的是，一儿定当跟你好好学学。萧妹看得心疼坏了。顾妹妹，一儿还在长身体呢，怎能只给他菜不给他吃肉啊？他只是个孩子，这些弯弯绕绕慢慢学就是，又何必强迫他吃不爱之物呢？
萧姑娘，你这意思反倒是我不是了。方才侯爷给我夹了青花菜，给你夹了鸡腿，我还以为侯爷是在提点我，趁此机会教导孩子，是我会错意了吗？给自家夫人夹菜，却给一个远房亲戚夹肉，传出去难免会惹人非议。你没有会错意，我就是想借此机会让你教导一儿。原来如此，是我会错意，让大家见笑了。我是从乡下来的粗人，大字不识几个，还望大家多多包容。大家多多吃些，可别浪费了这一桌的菜肴啊！大老爷，纪员外派人来了。纪员外这时候派人来做什么？小的并不知道。纪员外只是说有事找您，请您过去商议。既然纪员外找我，那我自然得抓紧过去，可不能耽误了要事儿。你这才刚上任，纪员外就来找你办事儿，你可得好好办，关键时刻可不能掉链子。那必须的，我定会让纪员外对我满意，没准儿要不了1年半载，我又能升官了。哎呀，我们静安侯府总算是越来越好了。明儿个你也去石金那儿转转，人多热闹，反正你闲着也是闲着，倒不如过去玩玩。母亲，明儿个我还要去斗蛐蛐呢，谁说我闲了？闭嘴！让你去就去，怎的那么多废话？顾时金身后有顾家撑腰，若能让自己的孩子讨他欢心，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家宴结束，众人各自散离。这一夜，席瑞智去了纪员外那儿，并未回来。大老爷昨夜未回，该不会是出事了吧？谁知道呢？有因有果，因果报应，我们只需静观其变即可。夫人，二房那边的到了，将他们请进来吧。婶婶，母亲说您从小饱读诗书，在京城是出了名的才女，我便斗胆将自己刚写过的字拿来给您瞧瞧。顾时金随手拿起纸，纸上的字迹干净整洁，透着几分秀气。席之言去的是寻常私塾，你字写的不错，但还不够大气。我写的这几个字，你先临摹学学，晚些时候我再给你送些合适你临摹的字。多谢婶婶。这几个字虽然不多，但也够我学很久了。那就劳烦弟妹了。举手之劳，写几个字不麻烦的。我倒是没想到，侯府里最好学的会是你。读书才能出人头地，我想让母亲过上好日子，不用再受委屈，这才想多学学。那你有空便多来我这儿，想学什么我教你。弟妹，这不太好吧？你愿意教之言，我自然是欣喜。可老夫人向来不喜欢我们，若是因为我们让你得罪了老夫人，那怎么行呢？侯府上下都靠着我的嫁妆养着，论得罪，应当是他们该小心些，别得罪我。总之，我挺喜欢之言的，有空你和他多来走动便是。二夫人，这些都是我家夫人替你准备的，夫人说过了冬得穿得暖和些才行。弟妹这份情我记下来了，日后你若有需要我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虽然我也帮不上什么忙，但只要能帮的，我便一定会相助。弟妹，我们也来了。张氏人未到，声音先传来。顾时金冲着春夏使了个眼色后，他迅速带着布料朝另一个方向退下。婶婶，夫人。大夫人，大事不好了！什么事儿急成这样？大老爷入狱了！什么？好端端的怎会入狱啊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，就闹腾成这样？
小的也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何事，知道的也就这么多。消息还是纪员外派人传回来的。纪员外？大爷不是给纪员外办事儿去了吗？难道事儿没办妥，纪员外责怪下来了？赶紧派人打听打听，大爷向来安分守己，是绝不可能做出格的事的。大哥这一出事，侯府必定乱套了，就算想将人弄出牢，也少不了打点。石金，你可得小心点儿。二婶放心，这把火烧不到我。那我就先带之言回去，待日后得空再来找你。夫人，大老爷入狱了，要不了多久，大夫人怕是要来算账了，我们得提早做准备。来就来吧，我想算账，已经想算很久了。侯府的平静只维持了小半日。张氏回来时大吵大闹，顾时间，你给我出来！若大爷有个好歹，我绝不会放过你。春夏，将老夫人还有侯爷都请来，等人都来齐了再开门。你们几个别挡道！今日若是顾世金不给我一个说法，我和他没完！老夫人和席静修都被吸引过来。张氏，你怎在这儿大吵大闹的？周围还有这么多双眼睛盯着呢，闹成这样，成何体统？母亲，大爷都坐牢了，现在正在牢房里吃苦呢，我怎能耐得住性子？这一切都怪顾世金，若不是他，大爷怎会平白无故的遭受牢狱之灾呢？坐牢？牢狱之灾？我刚和静修从庙里祈福回府，并不知睿智被关牢房的事，这好端端的怎会坐牢啊？快说说，究竟发生何事了？顾世金拿出的那家脂粉铺有问题，那家铺子外欠的银两多达1万两，欠款是以铺子的名义借的，这铺子落到谁手里，这债务就变成谁的。季夫人震怒，说我们静安侯府没一个好人，说的好听是送铺子，实际上是想转移债务，让他平白无故的欠下巨款。季员外便找了个子虚乌有的罪名，将大爷关进牢里了。什么？铺子有问题，还害得大哥入狱，那我的官职岂不是飞了？侯爷，不好了！发生何事？季员外说，即日起侯爷不必继续任职。他还说，想来侯爷也瞧不上7品小官，原来的职位也不必去了，他已经找好人接任了。什么？季员外怎么能如此过分呢？不想让我升官也就算了，竟然还夺了我原本的职务。哎呀，这怎么行啊？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。静修，你赶紧找季员外说清楚，绝不能被夺了官职啊！有官职在，好歹也有俸禄，这要是连俸禄都没了，该如何养家糊口啊？这一切都怪顾世金，要不是他给的铺子有问题，事情又怎会闹成这样？大嫂，大哥的情况怎么样？得知大哥出事，我便立即托人去打听，听说大哥被关在慎刑司。顾时金，瞧瞧你干的好事！顾世金，你是故意的吧？故意将负债累累的脂粉铺交出，害得大爷现在苦唧唧的待在牢房里。可是，这店铺不是你们要的吗？是你们指定就要这间脂粉铺，我便给你们了。现在出事，怎能都怪到我身上呢？我们是要这间铺子不假，可你明知道铺子负债累累，却还将铺子交出来，这不是明摆着害人吗？不错，要不是你，大哥也不会入狱，我也不会因此丢了官，连7品小官都做不成。可是我已经提醒过大家，这间铺子欠了外债。你是说过这些话，可你没说这间铺子欠了一大笔钱呢。当时你只说脂粉铺欠了些许债务，我们只以为债务不多，谁知道你竟以这间铺子的名义欠下1万两的银子，这笔银子可不是小数目呀。我为了侯府生计，对外借钱补贴家用，运转店铺的事，大家也都知道，脂粉铺这才会欠下银两。
当初借钱时，你们说这都是小钱，只要店铺尚在手中，就会继续盈利挣钱，迟早能将这些钱还上。我信了你们的话，可现在怎么又说这是一大笔银子，不是小数目？行了，现在不是争吵的时候，最要紧的是想想办法，尽快将人救出。顾时金，店铺是你给的，你最清楚店铺的债务情况，却没有详细描述所欠的债务。我不管你用什么法子，都必须给我把人救出来。顾时金，这件事终究是你惹出来的，我会丢官职也是拜你所赐。你不仅得把人救出来，也得让我恢复官职。哦，这么说，你们觉得所有的责任都在我一人身上？给铺子时我曾问过，若有差池该如何是好？大哥可是信誓旦旦地说他一人承担。我也曾向你们说明铺子欠债，可你们却说没关系，也不查查铺子的现况如何，便一味地将铺子交出去。当初要铺子的是你们，我便按照你们的意思给了，现在反倒来责问，恐怕不太合适吧。纵使我们有责任，你也别想将此事从自己身上撇干净。那为何你们要拿我的铺子？你们完全可以几人凑凑钱，去外面购买新脂粉铺赠给季夫人，也就不会摊上这档事。都火烧眉头了，还在这计较对错有什么用啊？有这个闲工夫，还不如赶紧想想要如何救人啊。你爹是从一品官员，季员外只是个四品，若是能让顾老爷出面处理，此事便能够迎刃而解了。母亲也是这么想的，让我爹爹出面。哎呀，时金啊，如今我们也实在想不出其他法子了，就只能麻烦你了。毕竟我们都是一家人，这睿智出了事，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。若是能让顾家处理此事，是最好不过了。母亲说的是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的确应当齐心协力处理此事。你能这样想，那就行了。这件事就交给你了。时间，我空有才华，却无处施展，不如你趁此机会问问岳父，有没有合适的职位能够让我任职。弟妹，顺便也帮你大哥问问呗。你大哥是个老实人，做事勤勤恳恳，不会让大家失望的。我们先想办法救大哥，职位的事倒是不急。你们不妨先随我回娘家，将这件事情一五一十道出，告诉爹爹，这些年我拿嫁妆填补家用，这才导致铺子欠下外债。大哥和侯爷为了升官发财，拿走我的脂粉铺，结果搞砸了事情。只要这件事闹到顾家，爹爹就一定会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。我们老实交代，总好过爹爹自己查到。好，我这就随你去顾家。这件事情绝不能闹到顾家那儿，不能让顾老爷知道。不错，这件事不能让顾家知道。那怎么办？难道要眼睁睁地看着大爷被关在地牢里受折磨吗？我倒是有个法子，能让季员外消气。弟妹，有什么法子赶紧说吧。慎刑司那种地方岂是人能够待的？里面关的都是穷凶极恶的凶犯，我们得赶紧将你大哥救出来呀。最好的法子便是将脂粉铺外欠的银两都补上，再带着礼去季员外那儿解释清楚。只要话说得好听点儿，此事自然可以迎刃而解。1万两银子呢？就算是把我卖了，也凑不到那么多银两，我们上哪儿去弄这么多钱呢？是啊，我们去哪儿凑这么多银两？就算把这间宅子卖了，也不过1000两，还差一大截呢。时间，侯府的情况你是知道的，我们实在是掏不出银子来，能不能再想想看看，是否还有别的法子？不能闹大，又不掏银子，还能有什么法子？
我实在不知道还有什么法子能够救出大哥。世姬，你那儿可有法子凑银两？母亲，若是可以，我定会帮忙凑银两。唉，可这些年我为了侯府，早就将身上的银两都花光了，手中也只剩下那些不值钱又不能挣钱的铺子。脂粉铺的事还没搞定，就算是想找人借钱，也没人敢借。你那2个哥哥呢？他们应该能掏出银子吧？我也想去找我的2位兄长，那便去找吧。反正我是没这个脸，因为收买官员，买卖不成反入狱的事，找他们帮忙。你，侯爷，身子要紧，可千万别动怒啊！我相信，只要大家齐心协力，定能渡过难关。顾时金，你就不能随便找个理由瞒下此事？你那2位哥哥向来疼你，定然不会见死不救啊！将钱弄到手，将大哥救出来，让我恢复官职才是要紧事，其余的都是后话。侯爷这话说的倒是轻巧，做人应该实事求是，诚信为本。我为何要欺骗我的2位兄长呢？更何况，你以为我那2位兄长是傻子，能够任由你糊弄？侯爷想要银两，却又不肯自己出面，推一个女人出来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有本事你自己怎么不去？弟妹说的有理，现在可不是耽搁的时候。三弟，你赶紧去救人吧！你可是侯爷，还继承了静安侯府，你大哥出事儿，你可不能坐视不理啊！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让你帮忙筹点银子总行了吧？为今之计，只有大家齐心协力，四处筹银子了。看看有什么值钱的，能卖就卖了吧。石金啊，我记得你嫁给进修时带了不少物件，要不挑拣些值当的拿去当了，我也从私库里挑挑值钱的。我也知道让你当物件不合适，可侯府出了这么大的事，除此之外我也实在想不出合适的法子了。母亲难道忘了我的嫁妆都被侯府用完了吗？前2年你身子不好，我便拿出不少珠宝，买了人参和各种补品。大哥的事我实在帮不上，真要帮忙，不如找个人牙子把我卖了，兴许还能卖些银子。那时候我还给母亲送了不少值钱的物件，不如母亲开私库救人吧。我的私库都被你们用完了，这件事爱莫能助。私库？开我私库做甚？我一个老婆子身上能有几个子儿啊？你自己的私库用完了，难不成还想搭上我的？母亲，人命关天呐！只要你愿意掏银子，我和大爷定会好好孝顺你，给你养老送终啊！哎呦，你想做什么？那可是老婆子我积攒一辈子的养老钱，你这个不孝的东西，想让我活活饿死吗？这下静安侯府不想处理外债，也不得不处理。还是夫人厉害，这些外债本来就是侯府所欠下的，让他们掏钱还债并不过分。原本他们还想装聋作哑，让夫人您一个人掏钱还债，这下看他们还怎么装。这会儿梧桐院热闹的紧，我们也去瞧瞧热闹。梧桐院内，张氏冲进院子一通乱找，没多久就被他找到了一个精致的木匣子。这些拿去变卖也不过1000两，就算加上我的私库，那也差得远呢。哎呦，这可都是我勤勤恳恳积攒下来的，我也只能掏出这么多银子了。你再另外想想法子救人吧。大嫂，你瞧瞧房梁上好像还有个木盒，看起来沉甸甸，还挺大。木盒？快来人，赶紧把房梁上的木盒给取下来。木盒绝不能被夺走，你们谁都不许动木盒，谁敢动木盒，就通通给我滚出静安侯府。老夫人，您什么时候还在房梁上藏了个木盒啊？
老奴整日出入您的屋子，竟不知房梁上还藏着东西。现在是讨论这个的时候。总之，我不许任何人将主意打到木盒上。母亲，这银子是救命用的，您儿子还在牢里面待着，若是有个好歹，给您养老送终的又少了一个。三弟是最有希望振兴侯府的人，可现在就连官职还被剥夺了，这以后又要如何振兴侯府啊？只有摆平此事，三弟的仕途才能亨通，大爷才能平安归来，我们侯府才能安宁啊！母亲，靖安侯府的前程就捏在你手中，三弟能否官复原职，继续向上爬，也全在你的一念之间啊！张氏顾不得太多，咬着牙便朝着房梁上爬。母亲，待将人救出来之后，你让大哥将银子都交给你保管，若他能够官复原职，以后也就有俸禄，花出去的银两迟早都会找回的。母亲，这些外债本就是侯府上下欠下的，如今侯府有难，大家应当齐心协力。哎呀，木盒里不是所有的东西你都能拿走，先让我挑挑，有些东西你不能拿走。这个还有这个你不能拿走，今日我就当你向我借钱，来日都是要还我的，到时候睿智的俸禄都得给我。一只手却快他们一步，将木盒里的几根金簪和首饰拿走。嘿，你怎么也来凑热闹啊？赶紧将首饰通通放下。这些钱可都是救命钱，你就算见钱眼开想钱想疯了，也绝不能动这些钱。夫人，你好歹也是靖安侯府的主母，行为处事怎能这般不知礼数？夫人，奴婢还记得这些首饰是您给老夫人治病买补品用的，可是为何这些首饰会出现在这儿呢？是啊，我也很想知道这些首饰为何会出现在这儿。我见这些首饰的成色不错，拿出去卖了怪可惜的，便将它们留了下来。母亲，可我分明记得你说已经将首饰通通卖了，甚至还说首饰卖了也不够买补品，还从我这另外支了些银子。我这不是怕你花钱大手大脚，守不住这些首饰才这么说的吗？原来如此，辛苦母亲替我保管这些首饰，接下来我会好好保管，就不劳母亲您费心了。石金啊，现在府邸里正是缺钱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应该尽一份力啊？母亲说的是，这种时候大家都得出一份力。大嫂，剩下的已经够救大哥，你赶紧拿着银两去找纪员外救回大哥。张氏一心想着救人，端着木盒就跑。哎呀，张氏，别都拿走啊，给我留一些。你自个儿不是还有私库吗？怎能都给我拿走呢？打点少不了银两，银两自然是多多益善，若有多的，我一定还回来。侯爷，这些都是救命钱，只要能救人，多花点银子都无所谓。母亲向来不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人，你说是吧？许嬷嬷，你赶紧去盯着张氏，别让他乱花银子，多的一定都要给我拿回来。石金啊，你方才是不是还拿了些首饰走？那些首饰就继续放在我这里保管吧。上次我回娘家时，娘亲问我怎么没带这些首饰，我打算下次回门带着回去，免得娘亲起疑，以为我出什么事了。这些首饰恐怕不能让您保管了，我相信母亲是个大度的人，不会掺儿媳手中的这点珠宝。他只觉得眼前一黑，瞬间倒在地上。母亲，夫人，侯爷，此处交给我就好，我定会照顾好老夫人。不如你随大夫人去趟纪员外那儿吧。好，我去趟纪员外那儿，定会将属于我的官位拿回。母亲这儿就交给你了。大夫也在第一时间前来替老夫人把脉。老夫人并无大碍，只需睡上一觉，好好调养身子即可。既然母亲没事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小姑娘，
此处就交给你了。你是母亲的远方亲戚，我信得过你。待母亲醒后，我再来探望。这位姑娘，枕巾和药钱。屋中2名丫鬟紧垂着脑袋，能做主的人都不在，无奈之下掏出了银子。早知道就不应该让顾时金走得那么快。没月，顾时金将拿回的首饰尽数收好。老夫人太过分了，她怎能诓骗夫人呢？老夫人说首饰卖了还不够买补品，夫人便立马给她银两，可她却把首饰中饱私囊。兴许说银两不够都是假的，只为了能够从夫人那多拿些银两。侯府欠我的，我会一点点拿回，吃进去的迟早都得吐出，就算吐不出，也得想尽法子偿还。老夫人很快便清醒了，一醒来便询问银两的下落。侯爷他们还未回来，还不知银两的事怎么样了。哎呦，这闹的都是什么事儿啊？这段时日，侯府则每日都在吵吵闹闹，一点都不安宁。母亲，您感觉身子怎么样了？我这身体好得很，就是我这心窝子呀，难受得紧。我晕了多久了？天色已暗，你已经昏迷大半日了。这么久啊？那他们走了那么久，怎么还没回来呀？该不会出了什么差池了吧？时金啊，你派人去打听打听，看看怎么回事儿。老夫人，大夫人回来了，但回来的只有她一个人。怎么回事儿？我那一堆银两和首饰够将外债还清的了，怎么回来的只有张氏一人？母亲，大事不好了！老天可得保佑我席家，绝不能出事啊！母亲，大事不好了，三弟也被关进去了。什么？锦绣怎么也被关进去了？纪员外不买账，他的心肠竟如此黑。若锦绣有个3长2短，我就算活出这条老命，也定要纪员外这个黑心官付出代价。母亲，不是这样的，纪员外并非出尔反尔，他本来也是想放了大爷，可谁想三弟竟惹出了事，不仅没能救出大爷，就连自己也舍进去了。这话又是什么意思啊？锦绣性子沉稳，绝不是莽撞之人，能惹什么事啊？我们去找纪员外前，特地买了些礼，跟纪员外说清这是场误会后，纪员外不仅同意放人，也肯恢复大爷和三弟的官职。那又为何会出事？这一切不都挺顺利的吗？锦绣还能惹出什么事儿啊？张氏动了动唇，忙将事情的来龙去脉道出。他们去牢房接人时，却撞上了位不速之客。席敬修只是望了那权臣一眼，就被关进了牢房里。纪员外唯恐得罪权臣，不敢放了席睿智和席敬修。该，简直活该！让他非要听信萧妹的话，去拍纪员外马屁，这回开心了吧？妹妹，你怎么笑了？难道你觉得侯爷被关进牢房里是件很可笑的事吗？我只是觉得离谱，什么权臣竟能如此嚣张，仅是看他一眼就被关至牢房里，这天底下难道没有王法了？就是，到底什么人这般过分啊？哼，实在不行，我们就整日去衙门闹事，将这些事都抖出来。石进的爹爹是从一品御史，这人的官职难不成还在亲家头上？我就不信亲家出面处理此事，那狐假虎威的小人还能继续为虎作伥。若是寻常人可就算了，可那权臣是裴太傅。裴太傅竟会招惹到他？纪员外承诺会照顾好他们二人，
不会让他们出事，可那终究是慎刑司啊，会发生什么事儿，谁说得准呢？世金啊，原本这种事我们并不想麻烦顾家，可现在闹成这样，不是我们能够解决的。你能否回去问问你爹爹，能否有法子救人啊？母亲，其实我已经托人回去询问了。唉，我爹和慎刑司那边根本够不着，若是没惹到裴太傅，此事还有回旋的地步。现在招惹到裴太傅，就算我爹出面也无济于事。哎呦，完了完了，天要灭我席家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竟折腾出这么多祸端来，我席家莫不是要到头了？侯爷吉人自有天相，绝不会被这种小事击垮，定能平安从慎刑司离开。那位可是裴太傅啊，谁不知裴太傅喜怒无常，性子暴戾，在朝中能和丞相平起平坐，手握重权，甚至有压丞相一头的趋势。哎呦，得罪这样的人，侯府哪还有好日子过呀？这位裴太傅也真是的，不就是多看了眼他吗？又没少块肉，至于这么计较吗？母亲消消气，侯爷和大哥还在慎刑司，你可不能气坏身子，你还得看着他们回来。裴太傅虽是权臣，也不能罔顾人命。侯爷就算任职的官小，但终究是侯爷，若平白无故一个侯爷死了，裴太傅也不好交代。不如我们去找裴太傅说说情，兴许我们说说好话，这位裴太傅便会点头放人。锦绣不过多看了眼裴太傅，就被这个黑心官关至牢房里。我们要是敢去找裴太傅，要是他一个不快把我们都关进牢房里，可怎么办呢？我倒是觉得我们可以去试试。世金啊，你向来足智多谋，快说说你可有什么法子能够救人呢？裴太傅的风流韵事人尽皆知，我们不如投其所好。投其所好？你是说给他送女人？我觉得这个计策可行。裴太傅风流喜爱女色，若能给他送女人倒是不错。裴太傅也不是什么人都看得上的，被他瞧上的都是名门贵女，就侯府里的这些歪瓜裂枣丫鬟，他哪看得上啊？眼前倒是有一人挺合适的。是谁？我觉得萧姑娘就挺合适的，她并非下人，是母亲的远房亲戚，沾亲带故，也算是侯府的一份子。更何况萧姑娘也有几分姿色。不行。为何不行？萧姑娘年轻貌美，身段姣好，若是能得裴太傅青睐，这以后锦衣玉食，再加把劲儿，让裴太傅给个名分，就能成为人上人，有什么不好的？他不行，他在乡下时曾与人有过婚约，若让裴太傅知道此事，没准会动怒的。不错，我曾有过婚约，最后与我有婚约的男子死了，众人都说是我克死了对方，天生不祥。裴太傅在朝中为官，想来也是信这些的，若知晓我命硬克夫，没准儿还会立马摘了我的脑袋。母亲，不如让我去吧，我也是侯府的一份子，也想替侯府分担。别在这瞎掺和胡闹了，你一个未出阁的姑娘家，将来是要嫁给好人家的。裴太傅虽是权臣位高权重，却过于风流，跟了他能有什么好日子呀？那可未必，只要能抓住裴太傅的心，我便能飞上枝头变凤凰，有什么不好的？到时候我还能帮衬侯府，让母亲享福。世金啊，不如让你去吧，你已嫁入静安侯府，谅那裴太傅也不敢乱来。你爹又是从一品官员，兴许
还会看在你爹的面子上放人呢？裴太傅无缘无故抓人本就不合理，若闹大对他也没什么好处，更别说你那2个哥哥也不是吃素的。石金啊，你可千万别多想，我只是觉得裴太傅应该会看在你爹的面子上放人，并不是想让你去伺候别的男人。让小姑去吧，小姑为人聪慧，长得又讨人喜欢，没准真能讨得裴太傅欢心。我再让身边的丫鬟盯着点儿，不会出差池的。小姐，我替你备马车，请随我来。还是嫂嫂明事理，我先去梳妆打扮。哎呀，不行啊！你不能去找裴太傅，那可不是什么好人。这便是裴燕的魅力，哪怕是风流成性，仍有不少姑娘倾心于他。顾时金，那可是你的小姑啊，你怎么能将她往火坑里推呢？老夫人，人还没走，现在拦着还来得及。母亲这意思是在说裴府是火坑？哪当？我的意思是，他性子顽劣，若是一不小心惹到了裴太傅，只会让侯府的处境更加难堪了。母亲放心，裴大人向来怜香惜玉，就算小姑说错了什么，也不会怪罪他。当务之急是救人，侯府有难，大家都应该出力。不行，韩柔不能去，裴燕就是个好色之徒，京城哪户好人家敢把自家的闺女许配给他呢？母亲，就让小姑去试试吧，毕竟小姑是自愿的。裴太傅虽然好色，却为娶妻纳妾，只要小姑能抓住他的心，凭着侯府嫡女的身份，定能让他给小姑一个名分。到时候再让他帮衬大爷和静修，还怕他们不能当大官吗？唉，好吧，若裴太傅要娶韩柔，聘礼少不了，那些聘礼都得归我。老大媳妇儿，你从我这儿拿走的银两应该还剩下不少吧？母亲，没剩多少。见他一副支支吾吾的模样，索性直接上手，从他衣兜里掏出了不少银子。顾世金觉得乏味无趣，找了个由头，便管自己离去。没多久，齐寒柔哭闹着回到了侯府。夫人，我们去了裴府后，压根没见着裴太傅的面。哦，裴太傅不想见？裴太傅派人传话，说侯府不像话，想救人却不诚心，派个不能做主的姑娘家前去。要派，好歹派个当家主母去才够格。当家主母，说的不就是我吗？夫人，裴太傅该不会看上你了吧？裴太傅虽然形骸放浪，但也不是不挑嘴。就算我看得上他，他也未必瞧得上我。上回接触下来，他倒是挺正常的，并未给人放荡感。夫人，去不得，就连老夫人都知裴府是个火坑，去不得。现在裴太傅又明着暗着要你去，为了安全起见，这个火坑还是让别人去比较合适。可问题是，就算我不去，恐怕也身不由己，会有人逼着我去的。夫人，老夫人派人来了，说是要见你。说曹操，曹操到。告诉老夫人，我身子不适，想好好休息，就不出门了。放眼侯府，除了我这个当家主母，更有话语权的便是母亲。若是由母亲出面亲自去趟裴府，裴太傅肯定会给这个面子，不会拒之门外。夫人，这行得通吗？老夫人肯就罢。管他行得通行不通，侯府这些破烂事我懒得搭理，侯府如何我一点都不关心。席静修能否活着离开慎刑司，也和我没关系。这些事就让老夫人自己解决。若有人敢将主意打到我身上，那就怪不得我出手。梧桐院，顾时金的话一字不落地
传入老夫人的耳中。哼，他怎么敢？我都一把老骨头了，竟还敢让我这个老婆子抛头露面。母亲，石金的话也并非全无道理。侯府最有话语权的的确是你，你若出面，裴太傅一定会见。胡闹！裴太傅都指名道姓了，他想见的又不是我，我一个老婆子冲过去能有啥用啊？裴太傅该不会是看上顾妹妹了吧？否则两人毫无交集，裴太傅又何必要指定人去呢？这不太合适吧？裴太傅素来风流，找的都是良家民女，口味没那么重吧？那可未必。裴太傅不肯见小姐，却指名道姓的要见顾时金，不是看上他，还能是什么？那也不合适。弟妹可是侯府主母，若两人当真发生点什么，传出去有损侯府颜面。都这种时候了，哪里还有闲工夫在乎颜面呢？这种事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只要不吐露出去，又有谁知道呢？要我说，还是赶紧将人给裴太傅送去。只要顾时金能将裴太傅伺候得服服帖帖，我们还能趁此机会让侯爷升官呢。这种丑事，裴太傅自然不会说出。为了堵上我们的嘴，别说是6品，就算想升4品，也不在话下呀。可是弟妹不会同意吧？裴太傅的意图太明显了，弟妹这一去，牺牲了就大了，这事儿不道德。那还能怎么办？大夫人，除此之外，你难道还能想到更好的法子救人吗？侯爷和大爷可都在牢房里等着救命呢。更何况这件事本就是顾时金惹出来的，他就该为此负责。要不是他拿出负债累累的铺子，事情也不会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。有道理。谁惹的事儿谁解决，若他能让侯府步步高升，便是侯府最大的功臣。我们所有人都会念着他的好，绝不会让他委屈受苦。可是弟妹识大体，比我们任何人都在意名节，她是不会做出这种有损名声的事儿的。想让她点头，比登天还难。想要说服她点头的确很难，可事关侯府前程，关由着我2个儿子的性命，就算她不点头，也由不得她。我倒是有一个法子，无需他点头便能达成目的。一句话也让众人瞬间凑了上来。是夜，夜色朦胧。夫人，老夫人求见。这种时候求见，老夫人可有说前来做什么？老夫人只说有要事要与您商议，夫人若是不想见，奴婢就说你已歇下。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见见就知道他深夜前来做什么。不过片刻，老夫人在春夏的带领下踏进了屋子。母亲，夜深人静，这种时候你怎么还没歇下？哎呀，近来侯府发生的事儿实在是太多了，我实在是睡不着，便想着过来走走，和你说说话。夫人，这是老夫人特地准备的茶水，用的茶叶还是圣上赏赐的老君梅。母亲，您今日怎么舍得将它拿出来泡？想到了陈年旧事，就想查查珍藏的茶叶。你出自名门世家，想来喝的都是好茶，我也不好拿太次的茶叶，索性就将老君梅拿出了。老夫人，我去院中等您。临走前，他还拽上了春夏。许嬷嬷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我得在夫人面前伺候着，若是夫人有事找我，却找不着人，定会责怪于我的。老夫人想吃阳春面，你现在去大厨房做一碗吧，记得多放2个蛋，老夫人爱吃。为何要舍近求远去大厨房做？
梅院就有小厨房，我就在小厨房做吧。让你去你就去，这么多废话做什么？要是耽误了老夫人吃面，唯你是问。见他离开，四处打量着梅园，似乎在寻找着什么。许嬷嬷并未发觉，原本转身离去的春夏却又折了回来。屋中茶香四溢，老夫人倒了2杯茶水。我知晓你喜茶，特地用泉水煮茶，你尝尝味道如何？不愧是老君梅，没想到今日竟能喝到老君梅，是我有福气了。他笑着将茶凑至嘴边抿了口，又用帕子擦拭着嘴角。帕子拿下时已然湿漉了一块。糕点是我特地命下人做的，味道香酥，甜而不腻，你一定会喜欢。喜欢你便多喝点儿，也就今日忽而想起陈年旧事，想喝茶，这才舍得拿出。换成平日，我可舍不得喝老君梅啊。母亲，你往窗外瞧，那儿好像有个人影，鬼鬼祟祟的。老夫人赶忙扭头朝着窗外看去。世金啊，是不是你看错了？这窗外挺正常的呀，没有人经过。那应该就是我看错了。母亲，这茶水的确好喝，你也多喝几口。老夫人方才收回视线，同样端起茶水喝起。世金，眨眼间你嫁入侯府已有5年了，这些年辛苦你将侯府打点的井条有序，这些都是石金应做的，算不上辛苦，母亲客气了。后一刻，他的脑袋重重砸在桌子上，陷入昏迷。石金啊，对不住了，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侯府，只要将你送上裴太傅的床，就能保全静安侯府，锦绣和睿智便能官复原职，平安离开慎刑司，还能趁此机会升官。你为侯府做的一切我都看在眼里，待日后你成了官夫人，定会感激今日所发生的一切的。更何况此事本就是你招惹出来的，让你收拾后事也在情理之中。坏了，这药怎么下到我自己身上了？对我下药？哼，班门弄斧。单吃茶水和糕点都无事，可要是2种同时吃，就会变成迷药，打都打不醒，睡到天亮妥妥的。夫人，快进来。夫人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先将老夫人身上的衣服换了，待会儿我再解释。梅院内，许嬷嬷正在望风。许嬷嬷，不是让你去做阳春面吗？怎么空着手就过来了？我找不到蛋，夜深人静黑漆漆的，我实在是找不到蛋在哪儿。少说废话，老夫人就是要吃蛋，就算找不到，你也得想尽办法弄2个蛋来，赶紧给我滚蛋！好不容易将春夏赶走，许嬷嬷便瞧见了老夫人正费力地扛着顾时金。黑灯瞎火，瞧不清人脸，只能凭着服饰判断身份。老夫人，老奴赶紧将人带走，唯恐春夏会忽而折回来，扛起顾时金就走。梅院内，2道身影从暗处走了出来。没想到如此简单就糊弄过去了，许嬷嬷竟没起疑。方才我让你出现在许嬷嬷面前，就是想扰乱她的思绪。心慌则急，人一急哪儿还有心思观察破绽。春夏，你今日表现得不错，察觉到许嬷嬷的异样后，便去找秋冬商议，若没你们，这件事未必能这么顺利。为夫人效力是应当的，只是我没想到老夫人竟会如此卑鄙。夫人，老夫人头发凌乱，再加周围黑暗，的确不容易察觉端倪。
可要是细心观察，还是会发现破绽的。行动匆忙仓促，让他们也没心思整理头发。我们不妨跟上去瞧瞧，倘若真被发现破绽，也好换个计策。许嬷嬷扛着顾时金一路走到侯府后门，张氏正东张西望着。接下来就交给你了，可别把事儿搞砸了。放心吧，这2个小厮都是我的人，不该说的不会往外吐一个字。只是我这心里还是有些不安，再怎么说顾时金都是顾家嫡女，若事情败露，她怪罪下来。行了，人都给你绑来了，就少说废话，赶紧做事吧。这件事不会暴露的，毕竟有损颜面，顾时金也只能吃个哑巴亏，不敢对外声张。赶紧把人送到裴府去。暗处，几道身影站在角落里。他们是料定了夫人您就算受委屈吃苦，也不敢将此事抖出去，方才如此嚣张。若顾老爷和顾夫人知道您受此委屈，定会心疼的。现在不是哭的时候，我们还有要事要做，更何况现在遭殃的人可不是我。想算计我，也得掂量掂量自己有没有这个本事，否则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夫人，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做？备马车，去裴府。顾家的马车停在了裴府前，2名小厮扛着顾时金哼哧哼哧地冲进府邸。不一会儿，他们便空着手离开了府邸，乘着马车离去。不远处，另一辆马车上，他们把老夫人弄进裴府了，接下来就有好戏看了。也不知道裴太傅瞧见美人时面色会有多精彩。兴许这位裴太傅就好这一口，如此一来，振兴侯府的事全凭老夫人一人便能做到。我们去裴府瞧瞧，不就知道裴太傅是否好这一口？夫人，你该不会是想见裴太傅吧？裴太傅的风流韵事都能写上几本厚厚的册子了，3更半夜的去见他，是不是不太安全啊？无妨，裴太傅让小姑传话，已经够明显的了。他要见我，正巧我也要见他。裴府，一名年轻男子坐在桌头翻着书籍。大人，方才静安侯府送了个女人过来，说是侯府的一点心意，希望太傅您能够笑纳。裴燕翻书籍的手一顿，送了个女人来。传话的小厮说他们明白您的意思，便把您想要的女人送过来了。好，把顾时金送来了。那人头发凌乱，瞧不清容貌，穿着倒是素净。静安侯府可还真有意思，毫不忌讳地将自家主母送来。把人带进来吧。不一会儿，侍卫就把人带来。老夫人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，发鬓凌乱，还打着呼噜，瞧上去有些滑稽。这声音，这体型，怎么不太像啊？把她头发给我撩起来。侍卫伸手撩起老夫人的头发。这不正是侯府的老夫人吗？静安侯府是什么意思啊？静安侯府当真以为我什么都不挑剔？送个老掉牙的老太婆子，活腻了吧？看来静安侯府平静了太久，过于安逸了。一名小厮匆匆而至。大人，门外有人求见。裴燕一记冷眼扫向他。那人自称是静安侯府主母顾时金。让他进来。至于这个老婆子，找个小厮赏了丢出去吧。顾时金也在此刻踏进了裴府。暮色笼罩着府邸，瞧不清景物，给人的印象便是宽大，甚至比静安侯府还要大上许多。在小厮的带领下，
顾时金踏进了间古色古香的屋子，裴燕横卧在椅子上，未佩冠，墨色的长发肆意垂下，狭长的眸冷淡间透着份明艳。哪怕顾时金不是头一次看到这张脸，还是忍不住在心中嘀咕着：妖孽！顾姑娘，你们静安侯府可还真有意思，送个老婆子来让我笑纳，是几个意思？莫不是在嘲笑我？我虽是侯府主母，却也不是什么事都能做主的。这事儿和我没关系，人也不是我送来的，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。我让静安侯府派能做主的主母来说话，侯府却送了个老夫人，这事儿是你做的吧？裴大人误会了，侯府送人来，事先并未和我商议。我向来洁身自好，所做的只是让自己不受牵连。至于老夫人是侯府送来的，裴大人若是好奇，不如派人去侯府问问，为何要让你笑纳老夫人。我这人喜欢和聪明人打交道，你希望我如何处置老夫人？自然是任由裴大人处置。裴燕嘴角微微上扬，略带侵略的眼神望向他，脚步朝前轻轻一迈，两人之间的距离瞬间拉近。许是这张脸具有蛊惑性，这一靠近，顾时金的心跳快了几分。裴大人，你想让顾家能做主的主母头念说话，现在我来了。就算是交谈，也用不着大半夜来吧？你应当听过我的名号，进入裴府的女人基本都是冲着我的床来的。你深夜前来此处，该不会是想用美人计让我放人吧？裴大人误会了，我前来并不是想让你放人的，我来是想告诉裴大人，侯爷得罪了您，您罚他，于情于理，裴大人不必顾及侯府，尽情罚他便是。你舍得？小惩大戒，若是不惩治，来日极有可能闹出更大的事，这与是否舍得没有关系，或者也是为了侯府着想。就算再不起眼，毕竟也是侯爷，若是闹出命来，的确有些棘手。明日我便会放人回去。不急。好，你不想见到他？意识到失态，捧起茶水饮了一口。我是觉得犯了错就该惩罚，多关2日也能长长教训，这对侯爷也好，省得日后再犯错。听闻5年前席静修曾在劫匪手中救下你，你这才决定以身相许。可现在从表面上看，顾姑娘似乎并不像传闻说的那样，非席静修不可，爱她爱得死去活来。裴大人和传闻描述的也不同，传闻可没说裴大人这么八卦。时候不早，再过会儿鸡都该打鸣了，我就不叨扰裴大人，先行告退了。对了，为了裴大人的名誉着想，今日我来的事还望裴大人能够保密。我那点不值一提的名誉可没什么值得维护的，我可以替你保密，不过我这人从不做亏本买卖。裴大人想让我做点什么？没想到，等想好再说吧。顾时金随口应下后便离开了裴府。一坐上马车，夫人情况如何？怎么不见裴大人把老夫人送回去？难不成裴大人当真好这一口，将老夫人留下了？裴燕挺不满的，侯府送了个老婆子让她笑纳，这对她而言是耻辱。毕竟能被她这样的人物看上的，哪个不是貌美如花？她能做到太傅这个位置上，就绝不是等闲之辈。至于她要如何处置老夫人，那就不是我们的事情了。我们要做的就是回到侯府，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过。裴府某个角落，上头居然还少了一个女人给我讲述，没想到我还有这一天啊！哎，让我瞧瞧小美人长
长得怎么样？在看清面前这张脸时，他瞬间索然无味。怎么会是个长相丑陋的老东西？都老掉牙了，还穿成这样，真变态！你老妖婆，害得老子以为有艳福，白开心一场。小厮踹了一脚，还觉得不过瘾，索性将老夫人身上值钱的玩意儿尽数掏走，就连鞋子也不肯放过。翌日，晨曦微露。按照记忆，上辈子裴燕是中毒而亡，所中的毒极为罕见，若他提早做准备，兴许能在裴燕中毒时在第一时间将人救起。侯府大门，这人怎么躺在地上呀？看他蓬头垢面又不穿衣裳，兴许只是乞丐，又或者已经死了。来往的路人将躺在地上的人围了个圈，朝着他指指点点，议论了通。吵吵闹闹的成何体统？这人没死啊！大家快瞧，他还会说话呢。听着声音还是个老乞丐。哪来的混账东西，竟敢如此聒噪！小心我让许嬷嬷把你们嘴巴打烂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呀，这蓬头垢面的老乞丐不是侯府的老夫人吗？她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对啊，就算侯府没落，远不及从前，也不至于让一个老夫人穿成这样出来乞讨吧？要我说，这人看上去疯疯癫癫的，8成是疯了。竟知道胡说八道，谁在这乞讨了？我可是侯府的老夫人，还有2个官儿子，谁乞讨都轮不到我。我这是怎么了？我不是在吃茶吗？好端端的，怎么这副模样躺在路上？你们这群人唯恐天下不乱，赶紧都给我散开！老夫人手忙脚乱地冲向府邸，却因为跑得太急，甚至还被自己绊倒，结结实实地扑在了侯府大门前。哪来的穷酸乞丐啊，敢来侯府造次？哪凉快哪待着去，别搁这挡道。你们2个没眼力见儿的蠢东西，睁大你们的狗眼，瞧瞧我是谁！2名小厮凑了过来，看清老夫人容貌的那一刻，老夫人，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一时没认出老夫人，请您千万不要和我俩计较。老夫人忙着躲避门口那群好事者的视线，并没有闲工夫与这2名小厮计较。为了颜面，正竭力忍耐着，她特地往人少的路走，却还是被不少人瞧见她这副蓬头垢面的模样。她这一踏进屋子，许嬷嬷就跟了进来。老夫人，您这是怎么了？一记耳光朝着许嬷嬷脸颊上狠狠甩去。这一巴掌，老夫人使出浑身力气，欲将心中的怒火尽数倾泻在许嬷嬷身上。瞧瞧你做的好事，我让你在顾诗金的茶杯里动手脚，没让你也在我的茶杯里下药啊！昨夜喝了那杯茶后，我便不省人事，一觉醒来就穿成这样，连身上的荷包都被人摸走了，还被一群人指指点点。你让我的颜面搁哪儿放？老夫人，昨夜您不是回到了梧桐院，还是您将昏迷不醒的顾时金抬出来，老奴这才将人交给大夫人。难道交给大夫人的不是顾时金，而是夫人您？许嬷嬷，这些年你在我身边做事，我从未亏待过你，可你就是这样对待我对你的信任的啊！让你做个事都做不好，害得我一大把年纪了还名誉扫地，遭人耻笑。这件事我和你没完。老夫人，昨夜老奴瞧得真真切切，是您扛着顾时金出现，我这才将人交给大夫人。
一派胡言！你这意思是，我在梅院昏倒后，自个儿跑到外头丢人现眼去了？那我的鞋还有荷包，又是谁偷的？迷药的药效如何，你比我还清楚。只要沾上一点，敲锣打鼓都不带醒的。我不可能自己走出院子，更别说还扛着一个人。我们去梅院瞧瞧，自然就知事情的来龙去脉是什么样的。若是昨夜被送往裴府的是老夫人，这件事儿就一定是顾时金的手笔。他为了自己不会被送到裴府，便将老夫人您送去裴府。裴大人要的是顾时金，结果看到的是您，定当动怒。裴太傅可是个心狠手辣的主，把人丢到大街上都是客气的。赶紧滚过来替我梳妆打扮，去趟梅院。梅院，丫鬟们正在清扫落叶。顾时金呢？夫人尚未苏醒，还在睡觉。还在睡？都日上三竿太阳晒屁股了，身为侯府主母竟这般懒散，还在睡觉。说来也怪，夫人今个睡得特别沉，怎么叫都叫不醒，往常都不用人叫，她就会自己醒的。老夫人，我们还没见到人呢，事情的真相如何，还得见到人才能分辨。去把夫人叫醒，就说我要问话。秋冬应下后，朝着顾时金所在的屋子迅速赶去。待会儿聪明点，见机行事，不该说的一个字都别往外吐。若是让旁人知晓我将自家儿媳往外男的床上塞，我们侯府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。老夫人，老奴跟了您几十载，对您忠心耿耿，是绝不会背叛您的。昨日我明明把顾时金交给了大夫人，谁能料到这其中竟出了差池？要我说，这件事儿和顾时金脱不了干系。夫人，时候不早了，赶紧醒来吧。老夫人踏进了屋子，带着审视的视线将屋子打量了个遍。现在是什么时候了？回禀夫人，现在已是午时。什么？居然都已经50了，时间怎过得这么快？夫人，昨天您倒在地上，奴婢们便将您搀至床上，奴婢也叫了您几次，可您睡得实在是太香，怎么叫都叫不醒。好端端的，我怎么会倒在地上？莫不是睡太沉了？要不请个大夫给我瞧瞧吧，我很少会睡到日晒三竿而不自知的。我们侯府都拮据成这样了，我见你面色红润，气色好得很呢，想来也没什么事儿，还是别请大夫了。母亲，您来了。今日睡得如此迟，是时金不是？你昨夜一直待在这间屋子，没有离开过一步。我也不知，我只记得昨夜喝了那杯茶水后，脑袋格外的晕，后来的事我便不记得了。再次睁眼，便是秋冬将我唤醒。夫人，莫不是那杯茶坏了？要不还是找个大夫瞧瞧吧。时金的身子向来好，这觉睡得比较沉罢了，用不着动不动就请大夫。昨夜老夫人是什么时候离开院子的？奴婢不知，昨夜值守梅院的是春夏，奴婢早早便睡下了，并未瞧见老夫人是何时离开梅院的。恰好春夏端着洗漱的水进入屋子。昨夜你可有瞧见老夫人是何时离开梅院？奴婢没瞧见。昨夜许嬷嬷命我去大厨房准备阳春面，等面煮完时，屋中只剩下夫人，并未瞧见老夫人。如今这一瞧，最有嫌疑的便是许嬷嬷了。母亲，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您一直在问昨夜的事，难道在我睡觉期间，侯府有变故了？是侯爷那边出事了吗？没出什么事，昨夜我也睡得沉，还没出梅院就困了，想知道我是何时离开梅院罢了。
啊，既然如此，石金也便放心了。梅院昨夜当真没什么异常？有谁瞧见夫人一直待在屋子？奴婢和梅院的丫鬟们都能作证。夫人这一觉睡得实在是沉，令人有些心慌。奴婢们便守着夫人一夜。梅院里的丫鬟们也都瞧见夫人一直待在屋中，未曾离开。许嬷嬷，你的面色怎如此差？你这面色好像是见了鬼，要不请个大夫瞧瞧？夫人客气了，我只是昨夜没睡好，面色差了点儿，不碍事的，就不用再额外花银子去请大夫了。哼，石金刚醒还没用时，我们就别打扰他了。许嬷嬷，我还有事要问你，随我走吧。许嬷嬷面上的神色瞬间僵住了，剩下最可疑的便是他了。老夫人自食恶果，还想从我这儿挑破绽找机会算账，活该！哼，老夫人最在意的便是名声，这下声名狼藉，她的事迹怕是要传遍整个京城了。我们先养精蓄锐，吃饱喝足，晚些时候再去看热闹。身为侯府老夫人，衣衫不整，蓬头垢面睡在大街上，足以被京城世家夫人们嘲讽。如今丢人丢到家，她是不可能咽得下这口气的。侯府迟早会有人因此事遭殃，担责任。许嬷嬷，顾世金那滴水不漏，毫无破绽，这件事追责追不到他身上，倒是你要怎么给我交代？这件事和老奴真没关系，老奴昨夜当真将顾世金交给大夫人了。大夫人也能作证啊，是她负责将顾世金送往裴府，许是这其中出了差池，阴差阳错被送往裴府的变成了老夫人。此刻张氏正赶往梧桐院。母亲，今儿个一大早府邸便不安宁，吵吵闹闹的，到底是出了什么事儿啊？昨夜是你负责接应顾世金，将他送往裴府。是啊，裴太夫对昨日的事儿可满意？可有说具体何时放了大爷？大夫人，你确定昨夜我将顾世金交至你手里了？是啊，是你自己把人交到我手里，你难道还不清楚吗？你把人给我后，我就让小厮把人弄到裴府去了。难道裴大人这个黑心官得了便宜还不满意，不肯放人？张氏，你可有看清人脸？确定被送走的是顾时金？这我没看清脸。给我什么人我就送什么人过去，我不就负责接应的吗？反正我是把人送到马车上，亲眼看着小厮将人载走。你就没跟去瞧瞧，确保万无一失？这夜深人静的，都困得不得了，我自然是回去睡觉了。反正派过去的小厮都是我的亲信之人，不会有问题的。蓦地，一个耳光甩向了张氏。母亲，你打我做甚？哼，你还有脸问？让你办点事儿，你也办得稀里糊涂的，连送去的人都没有确认身份。昨夜顾时金压根就没被送到裴府，他在梅院待了一宿，直至刚刚才苏醒。怎么可能呢？昨日被我送往裴府的人不是顾时金还能是谁啊？那穿衣打扮分明就是他呀。老奴敢肯定，交到大夫人手中的就是顾时金。我已经将我的那份职责做到了，大夫人也的确将人给送过去了，就是不知怎的，被送去的人变成了老夫人。这被送往裴府的不是顾时金，可是我让小厮送走的人就是他呀。今儿个一大早，我便听到了不少流言蜚语，说母亲您衣衫不整，仅穿着一件单薄的里衣就躺在街道上睡觉，连鞋子都被扒了个干净。我还以为这件事是假的，现在这一瞧，
难不成是裴大人将您丢出的裴府啊？让侯府上下都给我把嘴巴闭严实点儿，若敢对外吐露一个字，我便将多嘴的人卖给牙婆。你们切记，衣衫不整冲进侯府的人并非是我，而是长相与我酷似的下人。母亲放心，我这嘴严实得很。我也的确按照计划中那样将人送去裴府，这事儿可和我没半点关系啊。要怪就怪出主意的人，净出这种馊主意，害得我们连问题出在哪儿都搞不明白。不错，最有问题的便是出主意的人。小美连个主意都出不好，除了吃侯府花侯府的银两还会什么？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狐妹子，今日我便要将她赶出侯府。你们两个办事不力同样有错，别想置身事外。即日起罚月前3个月。不可呀！我对母亲可谓是鞠躬尽瘁，一心一意。你让我往东，我就不敢往西。办事儿我也都按照吩咐办的。眼看着天儿都入冬了，现在外头炭价又疯涨，拿不到月钱，这不是让我等死吗？哼，有本事换你躺地上遭人耻笑试试。你拿我银子的事，我还没跟你算呢。你的那份月钱就当还我了。一座干净整洁的小院内，席承义正滔滔不绝地将从下人那听到的道出。你说什么？你说老夫人在大街上睡了一宿，被发现时只穿着里衣，连鞋子都被抢走了？下人们都说老夫人被抢劫了，毕竟她都那把年纪了，长得也不好看，不太可能被劫色。母亲，祖母出行身边不都会跟着下人吗？怎么就她一个人被挟持了？完了，事情怎会闹成这样？我得去趟慎刑司找你爹，有侯爷在，就算老夫人迁怒于我，也有人护着我。院门却在此刻被踹开，老夫人气势汹汹的而来。老夫人，您怎么来了？将一儿带下去，我有话与萧姑娘交谈。老夫人，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小妹，你可知你那蠢主意给我带来多少麻烦？老夫人，我这也是为了侯府着想啊。侯爷还在慎刑司等着我们相救，裴大人又指明要请建安侯府的主母，我不过是顺势而为，帮忙出主意。只要事成，侯府所遭遇的问题便能迎刃而解。老夫人，这到底是出了什么事儿？顾世金难道没有被送往裴府吗？我也就出了主意，实施计策的并不是我，计策失败也不能怪我吧。老夫人冲着许嬷嬷使了个眼色，许嬷嬷箭步冲上，老夫人有命，这件事儿必须烂在肚子里，不得吐露一个字儿，小心隔墙有耳。老夫人，这事儿真不能怪到我身上。行了，我不想再提及此事，即日起你就离开侯府，我会给你找个名正言顺的理由让你走。你那点坏心思都给我揣到肚子里，别成天想着算计，将侯府闹得不安宁。母亲，你要赶我走？哼，别叫我母亲，要不是你为静修诞下一儿一女，我是绝不能容忍你的存在的。母亲，您不能将我赶走，一儿身边还需有人照顾啊。暗处，顾世金站在不起眼的角落里，凝视着这一切。走了也好。
哼，省得赖在侯府看着碍眼。请神容易送神难，他既来了，定会想方设法留下。想将人赶走，可不容易。夫人，若真想将他赶走，也不是没有法子。侯府这才刚刚热闹起，这点无轻无重的教训，算得了什么？好戏还远远没上场，他可是关键人物，不能走。娇妹的野心不仅仅是进入静安侯府，而是成为侯府主母。目的尚未达成，怎么会甘心只是一个见不得光的外室？哼，我限你今日离开侯府，把你的那些东西都给我收拾好带走。母亲，您当真要将我赶走吗？侯爷未归，当务之急是将侯爷寻回，留我在侯府还能帮忙啊。你就在这儿盯着他，让他将自个儿的东西都收好。小姑娘，你有闲工夫在这儿哭诉，倒不如赶紧收拾，总不好等天黑了还要赶路离开。侯爷回来了。侯爷和大老爷一起回来了。院外忽而传来了沸腾声。回来了！老夫人正沉浸在喜悦中，并未搭理小美，步伐一抬便要离开院子。许嬷嬷，赶紧命人备桌好菜，为静修和睿智接风洗尘。这几日他们关在牢房里，势必吃了苦头，好酒好菜给备着，让他们吃个够。老夫人尚未离开院子，几道身影便踏了进来。大爷，您受苦了。季夜晚倒是照顾我，并未让我吃太多苦头，哪怕身在牢房，我也能吃上一口肉。倒是三弟，小的已经派人去请大夫了，再过一会儿，大夫就能抵达侯府。三弟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这是被人打了？慎刑司就不是人能够待的地方，那个鬼地方关的都是一群疯子。三弟，你都这副模样了，走路还需人搀着，赶紧回屋休息吧。哎呀，静修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好端端的，你怎么会伤成这样啊？慎刑司对你动刑了？慎刑司并未对我动刑，我这伤是人打的。与我关押在同牢房的几个疯子说我瞪他们，不由分说对我拳脚相向。可事实上，我连看都没看他们，更别说是瞪人。慎刑司那几个官差都是一群饭桶，不论我如何嘶吼喊叫求助，连个面都不带露一下的。不错，当时我也在场，我就关在三弟对面的牢房里，三弟老实本分，从未招惹是非，是那群不长眼的痞子先动的手。你从小到大并未吃什么苦头，这还是头一次受此委屈。这几日呀，就在家好好休息啊！我让人备点补汤给你补补身子。暗处，侯爷竟伤成这样，哼！要我说，那几人才不是疯子，而是在替天行道。侯爷瞧了眼裴太傅，就被关押到慎刑司，在慎刑司里又因瞪了眼旁人就被揍。侯爷这是流年不利，倒霉透顶啊！齐静修的运气还没差到这份上吗？难道这事又是裴燕干的？侯爷，您总算是回来了。母亲，听闻你要责罚表妹啊，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都是我不好，说了几句不好听的，冲撞了母亲。母亲，都是自家人，何必呢？表妹远道而来，在京城无依无靠，倘若我们将她赶走，她就要留宿街头了。都是妹儿不好，老夫人想怎么责罚，妹儿都没有意见，还请您千万不要将我赶走啊！做错事说错话就该受惩罚，你妄图搅乱侯府安宁，我将你赶走，于情于理。母亲，这些年妹儿跟着我无名无分，勤勤恳恳，相夫教子，
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留他还能照顾义儿，就别将他赶走了。不行，母亲，你就看在2个孩子的份上，让他留下吧。萧妹固然有错，但也不能将错全都归咎他一个人身上啊。他在府邸里，我也能够安心的读书写字啊。我还想着在科举考开始便去参加，这种时候不能被扰乱心神啊。要是有个人能在我身边照顾一二，我也能全心全意的读书写字啊。老夫人，我厨艺精湛，闲暇时还能给您做吃食。若侯府有需要帮忙的地方，尽管开口，我定会竭力而为。三弟嘀嘀咕咕的在说什么呢？他们说的这么小声，谁听得到呢？不过现在看来，八成是在替萧姑娘说好话呢。话说回来，三弟和萧姑娘的关系还挺好啊。瞧瞧三弟，都伤成这样，行走不便，手脚也都不利索，却还是第一时间赶到萧姑娘这儿了。大哥，你和侯爷终于回来了。哟，弟妹今日怪好看呢。你这身衣裳沉稳间不失俏皮，看上去像是尚未出阁的姑娘家。大嫂过誉了。确认过眼神，你是我想要的人，从来没有一个深情变这么认真。石金啊，你来了。得知侯爷回府，我便迅速赶来此处，没想到你们的速度比我还快，早早便来到这儿。母亲要责罚萧姑娘，三弟急匆匆赶来，我们便一并跟来了。哦，母亲发生了何事？你为何责罚萧姑娘？小妹说了不该说的，我便训斥了她几句，没什么大事。啊，没什么事就好。大爷和侯爷从慎刑司平安归来，对侯府而言是喜事，该好好庆祝。大夫人，让我给厨房打下手吧，我再顺带做几盘糕点，就当给大家助助兴。罢了，那就由你为大厨房打下手，多做些好吃的。哎，我这就去大厨房帮忙，大家若有想吃的尽管说。既来了侯府就安分些，那点花花肠子都给我揣到肚子里去。老夫人教训的是。是夜，萧妹正在替席静修上药。这群人实在是过分，我宁愿这伤落在我身上，也不愿侯爷平白无故遭此折磨，只恨妹儿不能帮侯爷分担。好在我身边还有你，如此为我着想。侯爷，妹儿实在是委屈。侯府发生的事，侯爷也清楚，我只是出了个主意，其他什么都没做，可老夫人却偏偏责怪我。许嬷嬷和大嫂都被罚了，母亲并未责备你一人，只是因为此事特殊，这才委屈了你。待你成为侯府主母，或是一儿能够出人头地，侯府上下将任由你差遣，你所受的苦也就到头了。妹儿相信侯爷定能给我和2个孩子好日子过，可问题是我等得了，一儿却等不及啊。他到现在都没有名正言顺的身份，导致我们迟迟无法将轩轩接入侯府。照这样下去，他们什么时候才能享福啊？唯有2个孩子前程似锦，才能万事兴。来日轩轩找户好人家，爱屋及乌，我们也能跟着享福啊。母亲本是想让顾世金犯错，再趁机让他点头收嫡子的事，可我们抓不到他的把柄啊。侯府风波方才消下去，不管是母亲还是我，都元气大伤，不好贸然提及收嫡子的事情。不妨我们先将轩轩接入侯府。也好，虽说我们已经将轩轩那边的事儿安排妥当，可他终究不在眼前，我这心里还是没法放心。我们过2日就去将轩轩接回。梅院里这天冷得真快，再过段时间可以用炭了，
如今京城炭稀缺，好在夫人有先见之明，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。顾世金自顾自地翻阅医书。夫人，您让我找的姑娘还没线索，但小女孩找到了。哦，京城内大大小小藏着不少牙婆，想将人找着有难度，好在还是找着了。我亲自跑了一趟，那个牙婆手中当真有您要的孩子，牙婆藏得紧，很宝贝那个孩子的，想打探消息也不容易。办得不错，今夜加鸡腿，让小厨房多准备点吃食，犒劳你们。备马车，准备出府，该办正事了。母亲，我打算待会儿出门将轩轩接回来。哼，这么急着就想将人接过来了？这不天冷了吗？我和媚儿都在侯府，就轩轩一个人在府邸外面，我实在是不放心呢。尽快将人接过来，我才能安心的读书写字啊。可问题是，就连程毅都没能认顾诗金为嫡母，更别说是轩轩了。母亲，这些我都已经想过了，不管怎么说都得先将人带回府邸，没准顾诗金见到轩轩长得乖巧可爱，心情一好便同意认一个嫡女呢。诗金变了很多，不像以前那样好说话，这事儿啊，我看悬，未必能成。就算是认定嫡母，也得先让叶儿认嫡母。轩轩毕竟是个丫头，没有儿子重要啊。母亲，先把人接过来，再商议下一步计划呀。迟迟不把人接过来，没有人照顾轩轩，也不是个办法呀。罢了罢了，那就将轩轩带来，最好能让2个孩子都认嫡母。实在不行啊，就找个名正言顺的理由，将2个孩子记在我名下。好歹记在我名下，以后也是侯府正儿八经的孩子。儿子这就去处理此事，我去找顾世金，和他一起出府，再想办法让他亲自将轩轩带进侯府。顾世金不在，我好不容易找他一回，他却不在府邸。夫人走了有1炷香时间了。他可有说何时归来？下人摇了摇头。罢了，什么事都指望不上他，这件事还是得我自己处理。街道门庭若市，一辆马车正在小巷子中穿梭着。到了，那个牙婆就在这儿，进去瞧瞧。牙婆正在院中嗑瓜子。你们是何人？我来找人。找人？我这没有你要找的人，这间院子除了我也没别的人，你还是赶紧走吧。你这是不是有个小孩叫轩轩？我这儿没有叫轩轩的小孩，你们还是上别地找吧。我既有本事查到你这儿关押着小孩，也就有本事将你这院子抄了。你做什么营生，我一清二楚。我若想对付你，轻而易举。我来你这儿，你大可打开窗说亮话，这样对我们2个都好。难道是来找茬的？姑娘啊，你一瞧便是富贵人家，来我这小庙是有什么事吗？我这儿呀，的确没有您要找的孩子，可能您是有什么误解。我知道有人花了银子，把一个叫轩轩的孩子塞到你这儿，还说待时机成熟后，便会将孩子带走。他给了你100两，让你照顾轩轩的饮食起居。我给你300两，你把这孩子交给我。你放心，我是来办事，不是来找茬。只要你把那孩子交给我，这银子便是你的。我全当今日没来过。姑娘呀，不是我不同意，而是我与人约定在先，不好失言啊。做这一行最重要的便是信誉，倘若声誉被毁，我这生意还要如何做下去啊？顾世金不语，继续掏出了2张银票。我家姑娘愿意出500两买一个小丫头，这些银子够卖100来个孩子，也够你下辈子吃穿不愁。
这么多银票就买一个小丫头。原以为100两就已经是桩大生意，现在竟来了更大的生意。那小丫头到底是什么来历，竟如此值钱？不肯，那孩子是恩人之女，我想报答恩人，这才想将孩子接走。既然你不肯，那便算了，只能说这孩子命薄，与我无缘，以后我也只能为他多祈祷，让他自求多福吧。哎，姑娘，我没说不同意，我就是心里有些忐忑，毕竟花500两就买一个小丫头，您不觉得亏吗？亏不亏是我的事。我卖，到时候若被人问起，我就说这孩子自己淘气跑走了，亮那人也不敢追责。谁让那人要把孩子放我这儿呢？就给了100两，还要我好吃好喝的伺候着，哼！那还不赶紧带路？姑娘随我来，看在100两的份上，我将那孩子照顾得可好了，好吃好喝伺候着呢。萧妹比她年长3岁，她嫁入侯府已有5年。掐算时间，在她还没有遇到席敬修时，萧妹的这双儿女便生下了。人已经给您带来了，那银两，孩子我带走了，收了钱就闭上嘴，该说和不该说的都注意点。我来过的事，不可对外吐露一个字。若让我知晓你胡言乱语，就算你在天涯海角，我也会找到你。姑娘放心，我前几日刚换的院子，让我照顾孩子的男人连我住哪儿都不知道，还是通过别人找上我的，旁人啊压根找不着我。就算被发现，看在这500两银票的份上，我定当守口如瓶，不会将姑娘您来过的事儿道出的。一间屋子却在此刻发出了动响，又不安分了，居然跑出来了。那是什么？那屋子关押着的都是一群孩子，有个别的性子却不服气，难免吵闹了些，惊扰到贵人，我给您赔个不是。许是踹门太用力，一个瞧不清容貌、蓬头垢面的少女跌在地上。都3天没吃饭了，竟然还有力气踹门，脾气这么倔，就算把你卖了也不够买这扇门的。幽怨的抬眸，神色坚毅清明。几个孩童蓦地从屋中冲出，挡在少女身前，向牙婆求饶着。他身体发热生了病，外加3天没进食，再打下去就要死了，不能再打了。我们保证以后会乖乖听话，绝不会给你添乱，就请你给他一口粥吧。你们几个连毛都没长齐，还不赶紧滚回屋里！若碍了贵人的眼，小心我收拾你们！你已经3日没吃饭了。姑娘，让你见笑了。这丫头不懂事冲撞了你，我定会好好教训她。这丫头我要了。啊？姑娘，您说什么？您要这丫头？姑娘，这不太合适吧？这里有这么多孩子，若您想要人伺候，随便挑一个都成。可他伤成这样，能否医治还是个问题。姑娘，能做买卖有钱挣，我自是欣喜。但这丫头脾气倔，身上还受了伤，若买回去活不了，亦或是不满意，我可不负责呀。无妨，我喜欢这丫头的眼神，不屈不甘。把她的卖身契拿来吧。我这就去拿卖身契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没名字。那以后我便唤你阿运，愿运气站在你这一边，愿你能挣脱枷锁，成为翱翔天际的自由人。阿运，我喜欢这个名字。年幼的席轩轩心智尚未成熟，正好奇地望向马车内的几人。他曾在暗处见过顾世金，娘亲说过会找机会让她成为这位夫人的嫡女，
自此以后，锦衣玉食，荣华富贵，享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待年长后，还能借着这位嫡母加为英俊潇洒、家世显赫的郎君。想到日后能进大宅子，他的嘴角便无可抑制地上扬，憧憬着往后的日子。静安侯府，萧妹正在整理衣裳，屋门却被人甩开。侯爷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啊，屋中恰好有热茶，您先喝口茶暖暖身子。我去找牙婆想接回轩轩，可那牙婆人去楼空，屋子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轩轩被他带到哪儿去都不知道。什么？轩轩不见了？那个牙婆该不会把轩轩卖了吧？我已经派人在暗中寻找轩轩，此事得隐蔽些，不能闹到台面上，还得花不少银两。我好歹也是6品官员，那个牙婆竟敢将爪牙伸向轩轩，得抓住牙婆，我定要她好看，定要将轩轩找回，绝不能让她出事。我定会将轩轩平安带回，只是想找人需要不少银两，得想办法从库房支点银两。您可是侯爷，还愁无法从库房支银两？多支点银两，自从断了月钱后，我这手头拮据得很，想添这些物品过冬都不行。我现在就去库房支银两，然后把轩轩的事情告诉母亲，让母亲帮忙一起寻人。侯爷，我随你一起去，轩轩的事得尽早解决，那可是我们的闺女啊，我也想尽一份力。两人迅速离开了此处，前往库房。与此同时，顾时金回到了府邸。我既花了钱从牙婆手中买下你，这以后你就跟着我吧。好。途经库房时，喧嚣声传入耳中。你说什么？我是侯爷，竟然连银两也支不了？就是，他可是侯爷，你们竟敢不给侯爷面子！我看你们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想被逐出侯府。侯爷，这事儿不是小的能够做主的，还得过问夫人的意思。吃点银子，还得过问他的意思？你们莫不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？竟连我的话都不听了？侯爷，不是小的不听，而是库房的银子寥寥无几。夫人说必须将钱财用在刀刃上。您若是支些物件呢，小的还能做主。至于银两啊，夫人再三叮嘱不得支取，必须经过他同意。若非前几日老侯爷为侯府留下的2间铺子盈利入账，这会儿库房恐怕连1个铜板都掏不出来。这么说，侯府内能做主的只有顾时金，连我这个侯爷的话都没人听，要你们这群饭桶有何用？我明日就将你们这群有眼不识泰山的奴才都发配出去。哼，光是发配可不够，发配前应当加法伺候，省得他们不知道天高地厚。发生了何事？夫人，你总算是来了。侯爷想从库房支银子。顾时金，你好歹也是侯府主母，就是这么管教下人的？就连我这个侯爷想支取银两，都得经过你同意，你好大的面子啊！原来是侯爷想支银两，这种事，侯爷派人前来知会一声即可，又不是什么大事，何必闹得大动干戈呢？顾妹妹，老夫人与侯爷信任你，这才将侯府的财政大权交至你手里，可你怎能不将侯爷放在心上呢？萧姑娘不了解侯府的库房状况，还是闭上嘴少说几句吧。若人人都来库房支走银两的话，用不了多久，侯府上下都要喝西北风了。那也不能这样待侯爷，再怎么说侯爷也是一家之主，连支取银两都需要看人眼色，岂不是会被人笑话？萧姑娘，你年长于我，却连以身作则这个道理都不明白。正是因为他是侯爷，继承了老侯爷的衣钵，
无规矩不成方圆，若连侯爷都做不到以身作则，又要如何安定人心？顾时金，你就直说，今日我能不能取银子？我还需要银子打点用，若官职不稳，纵你守着库房，还是得去喝西北风。当然能，既是拿来打点，侯爷取便是。只是账面上的银两不多，侯爷取的时候可得注意了。一听能取银子，将提醒的话语抛之脑后，一股脑把账面上的银两都取走。夫人，老侯爷留下的那2间铺子，这个月也只给账房多添了300两，侯爷一口气全取走了。那侯府接下来的开支……你在那嘀嘀咕咕说什么呢？连主人都没说什么，你一个下人，难不成还敢有意见？侯爷，我们赶紧去办事吧，先去趟老夫人那儿。两人行色匆匆，抬脚就要走，完全没有注意到席轩轩的存在。哪儿来的小丫鬟，冒冒失失的，这般不知礼数，身为主母，却连丫鬟都管教不好，岂不让人看了笑话？侯爷说的是，那我便好好管教这丫鬟。秋冬，将她带下去，鞭打20，小惩大戒。轩，他这是什么时候进入侯府的？怎么会出现在顾时金身边？萧姑娘，你认识这小丫头？不认识，不认识。秋冬，带下去责罚吧。不行，不能责罚他。为何不能责罚他？不是侯爷说他冲撞了你吗？我是觉得这小丫头年纪尚小，做错事情也情有可原，就不必惩罚了。即便下去，就她这小身板，也未必承受得了。我也觉得不必惩罚太重，这小丫头也没做什么太大的错事，要我说也没必要追究。话说回来，顾妹妹，你是从哪儿找来的这个小丫头？难道顾时金发现了什么？这孩子是我从牙婆手中买来的，我见她长相乖巧，讨人喜欢，便买来当丫鬟。从牙婆手中买来的？是啊，我挺喜欢这丫头的，为了将她买下，还花了不少银两。以后这丫鬟便跟着我在梅院。丫鬟，前来侯府不是当小姐的吗？怎么让我当丫鬟呢？这不合适。这小丫头看着年纪实在是太小了，就算是伺候，估计也做不好事。无妨，我院中多的是比她年长的丫鬟，能够调教她。赶紧把这丫鬟带下去吧，该给的惩罚不能少。既然20鞭有点多，那就罚10鞭吧。罚？不是不罚了吗？怎么还要罚？我不是已经说了，不和这丫头计较，你怎么还要罚她？侯爷您是不计较了，但该给的惩罚绝不能少。正所谓杀鸡儆猴，也能够趁此机会警告府中其余下人都长点眼。秋冬拉起席轩轩就走，顾时金不再多留，扭头一并离去。侯爷，这下该如何是好？这个贱女人要打我们的女儿。你去将母亲请来，我跟上去瞧瞧，绝不能让人欺负轩轩。倘若她成为顾时金的丫鬟，这以后就再也没有出头之日了。这丫头长得挺讨喜的，让给我吧。侯爷，这丫头是我花了500两银子买的，你总不能张张嘴就想把人要回去吧？不就500两，我给你便是。你我好歹夫妻一场，谈钱太伤感情。何况你也不差这500两，先赊账，待我发俸禄了再给你吧。侯爷，您为何执意要这孩子？难道你认得他？我与这孩子今日是头一次见，自然不认得。我只是觉得他比较合我眼缘，便想收来当个丫鬟。可我也和这孩子有眼缘儿，他是我从众多孩童中挑选的，
我也挺喜欢他的，恕我不能将孩子给侯爷。您院子里的下人够多了，我这梅院反倒有些人手不足，他以后就在梅院干活。2个丫鬟拽过了席轩轩，一前一后将他按住。不要打我！轩轩什么都没做错，不要罚轩轩。再怎么说，他都只是一个年幼的孩子，鞭打对他而言有些残酷。你好歹也是侯府主母，鞭打孩童这种事情闹大了，颜面上也不好看。这就不劳侯爷操心了，我既是侯府主母，就有责任与义务管教府中下人。侯爷若是不忍心，便离开梅院，这些小事儿就交由我处理便是。秋冬挥起鞭子，朝着席轩轩身上狠狠打去。爹娘，快救我！轩轩疼。看来这孩子也是有爹娘的，被打疼还知道呼喊着找爹娘，也不知道哪家父母如此狠心，孩子还这么小就把他卖了。老夫人，您快去救救轩轩吧，他年纪尚小，还在长身体，哪里受得住酷刑啊？几鞭下来，我都能给他准备棺材和灵牌了。哼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一点小事都办不好，还让顾诗金将轩轩买去当丫鬟。义儿那边都尚未打点妥当，轩轩这就出了事，我可警告你啊，别滋生事端。谁能想到那竟是个黑心牙婆，明明已经说好会好好照顾轩轩，却出尔反尔将她卖了。若让我再瞧见牙婆，我定要让官府把她抓起来。别以为我不知道她手脚不干净，手里头有不少小孩都是拐来的。院外，席静修像只无头苍蝇，不断在院门口徘徊着，想踏进梅院又怕心疼，只得狠下心站在院外。轩轩疼，还真是个细皮嫩肉的玩意儿。方才我那一边还特地留手了，按理说就算他身板小也能承受这一鞭，可他却哭成这样。轩轩，这可是侯爷要罚你的，我也只是按照侯爷的意思行事，毕竟他是侯爷，我也只是个妇人，若是不听从，也会一并受罚。一听是爹爹要人打他，齐轩轩哭得更响了。不要，爹爹骗我，我不要进侯府，我不要当丫鬟。与此同时，几道身影停在了梅院。你怎么回事？轩轩哭成这样，你怎么不拦着点儿？怎么拦？你要我冲进去，将真相道出，告诉大家轩轩是我的女儿。那也不能让轩轩受折磨呀，万一她出了什么差池，我就不活了。行了，都给我把嘴闭严实点儿。待进入梅院后，你们2个若敢露出破绽，我要你们好看。老夫人，只有您能救轩轩了，若日后轩轩能嫁入好人家，我们全家都能跟着享福。母亲，您怎么来了？途经此处，听到有孩童大吼大叫，有些好奇，便过来瞧瞧。这丫鬟是我今日刚买回来的，谁知竟冲撞了侯爷，我便对她稍作惩罚。我这才让人刚打了一鞭，她就哭喊成这样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杀猪呢。冲撞了侯爷，萧妹可没提这一茬啊。瞎说，一鞭怎么可能哭成这样？一个丫鬟罢了，我作为主母，想怎么教训就怎么教训，才打了一鞭就哭成这样，实在是细皮嫩肉。秋冬，把剩下的9鞭都补上，若这丫头还敢哭，就打到她不哭为止。不要，娘亲救我！
轩轩不怕，娘亲定会护你。娘亲？萧姑娘，这丫鬟怎么叫你娘亲啊？坏事的东西，竟然不打自招暴露了身份，简直愚不可及。萧姑娘，你有孩子这事儿怎么藏着掩着呀？早点说不就行了，还省得这孩子挨了一鞭。我尚未成亲，却连孩子都有了，这种事儿若传出去，对轩轩也有影响。我也不想这孩子从小到大就被人议论，便一直藏着此事。原来如此，侯爷、母亲，你们可知此事？这事儿我不知情，我也没想到表妹居然有孩子了，而且还这么大。她藏得严实，就连我也不知情。小妹啊，你也真是的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有孩子这种事就该早点说，这样也能早点将她接入侯府啊。毕竟这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，还望大家见谅。我特地托人照顾轩轩，谁曾想轩轩竟被……好大一场戏呀！一人出事露出破绽，其他人都来圆谎，哪怕他心知肚明事情的真相如何，没有确凿的证据，也奈何不得静安侯府。原来就是场闹剧，既然是误会，说清即可。只是为何是萧姑娘一人带孩子？孩子的父亲呢？死了。萧姑娘，这些年你一人将孩子拉扯到大，一定很辛苦吧？是挺辛苦的，银子实在不够花，倒是委屈轩轩跟我住在狭小拥挤的院子里。既然找到孩子，那就让他跟着你一起入住侯府。轩轩受了伤，赶紧带他下去吧。轩轩，疼不疼啊？我先带你回屋好好歇歇。疼。行了，赶紧带着孩子回去吧。几人陆续散开，梅院瞬间冷清了不少。回了屋，将袭轩轩的卖身契收好，来日我还要将这份卖身契卖个好价钱。卖身契？我险些忘了还有卖身契的存在。若是卖身契存在的事情揭露，还不知道萧妹的面色转变会如何呢。就让这座偌大的宅子成为他们的葬身之所吧。萧妹想让这双儿女成为人中龙凤，那我便要他们形同沟里的鼠虫，这辈子也别想翻身。院中，萧妹正在为袭轩轩上药。侯爷，我们平时都舍不得打骂轩轩，顾时今倒好，直接拿鞭子伺候。你瞧瞧，这孩子都伤成什么样了。爹爹，轩轩疼。妹儿，这些银两你收好，今日轩轩受了委屈，赶紧给他买点好吃的。这银子不是要拿来打点用的吗？先拿着吧，总不能委屈了你们母女。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顾时今打骂轩轩，我们甚至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打。再忍忍吧，我倒觉得轩轩身份暴露不是坏事，至少这以后他能名正言顺地出现在人面前。你又是母亲的远方亲戚，府邸不会有人敢怠慢你们的。还是侯爷深谋远虑，轩轩虽在我名下，但和侯府沾亲带故，何愁顾时今不帮衬？轩轩的事情处理好了，剩下该发愁的是要如何处理义儿。以后就让你照顾义儿，名义上你是轩轩的母亲，知晓要如何管教照顾孩子。义儿又无父无母，闲暇时让你去照顾，倒也名正言顺。屋门却在此刻被踹开，老夫人踏进了屋子，看到举止亲密的两人，忍不住皱起眉头。到了屋外，你们两个可都得给我注意点儿，要是让人瞧出端倪，我立即将你们都扫地出门。母亲放心，妹儿一定会小心谨慎。你要是真小心谨慎，
轩轩的事怎会闹成这样？差一点点可就要坏事了。你好好管管席轩轩，别让他乱说话，惹人起疑。母亲，你也别责怪媚儿。我倒是觉得今天这事闹开并不是坏事，就算无法让轩轩认顾世金为嫡母也无妨，只要轩轩是侯府的一份子，不管他是什么身份，顾世金都得帮衬他。见老夫人一声不吭，席静修继续出声：母亲，处理好轩轩的事儿，我这心也能够安定下了。接下来我便是安心的读书写字，好好的准备科举考，到时候升官发财，我便让母亲您过上好日子，好好享福。你们就在侯府里安分守己，别给我惹是生非。老夫人简单叮嘱后便离开了此处。小妹心疼席轩轩受了苦，迫不及待地带着她置办衣裳，连带着也给自己添置了首饰。回府时手里还提着大包小包，满满当当的。他哪来的银两添置这些？这根金簪少说也得上100两，就连我都舍不得给自己添置一根金簪。他只是来投奔老夫人，哪还能拿出这么多银子置办这身行头？老夫人也太过分了，舍得拿银两给她添置这些身外之物，却连月钱都舍不得给我们发。母亲这事儿做得不道德，侯府的情况如何，她难道还不清楚吗？都已经要揭不开锅了，却还给萧妹银两添置这么多东西。梧桐院内，唉，可惜那壶上好的老君梅，我只喝了2口。早知道会发生这么多烦人的事，随随便便拿壶茶去应付得了。母亲，你有这个银两给萧妹添置衣裳首饰，怎么没银两给侯府下人发月钱？你在瞎说什么胡话？月钱不都是由库房发放的吗？这和我又有什么关系？母亲，库房已经延迟3日没有发月钱了，这难道不是你的意思吗？啊？老夫人，自从您罚我3个月不得领月钱后，我连库房的门都没见过，压根不知侯府没发月钱的事。好端端的，怎么没发月钱？若是传出去，别人会怎么看待侯府？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揭不开锅了，连下人的月钱都要拖欠。还真是揭不开锅了。天渐冷，连炭都要买不起了，这不就是揭不开锅吗？我那房又3个月不得领月钱，都要喝西北风了。妻儿怕冷，你也是知道的。你在这儿嘀嘀咕咕说什么？我什么都没说，是母亲您听错了。许嬷嬷，把库房的人和顾时金都叫过来，我要问话。拖欠月钱的事，今日必须解决。否则就连地底下老侯爷的颜面都要丢完了。侯府月钱发放只许早不许迟，我倒要看看问题出在哪儿。母亲，你为何如此偏心啊？给萧妹那么多银子置办衣物，就连她女儿都穿得极好，我连个像样的衣裳都没有。别搁这胡说八道，你从我这儿拿走的银两还少吗？我的私库都给你拿光了。要不是他向来小心谨慎，藏银两都会分开藏，这会儿早就一穷二白了。看守库房的小厮很快便抵达了梧桐院。老夫人拟向小厮，月钱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延迟了3日还未发？老夫人，这几日已经有无数人前来问月钱的事了，可问题是库房里连个铜板都没有，压根儿发不出月钱。连个铜板都没有，库房什么时候穷成这个样子了？侯府账面的确分毫没有，小的还等着拿月钱添几件新衣裳呢。侯府是不如从前辉煌，可再不济也不至于账上空空如也，银两都跑。老夫人，这个月没什么银钱入账，好不容易进点账，还都被侯爷支走了。这几日大厨房准备的吃食都是馒头白粥，3日下来，小的都瘦了1圈了。
再这样下去都要被饿死了。这怎么行啊？再这样下去，我的脊梁骨都要被外人戳烂了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侯府苛待下人，不仅不给月钱，就连伙食都要克扣。侯府这些日子是怎么了？事情怎么一天比一天多啊？弟妹加入侯府后，将一切都打点妥当，不应该会发生这种事啊。顾时间也在此刻踏进了梧桐院。母亲，听说您找我。哼，你可知侯府这个月尚未给下人发月钱？竟有这事？哼，身为侯府主母，这些事本该由你处理，可是你却连下人们尚未发月钱的事都不知，库房账面上连一个铜板都掏不出来，是怎么一回事？母亲，这事怪不得我。侯府那2间铺子这个月只盈利了300两银子，按理说有这银两，账面不至于空空如也，也足够发月钱了。可侯爷前几日刚把银两支走。不错，侯爷把账面上的银钱都支走了，若是剩下，也不至于连月钱都发不下来。库房的账面上只剩300两。母亲，侯爷取银两时我就在库房，我亲眼看着他将银两取走，我让侯爷别全取走，侯爷便呵斥我，还说身为侯爷，连取个银两都要过问他人的意思。我也不敢多说。他取银两做什么？侯爷说新官上任3把火，要拿这些银两打点。打点？这么大的人了，竟还这般不知分寸。打点归打点，怎能把钱都拿走？他不用想都知道，银两最后落到了谁的手里。就是，打点归打点，三弟怎能将所有银两都拿走啊？好歹也得剩一些。母亲你也真是的，都这种时候了，还拿银两给小美添置衣裳。侯府都乱成一团，少说几句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侯府账面上的银两怎么会这么少啊？母亲是在质疑我动了银两。今日我将账本拿出，库房银两支出都写得清清楚楚。春夏立即将提早准备好的账本拿出，老夫人象征性的翻了几页。世金啊，我自然是信得过你，我只是好奇，往常从未出现过这样的情况，这一次账面上竟没了银两，就连月钱都推迟了。我还听说大厨房那边已经连续3日给下人们准备白粥馒头。母亲，你也知道我将手中最挣钱的铺子拿出，给了大哥用来打点用。我的嫁妆也被侯府用光了，我还等着侯爷拿了俸禄后，能尽快将这些亏欠的嫁妆补上呢。毕竟我的嫁妆未填侯府用完的事，传出去不太好。老夫人并不愿提及此事，心虚端起茶喝起，掩盖面色。月钱的事不能再拖了，你们2个赶紧将月钱给下人们发了。这偌大的侯府却连月钱都要再三拖欠，传出去了只会让人瞧了笑话。可库房不是掏不出银两吗？难道要我们变卖家产吗？你从我这儿掏了这么多银两走，这个月的月钱就先由你垫着吧。这怎么行？母亲，我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，这个钱怎能让我掏呢？你们大房欠我的银两可不是一星半点儿，就当先还一点吧。话说到这份上，张氏也只能悻悻地闭上嘴。顾时金和张氏不再多留，大踏步离开此处。母亲，你怎么那么偏心啊？我可是你的亲女儿，向你要银两买衣裳你不肯给，扭头去给那所谓的远房亲戚银子。我还指望拿着银两添置几件体面的衣裳前往宫宴呢。参加宫宴的都是达官贵人，母亲也不想我在宫宴上丢人吧。哼，怎么个个都说我给他银两？我像是那种会给他银两的人吗？
不是你给的还能是谁啊？他在京城无依无靠，唯一能倚仗的只有您。难不成天上还会无缘无故掉银子不成？就他头上那根金簪，少说也要上百两。母亲您太偏心了。连你也瞧见他头上戴着发簪？啊，他带着女儿拎着大包小包在府邸里走来走去，我又不是眼瞎，自然看到了。这个小贱蹄子竟知道招惹麻烦。哎呀，母亲，我不管，你也得给我银两，我也要买新衣裳，去参加宫宴走点有体面的衣裳吧。我可没多余的钱给你买衣裳，更何况宫宴也不会邀请你去参加。宫宴是不会邀请我，但会邀请三嫂，我可以随三嫂一起去。那可是宫宴，前去参与的都是达官贵人，都是家世出众的公子哥，没准我飞上枝头变凤凰的机遇就来了。他这个最小的女儿已经到了婚配的年纪，若能得一桩好亲事，对侯府而言是好事。母亲，你都给那个远房亲戚银两，却不给亲女儿银两。今日您就算不想给我银两也得给，否则我就赖在这儿不走了。老夫人有苦说不出。银两明明是席静修给萧妹的，但这种话她只能咽在肚子里。不就是要银两吗？我给你，你在这稍等片刻，我这就去给你取银子。老夫人并没有回屋，而是朝着院外走去。母亲，你不是要取银两吗？为何要朝着院外走？难道你将银两藏在了院外？老夫人自顾自踏步离去，并未回应这个问题。席寒柔思索片刻，还是决定踏步跟上。侯府一处小院，萧妹正捧着面铜镜照着，发鬓上的那根金簪成了最好的点缀。娘亲，你可真好看。人靠衣装，佛靠金装，这根金簪可真配我，只可惜银两还是不够啊。若是银两还能够再多些，也便能再多添几件首饰。屋门也在此刻被打开。小妹，拿了银两你就迫不及待地买东西，这日子过得还可真是逍遥自在啊！母亲，您来了。哼，母亲，我给您倒茶。态度谄媚。哼，小妹，你这一身装束是拿了侯爷给你的300两银子置办的吧？母亲，轩轩受了苦，侯爷体恤我们，这才给了我们银两。我便按照侯爷的意思，用这些银两添置了2件衣裳。老夫人直接将他头上的发簪夺走，还把耳环等首饰一并取下。你个没眼力见儿的败家娘们儿，侯府都拮据成这样了，你们竟还有脸动用库房的银两给自己置办这些没用的东西？这可是侯爷用来打点的银两，你就真拿去了啊？也不知道给侯府留点儿，害得库房支不出银两，府中下人延迟3日都尚未发月钱，这传出去像什么话？许嬷嬷见老夫人动手，便也学着老夫人的样子，3两下将席轩轩身上佩戴的首饰取下。娘亲，娘亲，我心爱的玉簪被坏人夺走了。母亲，我并不知道库房的财政情况，侯爷把银两给我，我便拿着，并未多想。你要没开口，侯爷会给你银两，就算给了你，你不是也能拒绝？老夫人并不解气，冲着许嬷嬷使了个眼色。母亲，你这又是在做什么？光天化日之下，你怎么能让人扒我的衣裳？席寒柔也在此刻赶了过来，看到屋中乱成这样，他看傻了眼。母亲，你不是说要给我弄银两吗？跑到这儿来做什么？自然是跑到这儿来给你弄银两，你就站在一边看着便是。许嬷嬷常年干活，手之大，又岂是萧妹能够相提并论？几招下来便落了下风，新买的衣裳被扒了干净，
只剩下李一。娘亲，欺负娘亲，坏人，坏人！这发簪给你戴也挺合适。小姐，还有这衣裳，老奴扒衣服时可小心了，衣裳没有扒坏，还能穿。母亲，这些都是给我的。哼，这是用侯府的银两买的，我想把首饰给谁就给谁。既然给了你，你便安心收着。我就知道母亲待我最好，有了这身衣裳和首饰，在宫宴里也不至于被人看清。得了好处，他一蹦一跳地离开。小妹，侯府可不是你能撒泼的地方，既来了侯府，就给我安分守己。即日起，不许你去见义儿，我会将义儿养在梧桐院。母亲，这样是不是有失公允？这是侯爷让我置办的，月前的事也不归侯爷管，就算问责，也该去问顾时金啊。哼，公允？你还有脸要公允？你拿了侯府发给下人的月钱打扮的花枝招展，还生怕旁人看不到似的，大张旗鼓的走来走去。不愧是出身小家之人，眼界如此狭隘。要不是静修心在你身上，你休想踏进侯府一步。这下话语，老夫人气鼓鼓走了。娘亲，祖母为什么要这样待我们？因为我们最好欺负了，想不被欺负就得反击。我买的衣裳和首饰可不是人人都能穿的。老夫人既想袭寒柔嫁高门，我就毁了他们的白日梦。毁掉，毁掉。梅院，春夏笑得合不拢嘴，有声有色的将萧妹那儿发生的事道出，仿佛当时她就在现场。这种事儿也就老夫人做得出来。扒萧妹的衣服给袭寒柔，这不明摆着给袭寒柔招仇恨吗？若能看到狗咬狗的场景，她乐得其在。夫人，萧姑娘来了，说要见你。刚聊到她就来了，那就将人请来，我倒要看看她想说什么。萧妹抵达屋子时，她敛起了笑容，恢复了一贯的淡漠。顾妹妹，梅院还真雅致啊，四处透露着书香气。没想到今日萧姑娘竟得了空，来我这院子坐坐。今日闲来无事，我便来转转。听闻过阵子有宫宴。不错，宫中进贡了一批罕见的花，这个季节难得还有如此多的花绽放。皇上心情大好，便邀世家年轻人们入宫赏花。顾妹妹，能让我也一并去宫宴吗？萧姑娘，你也对宫宴感兴趣？我从未去过宫里，没见过什么世面，对皇宫不免有些好奇，也想去瞧瞧。好，萧姑娘想去，那便去吧。当然能，难得有机会能去皇宫，去见识一下不是坏事。萧姑娘可得好好打扮，兴许还有机会嫁入豪门。顾妹妹可真会开玩笑，我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，哪户好人家看得上我呀？宫里皆是达官贵人，前去宫宴赏花的不缺乏女眷和世家子弟。萧姑娘可得好好打扮。顾妹妹放心，我定不会给您丢人的。夫人，您当真要把那个狐狸精也带去宫宴？我看到他就不舒服。笨蛋，你当真以为萧妹去宫宴是为了赏花？她前脚刚受了委屈，指不定憋了一肚子坏水，等着找机会算账呢。啊，这么说，宫宴比想象中要热闹，不仅能赏花，还能看戏。那丫头好像有点眼熟。夫人，她就是阿韵。顾世金起身朝着院外走去。阿韵听到动静，立即转头。主人，这是静安侯府，你应当叫夫人。主人。
既然你想这么叫，那就这么叫吧。我倒是觉得主人这2个字更好。阿韵，你进入侯府没几日，身上的伤还没好全吧？怎么不去歇息啊？不能白吃饭，得干活。你拿着这些小石子做什么？弄机关，屋子不安全。你会机关？我倒是听说过这机关，这机关怪神秘的，是不是碰到什么地方就会飞出去见？飞出剑也可以，但这里条件有限。两人叽叽喳喳探讨着，转眸之际，顾时间留意到阿韵耳后的月牙胎记。这胎记，娘胎带的。嫂嫂，席寒柔迫不及待地踏进了院子。嫂嫂，你瞧我这身衣裳如何？挺好看，颜色鲜艳，很适合你这般年纪的小姑娘。嫂嫂，你说参加宫宴我就穿这一身如何？宫宴？我是收到了请帖参加宫宴，但我已经允了萧妹带她前去，若带太多人去不合适。什么？萧妹？嫂嫂，你带一个寡妇去做什么？她自己都认八字硬克夫，宫宴这种场合带她去不合适。可是我已经应了。那又怎么样？就算反悔她也不敢吱一声。罢了，你也一起来吧。多谢嫂嫂。要我说啊，这种场合就不该带萧妹，她只是远房亲戚，连个合适的身份都没有。若是来日有合适的身份呢？才不会呢！就算真有那一日，我第一个站出来反对。一个远房亲戚罢了，还得投靠我们侯府，凭什么让她穿金戴银，过得比我这个小姐还要好呀？说到这儿，是有些奇怪。我看她倒不像是投奔侯府，更像是常驻侯府的。那可不行，我这就去找母亲，让她想法子赶紧将人赶走。我们静安侯府都已经入不敷出了，账面上空空如也，连个铜板都没，怎么还能白养一个大活人呢？而且他还拖家带口。这下话语，他抬步就走。这次宫宴，把二房的姑娘也带上吧。齐之言，夫人，您同意让萧妹和席寒柔去，我能理解，毕竟这2人不对付。可现在把二房的姑娘也带上，这又是什么意思啊？二房那2个都是好人，既是好人，我便拉他们一把，兴许有朝一日，他们还能成为我的人。可是二房会去吗？他们向来不问世事，不参与纷争，不管府中有什么事务都从不参与的。就算二嫂再怎么简居，也会想着为孩子着想。去宫宴也能长长见识，对二房而言没有坏处，他们不会拒绝的。消息很快便传到了二房耳中。去宫宴，若无机遇，我们这一生恐怕也去不了几次皇宫。既是弟妹相邀，自然是要去的。我尚未去过皇宫，若是说错了话，做错了事，岂不是会给侯府招惹麻烦？三夫人背靠顾家，出自名门，论礼节，没人比她更清楚了。你跟着她小心行事，不会有事的。好，直言不奢求荣华富贵，只求母亲身体安康，我们此生能够温饱即可。既然三夫人赏识，你便跟着三夫人多学学。她的学梧桐院内，请来的菜是一日不如一日，肉怎这么小块啊？哎，小厨房的银两用的差不多了，若是再不支点银两，连这点肉都要吃不着了。大夫人倒是把月钱给结了，也留了点钱给大厨房，但这点银子哪里够啊？库房账面还是没银两。是啊，等铺子进账还早得很，这段时间只能勒紧裤腰带撑撑了。石金手里的那几间铺子也没进账吗？
夫人那儿也不知怎的，侯府都拮据成这样了，他也不晓得补贴银两，我们也就从他手里拿了1间铺子，按理说手里头还有好几间呢，何至于哭穷？锦绣和睿智该发俸禄了吧，让他们各自拿1半给我补贴家用，我将他们拉扯到大不容易，拿点银两也不过分。老夫人，您有没有觉得夫人变了很多？往常侯府银两不够，无需我们开口，他自会掏银两补贴，可现在他却装聋作哑，我们也拿他没办法。有理，就算他手中真没银两，大可找顾家讨要，顾家有钱得很，自然不差这点儿。可他要是不开这个口，我这个婆伯母的又不可能拉下脸，这种事啊，实在丢人。看来呀，还是得想办法让静修和他生个一儿半女。只要孩子咕咕坠地，他就一定会将心思放在孩子身上。就算侯府真发生点什么事，他也定会顾及孩子的前程，搭把手的。这顾家也定会给孩子送不少好东西来，我们侯府的财务情况也就能缓解了。那可得等到什么时候啊？远水解不了近渴，更何况侯爷的心压根儿不在夫人身上。那可怎么办呀？老奴倒是有一计。母亲，你可知萧妹也要去参加宫宴？你说什么？萧妹也要去？那种场合她去做什么？哼，许是入宫看看有没有眼瞎的公子哥，瞧得上她这个拖家带口的寡妇。她这种情况只合适在侯府老老实实的待着，若让人瞧出异样，丢的可是整个侯府的脸。就是，哼，要我说就不能让她去宫宴。母亲，你去和她说说，让她别去。就算我和她说也未必有用啊。要我说，稍微动点手脚就能达到目的，还省得费口舌了。动点手脚？席寒柔靠了过来。母亲，这么说你已经有想法了？老夫人扬唇在他耳边低声嘱咐。白驹过隙，很快便到了参加宫宴的时日。顾世金起了大早，梳妆打扮。主人，这是我新研制的小黑球，用来防身用的。这玩意儿是防身用的？这能防身？阿玉捻起一个黑球往地上丢去。阿韵，你竟还有这本事？主人喜欢就好，只是银两有限，我只能做出这种程度的小黑球，不然还可以往里面加些迷药之类的。你要丢也应当去外头丢，丢屋里我们都看不着人了。这些银两你收好，研制机关缺什么便添置什么，不够了再找我要。阿韵呲着牙笑了起来，将荷包收好，又将小黑球放进袋子递给他。几人简单收拾过后便离开了屋子。院外，齐之言正在等候。你是何时来的？怎不让丫鬟禀报？我怕打扰到婶婶，便在外面候着。齐之言这身衣裳朴素素净，平时穿倒是不错，可入宫未免有些寡淡，多根玉簪会更好看些。啊，之言受不起，婶婶随随便便拿出的玉簪便是价值不菲，之言若是收了，日后该如何还？只要有心，怎样都算报答。回报不一定要等价，但凡力所能及，你能问心无愧即可。夫人，您和侯府里的人都不同。静安侯府大门，马车已备好，众人陆续抵达门口等候。萧妹一眼便看到了席寒柔，席寒柔同样看到了他，眼底带着分傲慢。嫂嫂，他怎么也在这儿？都带了这么多人入宫了，再多一个也无妨。
你哪来这么好看的玉簪？该不会是你偷来的吧？不是偷的，是婶婶送我的。嫂嫂，你偏心，她一年到头也没在你面前出现几次，你送她玉簪却不送我。平日我送你的还少吗？可是那都好久了。嫂嫂，我知道你最疼我了，也给我送一根玉簪呗。该出发了，再拖延下去，宴席开始我们都尚未到。小姐，你要的羹汤准备好了。席寒柔也只好断了想要玉簪的念头，捧起羹汤饮了2口。上马车时，他佯装摔倒，有意将手中的羹汤泼到萧妹身上。谁知萧妹早有准备，见他有动静，赶忙朝他身上推了把。席寒柔重重地摔在地上，羹汤洒了一身。呀！好端端的怎么摔着了？是你搞的鬼！和我可没关系，羹汤在你手里，摔倒的也是你，是你用羹汤将自己泼成这样，和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是你推了我，你毁了我的妆衣裳，这件事我绝不能姑息。想去宫宴，看我怎么毁了你！萧妹见状，赶忙藏在丫鬟身后。丫鬟不敢得罪席寒柔和萧妹，只得傻傻地愣在原地，劝阻着2人。这么就掐起来了？哼，胡闹什么？母亲，快瞧瞧你这远房亲戚干的好事！我还想去宫宴，可他却将羹汤洒在我身上，这下我还怎么去宫宴呀？老夫人明鉴，是席姑娘自己摔倒，非要赖到我身上，只因我离她近，就站在她前侧，便将黑锅扣在我头上。有这闲工夫哭，还不如赶紧梳妆打扮，兴许还赶得上宫宴。席寒柔一听，立即止住了哭声，手忙脚乱地朝着府邸内跑。老夫人，时候差不多了，宫宴即将开始，我们得抓紧时间入宫，若是耽搁了时辰，可就要错过宫宴了。母亲，秋冬曾随我进过宫，我将他留下，带小姑入宫，兴许还来得及，能够赶上宫宴。世金，方才你可瞧见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方才场景太过混乱，时金没瞧见。唉，罢了罢了，你们赶紧去参加宫宴吧，切莫因这种小事耽搁了正事。萧妹面上的笑容瞬间连起，毫不掩饰眼中的嘲讽，低声嚷嚷着：“就这也敢！”与此同时，另一辆马车上，方才发生了什么，他可瞧的是真真切切。席寒柔偷鸡不成18米，反被萧妹推了把，矛盾既已挑起，自是愈演愈烈。若是太过轻松收场，也就没意思了。马车一路前行，很快就抵达了皇宫。宫门口停了不少马车，京城世家子弟们陆续踏进皇宫。皇宫巍峨壮丽，红墙黄瓦，雕梁画栋。哪怕不是头次踏进皇宫，顾时间还是被皇宫的气派所惊到。宫宴设在御花园，宴席尚未开始，已来了不少人。嫂嫂，原以为你要赶不上宫宴了，没想到竟这么快。为了赶上宫宴，席寒柔这一路可谓是行色匆匆。她换了身衣裳，便匆匆出府，还带了2个丫鬟在马车上替她重新梳妆，生怕会错过宫宴。我千赶万赶，这才在宫宴开始前赶来。某人不想让我参加宫宴，我偏要叫某人失望，就是要来这宫宴。席姑娘，你这样看我作甚？今日我来宫宴最主要的目的是择婿，若你敢耽搁我择婿，我绝不会放过你。择婿？席姑娘，难道你已有心仪的公子？这和你没关系。总之我择婿关乎着整个侯府的前程，谁敢阻拦便是与整个侯府作对。
那我就先祝小姑一切顺利。事实上，没他辅佐，席寒柔绝无可能嫁入名门。凭着侯府的头衔，想嫁寻常的书香门第并不是问题。再往上，便是痴人说梦。京城的名门世家个个精得很，又不是眼瞎的，自然没人瞧得上席寒柔。小妹，你都好些日子没回家了。大哥二哥。小妹，怎么了？该不会是大哥说错话了吧？小妹，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？告诉二哥，二哥帮你算账。大哥二哥，没人欺负我，我就是想家了。想家？那就回家看看。爹娘可想你了，总是念叨着你，又怕让你常回家不合规矩，毕竟已经出嫁，总不能3天2头往娘家跑吧。席寒柔等人见状识趣的退下，自顾自地逛着御花园。过几日我便回门。参与宫宴赏花的都是小辈，皇上让小辈赏花也是有意撮合这些年轻人，因此年长的都尚未前来。前阵子你往家里送的炭我们收到了，那么多炭顾家过冬够了，母亲还心疼你，让你破费了。如今炭价疯涨，那些炭价格不菲，哪怕我不差钱也不舍得花这么多银两买炭呢。小妹，你有心了。那些炭是我提早囤的，我想开间炭铺，便提早囤了不少炭，谁知炭价疯涨，我这也是正好撞上了风口。不愧是娘亲生的，这头脑不做生意太浪费了。小妹，我那还有好几间铺子缺人打理，你要是愿意的话，我就将铺子给你，挣了算你的，亏了算我的。说的好听是打理，实际上是变着法子想将铺子送给他。二哥，你是什么意思我明白。说实话，我的炭铺挣了不少银两，现在手里宽裕得很，只是我希望做生意的事，两位兄长能替我隐瞒，尤其不能让侯府知道。小妹，你怎么会忽然说这个？难道你在侯府受了委屈？席静修他敢让小妹受委屈？侯府怎敢欺负我呀？就算是欺负，也该是我欺负他们。侯府还没这个本事，能骑到我头上。总之呢，有事就找大哥和二哥，我们自会替你撑腰。我听说近来外头有些不安宁，两位兄长不妨多囤点粮食。我总觉得这世道不太平静。的确不太安宁。兴许过阵子我就会去随军剿匪。虽说京城不缺粮食，粮仓里的米多得很，但我们也能囤点儿，反正都是要吃的。在他的印象中，这年冬季缺粮一事闹得沸沸腾腾，世道很不安宁。冬季又缺炭又缺粮，有不少贫苦人家没熬过这个冬天。几人的交谈并未持续多久，简单寒暄过后便散开。赏花宴男女分桌，快瞧，裴大人来了。裴燕扫了眼女眷所在之处，视线停在了顾时金身上，眸子意味深长，不明所以。顾时金忍不住揣测，是不是自己哪里露出破绽，莫名有些心虚。裴大人往我们这儿看来了。虽说这位裴大人风流成性，可他的长相实在没得挑。话说回来，裴大人这是在看谁呢？席寒柔暗暗地挺直胸脯，露出了女儿家独有的娇羞。她才不在乎裴燕是否风流，毕竟像裴燕这种才华横溢、能力出众，年纪轻轻便是一代权臣的人，有点缺点也是应当的。至少裴燕表里统一，从未隐藏风流的性子。萧妹将席寒柔面上的表情尽数敛至眸子，讥讽一笑。这黄毛丫头连毛都没长齐，一点心事都写在脸上，想让她吃苦头，轻而易举。哼，自然不是看你们的，裴哥哥见过的女人多的是，兴许只是随意一瞥，你们无需多想。这位郡主与太后同出一族，深受太后喜爱，
便将她当亲女儿看待。皇上只有儿子没有女儿，便爱屋及乌，封她为郡主。他和云安郡主并没什么往来，只记得这位郡主嚣张跋扈，从小娇生惯养，想要什么都应有尽有。这些出自名门的姑娘们面对云安郡主时都小心翼翼，唯恐会惹她不快。顾时金只觉得无趣，随意找了个由头便去宫里散步。席寒柔瞅着桥的那一端有些心痒痒，稍稍整理仪容后抬步就走。若是坐以待毙，什么都不干，什么时候才能嫁给裴燕？他并不知情的是，见他起身，萧妹也跟了上来。顾时金走着走着便迷路了，忘记了来的方向。你可记得我们来时的路？忘了。罢了，那边再走走，待瞧见了人再问路。他只打算随意走走，全当散心，因此只带了阿月。主人，快看，那有人！不远处，2道身影穿梭在假山中，不一会儿便从眼前消失。既然前面有人，那我们便跟上去问问路。毕竟这是宫宴，消失太久也不好，还是得尽快回去。在看清前方2道身影时，他瞬间停下了脚步。公子，若被人撞见，光天白日下，我们2人在此，恐怕不太好吧？怕什么呀？小爷我是谁啊？就算被人撞见了，也不会有人敢吱一声的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我们赶紧走。顾时金走得匆忙，不想被人瞧见他来过此地，却意外踩到了树枝。是谁在这儿？这么偏僻的假山也有人来，这是存心想坏本大爷的好事吗？抱歉，打扰了。我们意外路过，什么都没看见，你们继续，全当我们没来。哎呦，你又是哪家的美人啊？我也算是阅你无数，却从来没有见过你。你是哪家的美人啊？离主子远点儿。远点儿？疼！你们可知道小爷我是谁啊？区区丫头竟然敢对小爷动手！今日我必要你们俩好看！顾时金眯着眸，指尖已然捏了把粉末。这些日子在侯府，他也没闲着，炼制了不少药粉。太重踢不动，脚疼。你还会武功？学过点。我乃熹贵妃的亲弟弟，我爹是朝中要臣，御制2品，你竟敢这般无礼！这笔账我记下了，待我见到爹爹和熹贵妃，我一定要让他们替我报仇，到时候你就完了，我定要将你绑来当我的小妾。楚胜，本姑奶奶没找你算账，已经很客气了，你还敢找我？你认得我？熹贵妃的亲弟弟，在京城可是出了名的纨绔子弟，想不认得都难。认得小爷就好，这下知道怕了吧？只要我爹出手啊，定能让你求饶。韩韵，我们一起上，今儿个就来个暴打肥猪。好嘞。阿韵眼前微亮，立即冲了上来。顾时金出手毫不留情，专往肉多的地方打，打得疼归疼，却无伤大雅，顶多是受点皮肉伤。别打了！姑奶奶，我错了呀！本姑奶奶不是你能调侃的。你与宫中的宫女私会，此事若闹大，你们楚家也不好收场。今日这事儿，你最好烂在肚子里，别往外吐一个字，否则就算熹贵妃备受皇上疼爱，也绝护不住你。今日算我倒霉，日后你见到我最好绕路走，否则小爷定要让你知道得罪我是什么后果。我既敢动手，就不怕你背后的楚家。我若记得没错，
你手上还沾着几条人命吧？你做的那些龌龊事若闹大，楚家该热闹了。我们不妨走着瞧，看看谁要绕路走。啊，你怎么知道？我是怎么知道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想怎么做。阿韵紧跟着他离开。只有死人才会永远闭上嘴，今日我就让你带着这些秘密下地狱。主人，小心！阿韵急忙将顾世金护在身后，迅速掏出黑球丢在地上。我虽不怕楚胜，但也不想招惹楚家。打归打，绝对不能将人弄死。我们分头跑，待离开这座假山，跑到人多的地方，他就不敢嚣张。该死！你们两个臭娘们儿跑得可真快，若是让我抓住，定不会放过你们。浓烟不止扰乱了楚胜的视线，也同样扰乱了顾世金的视线。顾世金踩空了，身子重重地跌倒在地上。与此同时，一只手抓住了他的脚踝。抓住了！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跑！这臭娘们儿！烟雾也在此刻消散。阿韵跑在前方，没看到人便往回跑。你竟敢刺本大爷！今日这就是你的葬身之处。在你死之前，我得让你知道本大爷的厉害。我劝你识相的配合一些，不然弄疼了，别怪我不怜香惜玉。楚胜，你可知我是谁？你敢动我一根汗毛，我保证让你生不如死。一颗石子从上方丢出。哪个不长眼的，竟敢拿石子丢本大爷？不长眼，楚胜，睁大你的狗眼，瞧瞧老子是谁。你这胆子比楚雄大，不如我去圣上那，举荐楚雄退位，换你去做那二品官如何？裴太傅，您怎么在这儿？我若不在这儿，那可就错过了场好戏。裴太傅，是我有眼无珠，不知道您在这儿，说了一些不中听的话，还望裴太傅您大人有大量，千万不要和我计较啊！该接受道歉的人不是我。姑娘，对不住啊，只要您守口如瓶，我就当今日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您打我的事，我也既往不咎。滚！楚胜连滚带爬，麻利地离开此处。崴了？待会儿我的丫鬟就会到，我会让她替我叫御医的。你这是在做什么？你的丫鬟到现在都尚未抵达，你确定等有用？难道迷路了？他沉着眸思索着，一只修长的大手也在此刻伸向他的脚踝，狠狠掰去。你在做什么？能不能轻点儿？你起来走两步试试。顾世金小心翼翼地动了动脚，脚踝虽疼，但不崴了。你还会这个？这有什么难的？假山外却在此刻传来几道脚步声。哼，人怎么不见了？我记得裴哥哥就是往这个方向走的，怎么现在却连个人影都没瞧见？你做什么？有人来你便藏起，难不成你还怕被人撞见？我的那些风流韵事，你比我还清楚。我自然是不怕被撞见，可你和我不同。郡主，这里没人，这里遍布了不少假山，弯弯绕绕，可能是裴太傅一晃而过，路过这儿就走了。这些日子裴哥哥未入宫，我都没机会和他单独说上话。原本还想着和他聊点家常，结果现在连个人影都没瞅到。哼！郡主，你没事吧？奴婢这就去请御医。请啥御医啊？可别耽误了本郡主找裴哥哥，他一定就在这附近，我们去附近找找。人走了，我们可以出去了。你没听到云安郡主说要在附近找找吗？倘若这时候我们两个人走出去撞了个正着，你猜猜会发生什么？会发生什么？
不用猜也知道，顾时金定是要倒大霉了。顾时金，你对席进修有几分情在？裴大人对这种事也感兴趣。5年前席进修救了你，你便以身相许。你是否想过，这所谓的救命之恩，另有隐情？裴大人这话又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就是觉得凭着席进修胆小如鼠的性子，可不像是救你的人。兴许救你的另有其人。这件事情从头到尾就是场阴谋，席敬修自然不是救他之人。元安郡主走远了，我们可以出去了。裴燕方才侧身弯腰离开此处，临走前他佯装腿脚不方便，特地伸手抓住了裴燕的手腕。裴燕并未察觉异常，垂眸望了眼他，便停下脚步。顾时金将手搭在裴燕的筋脉上，脉象平稳，平稳间夹杂着难以察觉的嫌弃，这是中毒的征兆。若非有前世的记忆，顾时金光凭这脉象是无法判断是否中毒。不过片刻，他站稳身形，收回了手。毒距离侵入五脏六腑还远得很，只要治疗及时，就不会伤及性命。倒是不用急着将此事告诉裴燕，待来日寻到合适的机会开口也无妨，以免被怀疑。你是在找丫鬟吧？那丫头一时半会儿回不来，晚些时候就会来找你了。你将她支走了？裴燕笑而不语，心事呼之欲出，变相的回应了这个问题。该回宴席了，皇宫人多眼杂，我们不宜一起走，分头走吧。他随意的挑了个方向，抬步就走。裴燕则选了个与他相反的方向离去。裴哥哥，原来你在这儿啊！我找了你好久才找到你。宴席无趣，便出来走走。你找我做什么？裴哥哥，好些日子没见到你了。先前你答应要陪我狩猎，逮一只小兔子给我玩玩的，却一直都没实现。前阵子一直在忙，过阵子空了再陪你狩猎。那等你空了，可千万别忘了我。近来太后一直在张罗着给我挑夫婿，烦都烦死了。你已及笄，太后又向来疼你，自然是希望你能嫁一户好人家。我才不想嫁人呢，那些人长得没有裴哥哥好看，才华也比不上裴哥哥，我根本就看不上。你说的这倒是事实，那些人的确比不上我。裴哥哥，你腰上怎么会有一个香囊啊？香囊？裴燕挑眉，拿起了悬在腰带上摇摇欲坠的香囊，他一眼便认出香囊的主人是谁。许是不经意间从哪勾到的，你若不说，我都尚未察觉有香囊的存在。原来如此，我还以为是哪家姑娘的香囊落在裴哥哥身上了。倘若裴燕将香囊丢弃，他还不会有危机感。可这一次，裴燕却将香囊收下了，并且放进了衣兜里。裴哥哥不是有洁癖吗？走吧，我出来也有一会儿了，该回去了。毕竟是宫宴，不能离开太久。好，我们回宴席。去查查那位姑娘是谁。夫人，阿玉呢？一会儿就回来了。裴燕也回到了宴席上，若无其事的姿态，宛若什么都没发生过。刚才裴哥哥消失，一定见了什么人，去给我查清楚，必须将那女人给我抓出来。他曾绣了只香囊赠给裴燕，却被拒绝。方才宴席上离开的姑娘都有谁？宫女思索片刻，凑到他身侧，低声开口：我倒要看看这个香囊的主人是谁。宴席依旧热闹，顾时金坐在席位上，自顾自地饮茶吃糕点。主人，发生了何事？方才有个黑衣人将我引走，不让我回去。男人身手矫健在我之上，是阿月没用，没能护在主人身侧。
那黑衣人可有说什么？他说有人要与主人独谈，让我别打扰。裴燕的人自然不是等闲之辈。放心，我没事，我心里有数，是不会将自己置于险地的。裴燕身上的毒暂时要不了她的命，但也得尽快清理毒素。只是要如何开口还不让人起疑是个问题。夫人，早就听闻顾家嫡女是京城有名的才女，虽然这些年你嫁人后极少参与京中的事，但我还是常常听到你的事迹啊。事迹？未嫁席静修要死不活，这可不是什么光荣事儿。郡主过誉了，我的那些事还都是当姑娘时发生的，不值一提。夫人谦虚了。听闻顾家嫡女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尤其是绣工了得，不知能否借你的香囊看看？我想学习一下绣工。自然没问题，只是我那绣工算不上好，只能说勉勉强强，还望郡主不要嫌弃。话落，他随手往腰间掏去，这一掏却扑了个空，香囊不见了。顾时金的眼皮猛地跳动着，神经紧绷。郡主假借着看香囊的由头，实际上是在试探他。怎么了？难道香囊不在身上？顾时金随手掏出了另一个香囊，香囊是他临走前顺手拿的，用来装阿韵给的小黑球。没想到这个香囊竟如此快地派上用场。绣工的确了得，云安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。郡主说的这是什么话？放眼京城，谁不知教郡主女工的是赫赫有名的绣娘？论绣工，就我这蹩脚的针线，还入不了郡主的法眼。云安郡主将香囊还给了他，简单寒暄了几句后，便转身离开。郡主好奇怪，夫人，你与这位郡主向来没什么接触，他却忽然跑过来说了两句不咸不淡的话，就连香囊也只是随便摆动了两下，根本不像是来讨教的。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他的真正目的可不是来请教的，而是借着香囊来试探的。我就说裴哥哥不可能会看上已出嫁的女子，既然他身上有香囊，想来裴哥哥身上的香囊不是他的，我们不妨去探探其他人。他向来宁可错杀也不可放，裴燕越是隐藏，他就越是好奇。萧妹从外头溜达了一圈，回到了宴席上。萧姑娘，见过郡主。萧姑娘，你可会女工？我对女工略懂一点。可否瞧瞧你的香囊？我想绣个香囊，但不知该绣什么样的花纹好看，便想参考一下你的香囊。自然没问题，能和郡主这等身份尊贵的人说上话，是他的荣幸。可他总觉得怪怪的。麻烦小姑娘了，我已经看好了，你说起来吧。闲暇时我便在家中做女工，郡主若有什么想看的尽管说。郡主，那儿还有一个。萧妹顺着宫女手指的方向望去，一眼便瞧见了神采飞扬的席寒柔。郡主稍稍在心中判断云安郡主的目的后，席姑娘方才离开宴席也有一会儿了，也不知她去哪儿了，就算是去如厕也早该回来了。席姑娘，见过郡主。席姑娘，你离开宴席的时间似乎有点久，不知方才你去了哪儿？我见周围的花儿绽放的正艳，便起来走走逛逛。他本想勾搭裴燕，却连个人影都没瞅着，只好将目光转向其他公子哥，将希望放在多个篮子里，收获才能更多。哦，席姑娘，近来我在研究香囊，想绣一个给太后，却不知该绣个什么样的花式好，能否拿你的香囊参考一下呢？提及香囊，就在刚才，他将香囊送出去了。香囊？今日出门我没带香囊，让郡主失望了。你没带香囊？离开宴席的所有女子，他都问了个遍，总算让他找到身上没有香囊的人。今日出门实在是太着急，这一急便东丢西落，一时忘记带香囊了。
若郡主对香囊感兴趣，明个我可带着香囊亲自登门拜访。席姑娘觉得裴太傅如何？裴太傅年轻有为，一表人才，是不可多得的朝中栋梁。裴太傅挺不错的。云安郡主将她面上的表情尽数敛至眸底，眼皮子狠狠跳动着，就差没当场发作了。与裴燕私会单独见面的竟是席寒柔。这女人要相貌没相貌，要身段没身段，就连基本的才学都没有。裴哥哥怎么会看上这样的人，还收下了她的香囊？顾时间怜悯地望了眼席寒柔，谁让席寒柔正好撞在这个枪口上。太后到！众人赶忙下跪行礼。今日赏花宴是特地为小辈们准备的，大家玩得尽兴便是，赶紧起身吧。太后，元安就等着您来和我一起赏花呢。瞧瞧这些花开得多艳丽啊！就属你嘴甜。要哀家说，这些花开得固然灿烂，在你面前却黯然失色。花哪有人美？云安，京城有头有脸的世家子弟，哀家都给你寻来了。这些人中，你可否有中意的？元安不想嫁人，元安只想留在宫里陪着太后。胡闹！哀家又不能陪你一辈子，你终究是要嫁人的。他曾向太后表露过心意，想嫁给裴燕，却被太后一口回绝。裴燕风流成性，尚未娶妻便出入各种花楼，时常带女人回府，这样的人配不上郡主。他不敢惹怒太后，便将心事藏在心底，见机行事。太后，我们赏花也赏了挺久的了，光是赏花有些无趣，不如让这些姑娘们弹琴作画，活跃一下氛围如何？也好，赏花宴百花齐放，你们这些年轻姑娘们同样也是花，展露展露倒也不错。席姑娘，我从未见过你弹琴作画，不知能否请您先来露一手？啊！他最讨厌学的便是这些，别说琴棋书画，就连女红都一窍不通。怎么，席姑娘不想为我们大家助助兴，想扫了兴致吗？席寒柔有些着急，求助的望向了顾时金。顾时金仿佛未瞧见他眼神里的求助，冲着他点头示意。席寒柔求助未果，只得硬着头皮将手搭在宫里提前准备好的琴上，就这也敢惦记上他的裴哥哥。他想要收拾席寒柔不要太简单，今日这还不算什么。香妹同样抱着看戏的姿态望着眼前的场景，顾时金似置身事外的局外人，静静地凝望着这一切。年轻公子哥们明显被这的动静吸引，三五成群地靠近此处。他也在人群中一眼就看到了裴燕。裴燕肆意地将双手环在胸前，薄唇微挑，狭长的眸精准无误地锁向他。顾时金别过了头，他可不想因一道视线无缘无故地被郡主盯上。听说靖安侯府这位嫡女不善音律，我还在想能不善到什么程度，没想到琴技竟拙劣成这样。倘若我是他，定然没脸见人了。人群中，一位年轻的公子哥手里正捏着席寒柔给的香囊。公子哥眉头紧蹙，想将手中的香囊丢掉，却又觉得不太合适。琴弦坏了，我还是不献丑了，就将表演的机会交给其他人。嫂嫂，我要先回去了，你想回去就先回去，我会替你掩护。席寒柔撒腿就跑，
早知席姑娘如此不擅长音律，我就不该让她来表演。此事我也有错。大家继续弹琴作画，擅长什么便表演什么。若是不想演也没关系，今日也就是图个乐，重在参与罢了。姑娘们陆续表演。顾时今已出嫁，不便和这些姑娘们争风头。蓦地，一名姑娘重重倒在地上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我家小姐昏迷了，快请大夫来瞧瞧。那不是三品太常医四卿的独女米林吗？好端端的她怎么晕倒了呀？快将御医请来。赏花宴本意是想小姨辈们进宫来玩玩，若是出了事，败家要如何向这孩子的爹交代？顾时今上前走了一步，视线紧锁着米林。他面色铁青，肌肤泛着大块的红斑，有些呼吸不畅。你家姑娘方才可有吃什么？她这症状看上去像是食物过敏。我家姑娘并未乱吃食物，吃的都是宫宴上准备的吃食。回禀太后，御膳房准备的吃食是不会有问题的。在食物端上来前，奴婢们一一验过食物。倘若食物有问题，那么倒下的就不会只有米姑娘一人。让御医赶紧来看看，切莫耽搁医治。你家姑娘可有什么不能吃的？有，杏仁不能吃。我家姑娘对杏仁过敏，吃一点点便会难受。顾时今随手从桌上捻起块糕点。这盘桃花酥里有杏仁，桃花味重，点盖了杏仁的味。杏仁碾成粉末，因此瞧不出是杏仁。完了完了，我家姑娘一点杏仁都碰不得，可方才竟吃了这么一大盘糕点。米姑娘的情况很不好，心跳加速，呼吸紧促，未必等得到御医来。那可怎么办呀？把人抬过去，御医一边来，我们一边过去，速度会快些。顾时今捏住了米林的下巴，随手抄起双筷子压住他的舌根。这番动作极快，快到旁人尚未反应过来，米林便猛地呕吐着。顾时今又拿出了个小瓷瓶，倒出2粒药丸塞进他口中。这药能让你嗓子稍微舒服点儿。你吃了这么大一盘桃花酥，就算吐也未必吐干净，还是得让御医给你开药调养。丫鬟立即冲到他面前嘘寒问暖，搀扶着他起身。御医也在此刻抵达，替他仔细查看着。姑娘吐得及时，若是再晚一点吐，这条命撑不到老夫来。姑娘不妨随老夫去医院，我给你抓些药，你服下后好好调养几日，便可痊愈。多谢御医。见他平安无事，旁观的众人陆续散开。方才出手相助的那姑娘怎么不在了？顾时今的身影早已消失，此刻他正往宫外走。夫人，马车里有备用衣裙，先去换身衣裳吧。回府再换吧，宴席无趣，没什么好待的，提早走也挺好的。主人，拦我的黑衣人就是他。不远处，2道身影正在行走。裴燕身姿孑然的大踏步走在前方，她身后还跟着一位随从。阿月，发生了什么？那黑衣人怎么拦你了？哼，他仗着身手比我好，便挡我路。有朝一日，我定要胜过他，让他跪地求饶。顾时今盯着那道挺拔的身影，兴许他可以变相的提醒裴燕去看大夫。能被裴燕请来的大夫，自然不是寻常人。只要瞧得出端倪，他再趁机说出解药，这份人情自然而然就欠下了，裴燕也不会因此怀疑。顾姑娘可看够了，要不要我走近点儿，给你看个仔细？我就是觉得宫里的花长得挺好看的，一时不由多看了几眼。裴大人，不知裴大人近来睡得可好？是否有失眠多梦的现状？顾姑娘这话又是什么意思啊？
裴大人，我这是在为你的健康着想。本太傅年轻有为，身强体壮，身子好得很。可太傅您常年游走花丛，身子难免跟不上精力。我瞧您面色不佳，应该是有失眠多梦的症状。你这话又是什么意思啊？裴大人，我的意思是您可以请个大夫瞧瞧。你没看到太傅和你家夫人正在交谈吗？怎么没点眼镜呢？还想上去打搅？哼，谁知道你们家太傅会不会动手伤人啊？我自是要时刻护在主人身边的。我们还是别上去看了，就在这后头跟着吧。夫人那边的氛围不太对劲。请大夫？我记得顾姑娘幼时曾学过医术，本以为时隔已久会荒废医术，刚刚才见你救人的时候娴熟得很，不如就让顾姑娘替我把脉如何？自然不行。中毒的事不能通过他的嘴说出。顾姑娘，你试都没试过就敢说本太傅体虚，不合适吧？裴大人，我只是觉得你面色不佳，看上去有失眠多梦的症状，便想提醒你几句。我已出嫁，是靖安侯府的主母，这些玩笑话不宜说。已出嫁又如何？你嫁入侯府5年，却从来没在你屋中留宿过，我都不介意，难道你还在意？说我体虚这事儿是你提出来的，我自然要向你证明一下我到底虚不虚。顾时间的眼皮跳了跳，话题往意想不到的方向逐渐偏离。裴大人，我还有事就不多留了。至于是否要请太医看病就诊，那是你的事，我只是出于忠言提醒一二。把那位医师请来，让他给我把脉。啊，太傅，好端端的怎么要请医师啊？该不会是因为顾姑娘说的那些话吧？顾时金有句话说的不错，近来我的确失眠多梦，服了药症状是有好转，可只要停药又会失眠多梦。哦，属实有些奇怪，看看也好。那怎么有个小厮鬼鬼祟祟的，手里还拿着一个香囊，东张西望的模样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这位夫人，我家公子说意外捡到这个香囊，让我还给齐姑娘。顾时金一眼便认出了这香囊的主人是席寒柔。哦，除此之外，你家公子可还有说什么？我家公子还说京城好男儿千千万万，我家公子无福消受，还望齐姑娘将这个香囊赠与他人吧。我会将原话转给席寒柔。夫人。这时一名丫鬟匆匆而至，来到顾时金面前。老夫人请您过去一趟，说小姐一回来就哭哭啼啼闹腾得很。正好我也要去见她。梧桐院内，尚未踏进院子，便能听到一阵哭声。行了，赶紧给我闭上嘴！都已经到出嫁的年纪，不是小孩子了，还在这哭哭闹闹的，成何体统啊！母亲，我实在是委屈。嫂嫂知道我不善音律，却不出声帮忙说话。但凡嫂嫂帮衬一二，我又怎会在众目睽睽下丢人现眼？母亲，您找我。嫂嫂，你明知我不善音律，为何不帮我？你要是帮了我，我又何至于出丑？小姑，你觉得在那种场合下，我要如何帮你？云安郡主指名道姓，要你上去表演才艺，你能怎么回绝？我要是知道怎么回绝，自己便能拒绝，又何须旁人帮忙？你连自己都想不出有用的法子，我又能有什么法子？更何况，从前我也教过你弹琴，还送了你几本琴谱。原以为你在私下会自己练习，不至于没有长进。
谁能想到，你不仅没长进，还退步了。可，顾时金反手将一个香囊抛至桌上，就连这都被退回来了。顾时金动了动唇，将公子哥所说的话尽数传达。什么？你送出去的香囊竟还被退回了？哎呀，这传出去了，成何体统啊！到时只会被人笑话靖安侯府的嫡女没人要。那还能怎么办？我在宴席丢人都丢到家了，早就被嘲笑了。自己没本事，丢人现眼，怪得了谁？即日起，你就跟时金好好学学琴棋书画，来日就算遇到这样的事，好歹也有一技之长，不至于丢人啊。话说回来，云安郡主怎么会忽然针对你？我们与云安郡主向来没什么来往，你莫不是得罪她了？否则又何至于对你指名道姓？哼，云安郡主的脾气出了名的坏，谁知道她在发什么疯？明明宴席上有那么多人，却偏偏让我弹琴。小姑，我倒是瞧见了萧姑娘在郡主面前。你瞧见了什么？莫不是她在郡主面前说了不中听的，这才导致郡主记恨上我？我也不清楚她说了什么，总之她说完之后，你就正好出现在宴席之上，郡主便朝着你走去。是她，一定是她。出门前她就朝我使坏，到了宫里还不安宁，今日我定要她好看。小姑别冲动，无凭无据冲上去，只会落人口舌。西汉柔怒气冲冲，满心想着一雪前耻，哪还冷静得下来，三两下便冲进了院子里。哎呀，这孩子，侯府这一天天的怎这么多事儿啊，没完没了似的。时金啊，这件事就交给你了，看紧点儿，别让他闹大。阿韵立即窜了出去，拦住了席汉柔。别挡路，这口恶气我定要讨回来。要不是他小人谗言，云安郡主又怎会盯上我？小姑，你的性子如此急躁，这般冲动行事可捞不到好，没准萧妹还会趁此机会倒打一耙。他敢！小姑，去参加宫宴时，我瞧见他推你了，只是我怕影响赴宴，并未提及此事。我就知道是他推了我，险些害得我无法参加宫宴。自从他来了侯府后，就没有安宁的日子，这笔账绝不能不细。小姑，切记要冷静行事，不可冲动。若太早暴露，凭借着萧妹的性子，定会在你动手前就出手。两人的对话并未持续多久，席汉柔骂骂咧咧着回到自己的院子。侯府发生的一切，萧妹浑然不觉。此刻的她还在宫中游玩，萧妹不知道的是，有道目光正直勾勾地望着她。那姑娘是谁啊？怎么看着这么眼生啊？那姑娘眼生的很，想来只是寻常家境，否则不至于如此眼生，连名字都道不出来。这感情好，我就喜欢没啥背景的姑娘。赶紧去查一查，把底细都给我查清楚了。得了吩咐，小厮不敢耽搁，赶忙前去调查。萧妹在宫中逛得腰酸背痛后，这才恋恋不舍地离开皇宫。离开皇宫时，视线还不停地往宫里望。只有成为侯府主母，她才能成为王宫的常客，受到众人敬仰。席寒柔回到侯府后，闭门不出，安安静静，并未找萧妹麻烦。就在顾时金以为这份平静会持续段时间后，一日便折腾出了事儿。夫人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！出什么事了？萧妹那儿出大事了，简直是活该！别急，慢慢说。萧妹的院子里闹出了不少动静，她屋中莫名其妙的出现了成群的长蛇，吓得她衣衫不整，连鞋都没穿就匆匆跑出了屋子。蛇怎么会无故出现在侯府？许是恶人有恶报，
就连老天爷都看不下他的所作所为，便派了蛇来收拾他。我觉得这事有蹊跷，蛇出现的太过突然，你可还知道些什么？我就知道这么多，得知此事，我就迫不及待告诉大家一起乐了，具体细节尚未深究过。既是在侯府出了事，我这个当家主母自然得去瞧瞧。侯府好得很，不管谁家中邪，都轮不到我们侯府中邪出事，得将蛇全都抓住，不可放过任何一条蛇。身为侯府主母，看管不力，自是有责任。你若不认罪，今日我便夺了你的掌家的权利。哟，萧姐姐怎么被吓成这副模样啊？我以为萧姐姐向来胆大，区区这几条小蛇竟然将她吓成这副模样，实在是让人有些匪夷所思。行了，你也别在这幸灾乐祸，当务之急是找到问题出在哪儿，看看这些蛇是从哪儿来的。要是日后我们睡觉时也有蛇爬上床榻，那还得了。顾时金也在此刻走到众人身旁。蛇能爬能窜，就算你躲在树后面也没用啊。萧妹这才惊心胆战地离开自认为安全的地方。蛇都抓干净了吗？萧姑娘，你身后好像还有蛇。此话一出，小美吓得不轻，整个人瞬间跳了起来，朝着院外冲。恰好席静修走了过来。侯爷，可有受伤？有，这是蛇咬的，就连轩轩也被蛇咬了，好在蛇无毒，否则我们母女两个现在已经死了。怎么连轩轩也被蛇咬了？昨夜我和轩轩是一起睡的，谁成想屋中竟出现了如此多的蛇，慌乱间我们就被蛇给咬了。侯爷，这蛇出现的莫名其妙，必须查个清楚啊。萧姑娘，你和侯爷的关系看上去挺不错的。是啊，正所谓男女有别，你怎么能一个劲儿的往男子怀里钻呢？这个混账东西，让他在人前多注意些，千万别露出破绽。感情是将我的话当作耳旁风，熟视无睹了。如今这胆子是越发的大，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，竟直接冲到了静修的怀中。这是生怕不被人瞧出端倪吗？我也是被这些蛇给吓到了，一时失去了理智，这才失礼，还望大家能够见谅。啊，不错，毕竟萧妹是母亲的远房亲戚，沾亲带故的还有些关系。倘若她真的在侯府出了意外，还不知道外头会如何编排侯府呢。我这才稍微的关心了一下。奇奇怪怪。行了，干正事要紧，这些杂七杂八的小事不值一提。顾时进，身为侯府主母，却让侯府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你要如何给我们交代？侯府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你这个当主母的的确有责任。听母亲和侯爷的意思，觉得这事儿又该如何处理呢？自然是该罚的罚，该查的查。时经啊，毕竟你也是侯府主母，这些年为侯府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此事不宜闹大，不如养个孩子分散一下注意力呀。此言差矣，侯府这么大，总不可能什么事都得赖在我身上。前些日子偷盗也赖我，结果是家贼，现在又出了蛇的事，谁知道真相又是什么样？若是来日连丫鬟吃坏了肚子都要怪罪于我，岂不可笑？这两件事自然不能混为一谈，一码归一码。身为侯府主母，看管不力，自是有责任。你若不认罪，今日我便夺了你的掌家的权利。不行，掌权不能交给母亲。这不合适吧？就因为这点小事就要夺走弟妹的掌权，不太好吧？再怎么说，这些年弟妹将侯府打点得井然有序，也就今日出了点差池。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他看管不力，还嘴硬不认错。
若是闹出人命，还了得了？此事我定会调查清楚。至于侯府的掌权，世金啊，你若是不想失去掌权，也不是不行，只是世金自知看管不力，导致萧姑娘受了惊吓，我心甘情愿交出掌权。春夏，你去将账本、护房钥匙以及掌权腰牌拿来，交给母亲。这以后掌家的事，就多劳母亲费心。怎么回事儿？难道不应该按照设想的那样百般求饶，只为能够不被夺权？他怎么给应下了？弟妹，这可是大事，马虎不得，得三思啊！我已经好好思考过了，多谢侯爷体谅。这些年我一人掌管侯府，属实有些疲倦，以后就辛苦母亲替我掌管侯府。不行，掌权不能交给母亲。呵呵，不错，不能给我。我年事已高，哪有那个精力去管理侯府啊？这种事儿还是让年轻人做比较合适。世金啊，方才那些话是静修和你说笑的，掌家权力还是得交由你手中啊。姬驾从夫，侯爷说必须惩戒我，我便依他的意思将掌权交出。这种事情母亲看着处理便是。侯府还有大房、二房，也不一定非要我掌管侯府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想让你低头认个错，并没有真想夺你的掌权。静修就是性子急，说话快，他只是觉得出了这种事儿必须给萧姑娘一个交代，这才说出这些话。世金啊，你不必放在心上。萧姑娘，你是母亲的远房亲戚，深受母亲信赖。既然母亲和侯爷都觉得我必须要给你一个交代，不如我就将这掌权交给你，日后由你来掌管顾家。好啊，那就多谢顾妹妹了，我定会将侯府上下打点妥当。闭嘴，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徐静修赶忙将她拽到一旁，低声说了通。萧妹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没等她开口，一沓厚重的账本便交到她手中。萧姑娘，这2样是钥匙和腰牌，如今管家权已不在我手中，恕我不能调查蛇为何会出现在侯府。你已有腰牌，可随意调动侯府的下人，想查什么自己查便是。老夫人一把超过钥匙和腰牌，想塞给顾世金，谁知他早有预料，后退了一步。老夫人扑了个空。世金啊，小美是从乡下来的，大字都不识几个，让她掌家不合适。无妨，我会帮衬着她，有什么不懂的尽管问我便是。小美不懂这些，倘若出了差池，她没办法负责。熟能生巧，不勇于尝试，怎么知道行不行呢？反正侯爷和夫人都想让我给萧姑娘一个交代，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。他敢？我若提出休妻，他连个屁都不敢放。既然如此，那就麻烦妹妹了。若有叨扰之处，还望妹妹见谅。这以后就让我们一起打理侯府。哎呀，世金不是向来看重侯府吗？今日这是怎么了？掌权说交就交，这以后侯府的窟窿要让谁补啊？对了，今儿个你们应该发俸禄了吧？你给我的脂粉铺不仅没帮上忙，还给我们惹了麻烦。俸禄是我们辛辛苦苦挣来的，你可别想打俸禄的主意。哎，弟妹，你也知道，6品官员只是小官，每个月的俸禄并不多。上次被关押牢房时，你大嫂没少花钱打点。现在天冷，要用钱的地方多的是啊。也是，既然侯爷说我的那间店铺一无是处，不如就将铺子还回来吧。那怎么行？东西都已经送出去了，哪还有要回来的道理啊？既然一无是处，季员外也没有道理继续留着这间店铺啊。明日我就去季员外那儿
以侯爷的名义将这间店铺要回。不行。弟妹，这铺子还是有点用的。若没铺子，我连6品官都当不上。那就请大哥和侯爷一人给我2000两银子，买断这份铺。毕竟你们的6品官还是拿我的铺子换来的。若让人知道你们自己不争气，还得用家中女眷的铺子买官位，不合适吧？你还好意思提铺子？也不看看那间铺子的外债，给我们招惹了多少麻烦。那间铺子的外债都是侯府欠下的，我分毫未取，问心无愧，账本上记得很清楚，侯爷可随时查。难不成侯府用的银两还要算在我头上？三弟，得了好就闭上嘴，在这儿胡搅蛮缠，说通有的没的，这下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吧？没银两可以赊账，只要你们各自签一份字据，日后慢慢还即可。顾世坚随手掏了2份提早写好的字据。你当真要做到这个份上？世金啊，大家都是一家人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这事儿要不就这样先过吧。可是我委屈，侯爷一面说铺子给他们带来了大麻烦，一面又不肯还铺子，看来我只能去找妓院外评评理。我签，不就是2000两？待日后我做了大官，定会还给你的，省得被外面的人说我一个大老爷们儿，还得用女人的钱。席睿智也只好一并签上大名。得知萧姑娘出事，我连饭都没吃就过来了。现在这儿也没我什么事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三弟，好端端的，你为什么非要提铺子的事儿啊？这下平白无故掉下一笔欠款，你又要我如何偿还啊？谁知道顾世金会变成这个样子，简直换了个人似的。三弟啊，这笔债我们大房可不管啊。这笔债我本来可以不用落到我们大房头上的，是你非要激怒顾世金，这才让他想起了这一茬。就是，我们大房前阵子刚垫了府中下人的月钱，这会儿都得勒紧裤腰带过日子。别说是2000两，就算是10两也掏不出了。债务的事情还不简单吗？只要我们放任不管，顾世金又能奈何得了我们什么？可是我们都签下字据了，字据白纸黑字，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写得清清楚楚。若我们出尔反尔，世金完全可以拿此事威胁我们。他敢？我若提出休妻，他连个屁都不敢放。哎，三弟不愧是读书人，思想也比寻常人周到。有你这句话，我也就放心了。我中毒了。哼，既然你们发俸禄了，就各自拿一半上来，上缴库房补贴家用。母亲，我只是个6品小官，就那点俸禄还不够塞牙缝呢。你让我掏出来补贴家用，恐怕不合适吧？不合适？哼，上回那点烂事，你们兄弟2人都被关至慎刑司，老大媳妇儿从我这拿钱时毫不客气，现在就让你们掏点补贴家用，就舍不得了。这银子又不是拿走给我一人用的，是给侯府用的。席睿智愁眉苦脸的从兜里掏出一个荷包，老夫人迅速伸手夺过荷包。轮到你了。母亲，这银两……没等他说完，老夫人直接上手。你们啊，得想尽办法升官，只有当了大官，才有无穷无尽的银两，到时自然也不会心疼这么一点钱了。小妹，你跟我过来，我有话要和你说。小妹只得跟着老夫人走一趟。这个家的主母是顾时金，身为主母，连掌家的权利都没有，像什么话呀？你先替她管2日，过几日就随便找个理由把掌家权利还给她。我们侯府收入少，花销多，这种事就只有她能扛住。母亲说的是，我先管几日，到时候再看看有没有什么合适的借口。
许嬷嬷立马跟上了老夫人的步伐。许嬷嬷，把这1半的银两放置库房，大厨房就能够从库房支取银两，也不至于天天清汤寡水的。再怎么说也是侯府，伙食不能太差。许嬷嬷迅速接过了银两。这些银两不多，但也够大厨房撑上一阵儿的。侯府的下人们也能够吃上1顿肉，这些就给梧桐院的小厨房。再怎么说我年事已高了，总不能整天吃素的，还是得吃点肉补充营养啊。老夫人，这些银两实在是少，远远不够塞牙缝的。侯府的日子倒是越过越清贫，远不如前呢。这样下去的确不行。顾时今也有段时间没往我的院子里送东西了，还是得想办法拿捏他。许嬷嬷，上回你说的那个计策，我觉得可行，只是实施起来……还有老奴在呢。老夫人，您若觉得计策可行，交给我处理便是，我定将此事办得妥妥帖帖，滴水不漏。梅院，待会儿我就将木匣子放到外宅存着，有字据在，我们就不怕大老爷和侯爷赖账。他们可不会在乎这所谓的字据，是不会还银两的。啊，留下这些字据不就是为了让他们还钱吗？有字据在，难道还能赖账不成？想赖账就会想出无数法子，我也没指望着他们能将银两还给我，因为我已经想到了一个能够更好折磨他们的法子。夫人，你想到了什么法子折磨他们？是否需要奴婢帮忙？不急，待时机成熟，你就知道我想做什么。明日我打算回趟顾府，你提早准备好。裴府，一名医师正在为裴燕把脉。医师时而皱眉，时而松眉，面上的表情古怪得很。轩辕夜啊，你这表情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这模样，宛若我得了大病，命不久矣。你的情况奇怪得很。奇怪？哼，想说什么直说便是，不必遮遮藏藏。轩辕翼拿出了几根薄如蝉翼的银针，往他身上的经脉轻轻戳入。我有猜想，但我不敢确认。银针戳入经脉，瞬间转黑。我中毒了。你的确是中毒了，但你的脉象很是奇怪，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古怪的毒。想筛查具体是何毒还需要时间，不过你放心，这毒一时半会儿还要不了你的命，你该吃吃该喝喝，我还有时间查。可知我是何时中毒的？有段时间了，中毒时间大概是在3个月前。这是慢性毒，就算过个小半载也要不了你的命，如果不医治，撑死只能活1年。在毒没发作之前根本察觉不到异样，一旦毒发，就算是大罗神仙也救不了你。哼，能让我中毒就已经成功了一半，只是想要我命的人多的是，想不费吹灰之力将我这条命夺走，绝无可能。就算我死了，也要拉几个陪葬的。我先给你开些药，能够压制毒性，但这也只能是权宜之计，就连我也没有把握一定能够解毒，你得揪点人调查。借人找商臣宣药，他那多的是。话说回来，你怎么会突然来找我给你看身体啊？如果你没让我回来这一趟，等你发现中毒时，这毒就已经侵入5脏6腑了，就等着毒发等死吧。有人说我气色不好，看起来有多梦失眠的症状，便让我瞧瞧大夫。他特地隐瞒了顾世金说他虚的事儿，虚是不可能虚的，这辈子都不可能。他都已经很久没碰过女人，不管谁虚都不可能是他虚。这都看得出来，你的气色不是挺好的吗？
面色红润。那人是什么来头啊？医术莫不是在我之上？不可能，我还以为会有医术精湛的高手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人也算是变相的救了你这条小命。虽然还不知道你具体中的是什么毒，但我们还有时间调查。就算无法解毒，我也能让你活个10余年，否则我这身医术是白学了。裴燕不语，狭长的眸蒙了层淡淡的灰雾。他从来不信巧合，顾世金未卜先知买炭，现在又提醒他就医，结果查出了毒。若说巧合，这未免也太巧了。我还有事要处理，就先走了。至于我身上的毒，就劳烦你多费点心思了。不是说今儿个没啥事儿，能与我好好叙旧吗？我们这都大半年没见了，还有什么事情比和老友叙旧重要啊？裴燕中的毒可不简单，他得尽快着手调查。静安侯府，夫人，要不要叫侯爷一起回门？让他那种人踏进顾家，我只会觉得脏了顾家的门，就不必叫他了。顾世金回门的消息在第一时间传入席静修耳中。他回门了，他怎么不叫我？他还想着多多亲近顾家，看看有没有机会再升上一阶，又或是顾家能不能额外安排点事让他处理。我也是刚得到消息。话说回来，顾时金实在不像话，压根就不将侯爷您放在心上啊。回门这种事竟也不提早告诉侯爷，也不问问侯爷你有没有空，便自顾自回去。哼，我看他这是翅膀变硬了，也不知道他最近是怎么了，竟变得如此嚣张。我看他的心压根就不在侯府上，他根本就配不上侯爷您。这些日子侯府发生了不少事儿，可他连一点忙都没帮上。他的身子早就不洁，根本配不上我。要不是还需要顾家扶持，这会儿他早就被扫地出门了。侯爷，要我说，这管家权力不必还给他，我们大可磨磨他的性子，兴许要不了多久，他就会主动开口想要掌权了。他现在对侯府不闻不问，根本就不帮忙，也没必要让他掌权。行，就这么办吧，先让他挤一挤也好。若有朝一日，我想与侯爷和离，顾家可否支持我？我想了个主意，让母亲认你为嫡女，这以后你便是侯府名正言顺的小姐，轩轩也就有个合适的身份。至于程毅那儿，母亲另有安排。母亲有什么打算？是打算让程毅继续认他当嫡母？可他油盐不进，想让他松嘴不容易啊。席静修的脸颊上多了抹笑意，凑近他耳侧，小声开口：顾家2名小厮正在清扫地面。小姐回来了。快告诉老爷夫人，小姐回来了。老爷和夫人瞧见小姐，定会欣喜。顾时金踏进了顾府，看着周围熟悉的一切，恍若隔世。秋冬，这段时间炭铺盈利大概有多少了？有上万两了，囤的炭已经卖了大半，只剩下小部分没卖。现在天已冷，再过几日就能用上炭了。囤的炭差不多这2天就能卖完。这些银两够了，炭铺关了吧，剩下没卖完的炭都留着吧。不卖了，除了要卖的炭以外，我们自个儿还囤了不少炭，这些炭若是不卖，我们囤着也没用。炭铺的那些老板们已经去其他地方运炭了，虽然还需要不少时日才能将炭运来，但也不至于太过稀缺炭。这个冬天会比想象的难熬，饥寒交迫。反正钱已经挣够了，剩下的炭就当做好事，到时候捐出去吧。把卖炭的这些钱全去囤米，再多囤点肉干和面食。
肉干和面食囤着自己吃，你从附近的城吃进，低价优先购入，这件事要尽快办。可是我们不是已经囤了不少粮食了吗？那些粮够我们开铺子了。用这么多银两囤粮，是不是有些风险啊？不怕，这些粮食不会砸手里，到时候多的是人想要大米。见他胸有成竹、了然于胸的姿态，两个丫头不再多说。梅院很大，可以养几只小羊，到时候烤了吃。好，那就顺带买几只小羊，养肥后大家一起吃。石金，你这孩子回家怎么也不派人提早通知，我好早点让人准备做一桌你喜欢的菜肴。我回家就是来看看你们的，吃不吃菜肴不重要。来都来了，自然得让你吃饱再回去，总不能让你饿着肚子走。爹呢？你爹有事儿出去了，待会儿就回来了。这些日子我倒是听说静安侯府发生了不少事儿啊。母亲放心，静安侯府近来的确是热闹，但这些事都在我能处理的范围中，不碍事。顾夫人这才稍稍安下心，亲昵地牵着他的手。石金，顾家永远是你的家，你若有需要之处，可随时告诉娘亲。听闻席敬修升官了，他已是6品官员，你爹手里正好空了一个职位，是5品官员。若是席敬修有意，可以让你爹安排。不必了，他向来追求脚踏实地，就让他一步一个脚印的走。若升官太快，反而适得其反，容易骄傲。母亲，若有朝一日，我想与侯爷和离，顾家可否支持我？和离不是小事，两位兄长尚未成亲，爹爹又是朝中要臣，一旦和离，势必会影响到顾家。和离？你想和离？阴晴圆缺，悲欢离合，乃家常便饭，我便不由想到这些。你向来知书达理，不是性子莽撞之人，你做的决定想必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总之，不管你想做什么，顾家永远是你的靠山，永远支持你。傍晚，天际游走着朵朵明艳灿烂的火烧云。吃饱喝足后，顾夫人这才舍得放人。有空多回家瞧瞧。这段时间，我准备给你的2位兄长物色一下待嫁的姑娘们，你也能帮忙参考一二。好，大哥二哥都到了成婚的年纪，早点定下婚事也好。离开顾家时，天色已暗。顾世金并未留意到一辆马车正静静地停在顾府前。太傅，人出来了，看这个方向，应当是要回静安侯府了。先去做事吧。太傅，您不是要找他问事情吗？现在若是不追上去，等人到了侯府就不方便问了。天已暗，下次再问吧。反正人就在侯府，不会跑，处理正事要紧。我们的人一直盯着顾姑娘，她并没有什么异常之处。那就继续盯着吧，我会另找时机试探一二。若有问题，破绽是草。静安侯府，几辆马车正静静地停在府邸前，丫鬟们正将行李搬下马车。顾世金恰好回到了侯府，看到这一幕，有些惊诧。这是在做什么？老夫人想去法喜寺小住2日，便命我们收拾行李，明个一早便出发。去法喜寺小住2日，平白无故的，母亲为何要去寺庙小住？老夫人并未说具体缘由，只是说想去寺庙小住几日。弟妹，你回来的正好，我们都在收拾准备，你也快去收拾收拾吧。大嫂，母亲的性子可受不了寺庙那些伙食，怎会忽而提及想去寺庙小住？母亲说近来侯府不安宁，发生了太多事情，便想去寺庙祈福，让菩萨看看她的诚心，以此来保佑我们静安侯府。都有谁去寺庙？大家都去了，母亲这次还把2房也给叫上了，毕竟是为静安侯府祈福，大家都去也是正常的。
我知道了，既然大家都前往寺庙，我不去也不合适。翌日，顾世金起了个大早，梳妆打扮。等他抵达府邸大门时，众人已来得七七八八，几房的孩子们都来了，席轩轩和席承义也一并被捎上了。萧姑娘，蛇的事可查出了眉目？那些蛇来的可还真蹊跷，宛若凭空出现般，根本查不到证据。萧姑娘，这该不会是天谴吧？兴许是你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，蛇便成群结队的前来报复你。否则侯府有这么多人，怎么蛇偏偏往你院子里跑？胡说八道！萧姑娘向来心善，连只小白兔都舍不得伤害，自然不会做出亏心事。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三哥好歹也是个读书人，连这个道理都不明白吗？西姑娘，可能是我有哪儿做的不对的地方，惹您不快了。我这人就是这样粗手粗脚，还请您海涵。还是表妹明事理呀。西寒柔，你性子太过急躁，多向人家学学。顾世金，有件事情我倒是想问你，你回门为何不叫上我？侯爷忙碌，我以为侯爷对回门的事不感兴趣。毕竟昨夜我回门时，府中只有母亲在，爹爹和两位兄长都不在。既然侯爷对两个女人是如何嘘寒问暖感兴趣，下次只有我母亲在时，我定当叫上侯爷。侯爷可千万别拒绝。侯爷怎么不说话了？过几日我还打算回去一趟，和母亲商议给两位兄长一亲。我爹和两位兄长忙得很，都不在府邸。侯爷要不要一起？你爹和两位兄长都不在，我和妇人没什么可说的。那不就是了？侯爷都知道没什么好说的，又何必问回门怎么不叫你？以后这种没理的话，侯爷少说，省得让人笑话，我也能省点口舌。侯爷，要不了多久，这女人就会倒大霉，我们不必在这儿跟她浪费口舌，等着看好戏便是。我与母亲同坐一辆马车，你带着两个孩子跟我们一起吧。众人陆续坐上马车，很快便出发启程，前往法喜寺。房间已经准备好，几位请随我来。母亲，我们具体要在寺庙里待几天？前2日我刚订了件衣裳，琢磨着这2日也该做好了，还得快点回去看看我的衣裳做得如何。哼，急什么？来都来了，就算多待2日也无妨。心诚则灵，若心不诚，又要如何让老天保佑我们静安侯府啊？弟妹，府中库房银两紧缺，但我们这房的月钱却没少过，我还得跟女道声谢谢。胡房，大家同住一个屋檐下，就该互帮互助。弟妹，出门前我瞧瞧老夫人和许嬷嬷商议事情，侯爷和萧姑娘出现后，他们便一起交谈。见我出现，他们立马闭上了嘴，似乎是怕被人听见谈话的内容。我总觉得有些奇怪，兴许这趟出行不是想象的那样和平。二嫂，你的意思我明白，我会留个心眼，小心行事。弟妹对我们二房照顾有加，我也没什么能够帮上弟妹的。胡房，只要有心，不管是大忙小忙都是忙。席之言这孩子乖巧听话，我很是喜欢，我会帮忙打听打听，看看有什么好的学堂能让他去。当真能让他去学堂，那我就先谢过弟妹了。学堂？女子无才便是德，就算是有好的学堂，那也应当是让琪儿先去。弟妹你有心给二房的孩子找学堂，不如也给琪儿瞅瞅呗。好，我给你们留意一下。小妹，侯府的账本你看得怎么样了？老夫人放心，这些日子我已经在看账本了，倒是比想象中顺利，没有什么不懂的，想来很快就能上手了。不是跟你说隔段时间就将掌权交还给顾时金吗？侯府需要你上手什么？
老夫人，我也是想为侯府尽一份力。顾时金霸占着侯府的掌权，却对侯府大小事宜不闻不问，既不掏钱也不出力。要我说，这侯府的掌权没必要交给他。哼，你在这胡说八道什么？这段时间，顾时金只是一时鬼迷心窍，不知道要为侯府着想。只要我能拿捏住他，他自然会变回从前的模样。侯府的库房自然会有人填补上。可他连城中小院的银两都断了，至今不肯续上，未必会像老夫人你想象中那样填补上库房的银两。人多眼杂，该说的不该说的你自己都注意点，别让我提醒你。几位施主便住在这儿吧，寺庙后院分东南西北，你们人数众多，还得分开居住。男人请到北院，其他人则在东南院分开住。顾时金入住东院，山里会比较冷，等到了夜里寒风吹来凉飕飕的，得用炭取暖。这寺庙的风景倒是不错，阿韵，随我走走吧，顺便去上2炷香。寺庙几间院子挨得很近，他对面的屋子住的是席寒柔。主人，这么多人都来寺庙里祈福，你说菩萨当真存在吗？心灵则成，信则在，不信则无。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，总是有超乎想象的存在。迎面而来，一个尼姑撞上了他，将他手中的香撞至地上。施主，抱歉，这几炷香脏了，您稍等片刻，我去给施主您换新的。在看清尼姑的脸时，顾时金的眼瞳猛地一缩。尼姑转身离去，去取新的香。是他。主人，你认得他？不错，我认得。他和席静修曾有一段情谊在，也是我让秋冬去找的人，没想到竟会在这儿撞见他。他是第2个憎恨萧媚的人。尼姑取了新的香，走向他。施主，香取回来了，打扰施主雅致了。会认得你？看施主的穿衣打扮，应当是富贵人家。贫尼倒是头一次见你。稍晚，能否陪我走走，上炷香？贫尼法号望世，在这里人人都称我为望世大师，我都险些忘了我的名字。顾时金缓缓踏步，将香插入香炉中，跪拜在蒲团上，磕了几个响头。望世大师，你当真忘了前尘往事，对以前的一切都不在意了吗？在意又如何？不在意又如何？都已经过去了，过去的事都忘了吧。既然你认为前尘往事都是过去时，不值一提，那你为何还留着头发，没有剃发？贫尼修行还不到位，许是这心里对世俗还有些许眷恋吧。等再过几个年头，就能彻底了然于世。望世大师，我知道一个故事，你可有兴致听？施主但说无妨，兴许贫尼还能替你排忧解闷，也算是做了桩好事。从前有位姑娘，出身书香门第，爱上了年轻英俊的书生，两人甜蜜恩爱，姑娘也便有了身孕。可后来，书生移情别恋，姑娘愿意将就，容忍另一位女子的存在，却落得小产，失了孩子，丢了半条命。书生吃着碗里的，想着锅里的，贪图姑娘的美貌，又舍不得另一名女人。后来姑娘彻底清醒，选择出家消失，视为小产是老天给自己的报应。你是谁？你是怎么知道这些故事？我若说这些是你告诉我的，你可信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今日我们应该是第一次见面吧？我又是如何告诉你这些的？这些都不重要，
重要的是，你当真以为小产是个意外？什么意思？你是想说有人对我的孩子下手，才会导致我小产？你小产前是不是见过萧妹？我是见过她，那时她也说过愿意与我和平共处，还亲自绣了双孩童的虎头鞋赠我。我并没吃她的东西，她也没对我动手脚，我只是闻了闻她的香囊。香囊？问题出在香囊上，是萧妹害了我的孩子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与她无冤无仇，将她视同姐妹，她为何要这样待我，朝我出手？因为席静修心里有你。这个狗男人虽然朝三暮四，但他心里的确有你的一席之地。一旦你的孩子咕咕坠地，你说萧妹又要如何争宠呢？虽说静安侯府已没落，但终究还是个侯门。对于小世家而言，能与静安侯府联姻，的确是个不错的抉择。可那终究是一条人命啊，怎能为了争宠就要了我孩子的命？席静修和萧妹自私自利，他们不仅害了你的孩子，也险些要了我的命。这世间恐怕没有人比我还要了解这两头白眼狼。席静修一直在用我的钱养外室，而那个外室就是他藏在外面的萧妹。你又是谁？席静修的夫人，静安侯府的主母顾世金。你为何要告诉我这些？你既已是侯府主母，想来手握掌权，定然不在意区区一个外室。席静修和萧妹谋财害命，背着我做苟且之事。我告诉你这些，是想帮你，也是在帮我。可我已是出家人，在决意出家的那一刻，就已经将所有的前尘往事都抛之脑后。无妨，等你想清楚了再来找我，不急于一时。邵婉沉默了。主人，你将这些告诉他，难道不怕他跑到那对狗男女面前将事实道出吗？无故小产，导致终身无法生育，邵婉报仇还来不及，自然不可能将这些事道出。现在忽然知道实情，他尚未接受得了事实。我们耐心等等看，兴许要不了多久，他就会来找我。上一世是邵婉找他，这一世是他找邵婉。主人，你若真想报仇，不如我来一刀给他俩一个痛快，这样子报仇比较快。这般行事倒是很符合你的性子，可是如此轻易的就让他们死，也太便宜他们了。我要温水煮青蛙，是让他们失去最不愿意失去的，一点一点陷入绝望，生不如死。主人，不管你做出什么决定，我都会无条件的站在你这一边。有需要阿苑的地方，尽管吩咐便是。入了夜，法喜寺格外的冷。好在夫人聪慧，提早备了炭，否则就凭去年剩下的那点炭，压根就不够过冬。侯府又有这么多人，夫人估计还分不到炭呢。嫂嫂，你在屋中是不是用了炭啊？秋冬打开房门的那一刻，一道身影迅速冲进了屋子。嫂嫂，都知山里会比较冷，但没想到洗法寺里竟会如此冷。不知嫂嫂这儿可有多用的炭，能给我也用用？原来小姑前来是想要炭呀，可问题是，我这儿也没有多的炭。母亲说来寺庙小住2日，我便只带了2日的炭。若是分了小姑，我这就不够了。嫂嫂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侯府上下有这么多人出行，难道你只带了自己要用的炭，压根儿没替其他人准备吗？自然是谁要用谁准备，小姑想要炭，自己买就是。现在炭价飞涨，哪怕是我想给大家备炭，也有心无力，实在是买不起炭。
这些炭还是去年我屋中剩下的。我虽是侯府主母，但也没必要事事都要我处理。如今侯府的掌权也不在我手中，这些事儿不归我管。外面的丫鬟长得眉清目秀，怪好看的。就连丫鬟都这么好看，屋里的主子一定更美吧？再怎么说，我也是三哥的亲妹妹，你总不能只顾着自己取暖，不管小姑的死活吧？你要是不给炭，我就找母亲和三哥要。小姑也是个大姑娘了，行为处事却还和小孩子一样。你若是觉得找母亲和侯爷有用，那就去吧，我不拦你。我这就去找母亲和三哥。可这一次，直到他离开院子，也没有人出现拦住。屋中，老夫人正在饮茶。外头炭价疯涨，我们侯府也只剩下这么点炭了，这个冬天有些难熬啊。哼，怕什么？顾时今背靠顾家，我这个当婆母的想要点炭还不容易吗？老夫人说的是，顾时今的翅膀再硬，也得听老夫人您的。母亲，你快给我评评理！天都黑了，他不赶紧回去睡觉，跑这儿来做什么？许嬷嬷打开了屋门。我瞧见顾时今在烧炭，便想找他要一点炭取暖，可他竟如此小气，连一块炭都不舍得给。母亲，你快替我评评理！这一点小事儿，搁这大吵大闹的成何体统啊！唉，时候不早了，我要休息了，你赶紧睡去。母亲，这可不是小事，连炭这种不起眼的东西他都舍不得给，以后只会更加嚣张。我若是想要点什么金银首饰，岂不是会更难讨要？行了，你不困不想睡，我还困呢。母亲，连你都不想管这事儿，那我今夜就索性睡在顾时今那儿。不行，你不能睡他屋。是啊，小姐，你都已经到了出嫁的年纪了，却还和嫂嫂挤在一间屋子里，成何体统啊？我不管，母亲，你若不肯替我出头做主，我今儿个偏要睡在他屋子里。哎呀，拿了这炭，赶紧给我滚回屋子里去，把门给我锁紧点儿，有事儿没事儿都别出门，别坏我好事。这还差不多。今夜的计划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天色已晚，我们的人再过一会儿也该行动了。席寒柔得了炭，还特地跑去顾时今面前冷嘲热讽了通。老夫人今儿个可还真大方，侯府里的炭一共就这么多，老夫人还舍得给她一把炭，真稀奇。这几日得辛苦你们盯紧点儿，轮流守夜，出门在外必须小心点儿。上半夜春夏守，下半夜我守在屋里以防万一。是夜，几道身影鬼鬼祟祟的在寺庙中穿梭着，两名大汉蹑手蹑脚的朝着屋子靠近，其中一人拿出提早准备好的抹布往他的口鼻上捂，另一人往秋冬所在的屋子吹迷药。外面的丫鬟长得眉清目秀，怪好看的。就连丫鬟都这么好看，屋里的主子一定更美吧？哎呀，美不美的后面也没关系，我们也就是逢场作戏。来都来了，要是不捞点便宜就走，也未免太可惜了吧？不该碰的别碰，我们也就演出戏，若是惹到了贵人，别想活命。屋中，主人醒醒，屋外有人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我就说老夫人怎么会忽而要住寺庙，现在看来这出戏就是冲着我来的。不好了，东院那儿进贼了！我这就将门外这两个鬼鬼祟祟的大汉活捉。既然这出戏是冲我们来的，我们就好好配合。夜黑人静，法喜寺静谧无声。不好了，东院那儿进贼了！进贼？赶紧把我们的随身物品都照看好，可千万不能被偷。进贼的是东院，又不是我们这儿，我们管自己睡觉即可。
东院不是席寒柔和顾时金居住的地方吗？别睡了，我们赶紧去瞧瞧情况，可别让小贼把之前的东西都给卷走了。另一间屋子，娘亲，东院进了贼，我们要不要去看看？是真贼还是假贼还是未知啊，我们先去瞧瞧情况。不一会儿，众人浩浩荡荡的前往东院。家丑不可外扬，这种事儿只有我们顾家自己人知道，怎么把寺庙里的人都吸引过来了？老夫人，我也没想到这件事儿竟会将寺庙众人都吸引过来，我还特意绕开了住持等人居住的屋子。算了算了，事已至此就先这样，待会儿走的时候多赏点银子封口，别让他们把事情往外抖。东院僻静安宁，东院当真进贼了？这里静悄悄的，哪里像是进贼了？哎，要我说，可能是有人瞧错了。夜深人静，外头冷，我们还是赶紧回去睡觉吧。我亲眼所见，有小贼进了寺庙，他们鬼鬼祟祟往东院里跑了，我便迫不及待通知大家前来捉贼。几位施主，抱歉，是我们法喜寺庙看管不力，让小贼进了寺庙。此事我们一定会追究到底，定会将小贼捉住，给大家一个交代。主持啊，我瞧着此处挺安静的，不像是进贼的样子，想来贼也不在这儿，不如你们去别的地方找找看。他有意将住持等人支走。外头怎么吵吵闹闹的？大半夜怎么来了这么多人啊？发生什么事了？阿玉伸手将靠在墙头昏昏欲睡的春夏唤醒。怎么回事？不应该啊！要不我们去搜搜看，兴许人被藏起来了。这位施主，东院见贼了，你可有听见东院有异样？异样？我一直在屋中睡觉，并没有听到什么异样啊。刚才我瞧见有小贼进入了东院，我们还是搜查一下吧，兴许小贼就藏在某个角落。也好。许嬷嬷不信邪，迅速朝着屋子走去。我们也进去看看，倘若东院真进了小贼，还是得尽快将人捉住，以免出什么意外。众人浩浩荡荡地踏进了屋子，屋中并不大，瞬间变得拥挤。大家可一定要将小贼捉住，小贼向来凶猛，没准还带着凶器。我这人又向来胆小，定要将屋子里里外外都搜查仔细了，不能放过任何一个角落。难道母亲安排的人失败了？屋中一共就这么大，就算小贼进了屋子也不好躲藏，看来这里没有人了。稍等，再让我好好查查，毕竟屋子进了贼是大事儿，必须好好搜查。他就连床底下都搜查过了，险些没掘地3尺，可屋子里并没有小贼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夫人，您一直在屋中，就没离开过屋子，也没听到什么动静吗？一个男人也就罢了，居然有2个，小姑玩得这么花。今日有些疲倦，便睡得沉些，的确没听到有什么动静。奴婢听到了，今夜是奴婢守夜。奴婢瞧见有道身影鬼鬼祟祟地朝着席小姐的屋子靠近。夜深人静，天色昏暗，奴婢不敢确定，只以为是错觉。现在又见大家在找贼人，现在这一瞧，看来不是奴婢的错觉。你说什么？贼人往韩柔的屋子走了？老夫人，我们要不要去小姐的屋子里瞧瞧？不行，小贼怎么会往韩柔的屋子去啊？他屋子里又没什么值钱的物件，既然这儿没小贼，兴许小贼早就逃了。老夫人说的是，东院看着静悄悄的，没准小贼已经走了。我们还是抓紧去其他地方搜查吧，别在这儿耽误时间了。此言差矣，我倒是觉得可以去小姑的房间瞧瞧。我们这儿动静闹得沸沸扬扬，就连我都被吵醒了，小姑那儿却静悄悄的，连点动静都没出，实在是奇怪得很。
我们还是去瞧瞧，以免小姑出事。看什么看？席寒柔这会儿睡得正香，就别打搅她睡觉了。就是，要我说呀，大家都散了吧，时候不早了，都赶紧去休息吧。主持，小姑那儿安静的太过诡异，我实在不放心小姑的安全，请你们随我去查看一二。毕竟法喜寺进了贼是大事，必须将小贼捉住。若小姑真出了事，法喜寺恐怕也不好交代。施主说的是，不怕1万，就怕万一，还是得查清楚才能放心呢。不行，再怎么说都是我席家尚未出阁的小姐，这么多人浩浩荡荡闯进她的屋子里，不好。身为侯府主母，言谈举止代表着侯府，连我都不介意有人闯进我的屋子。小姑心胸宽阔，自然也不会在意。更何况在这儿的没有外人，出家人慈悲为怀，实在介意让尼姑们随我们一并去即可。那也不行。顾世金不再搭理他，自顾自地朝着席寒柔所在的屋子踏去。阿玉一脚踹开了屋门，屋中静谧无声。这屋中看上去也不像有小贼啊，想来是我们多心了，还是走吧。来都来了，自然是要查验一下。小贼该不会在床上吧？不可掀床帘，寒柔指定在换衣裳，我们大家先出去，等他换完了出来再问问，不就知道了吗？就是，顾世金才不惯着这两人，猛地伸手一把扯下床帘，床榻上的景象也在此刻一览无余地映入众人眼里。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小姑她怎么……我没瞧错吧？小姑床上竟有2个男人，一个男人也就罢了，居然有2个，小姑玩得这么花。闭嘴，都给我滚出去！是谁如此无礼，在这吵吵闹闹的，打搅本小姐休憩？啊！我床上怎么会有2个男人？怎么会这样？必须得让他们闭嘴！倘若此事传出去，我的名声就毁了，我还如何嫁高门？母亲，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我甚至不清楚那2个人是怎么出现在我屋中的，我是清白的。今日之事，你们不许对外吐一个字眼儿，家丑不可外扬。这件事若传出去，只会败坏我们席家的名声。老夫人，那这些寺庙中的人如何处理？必须得让他们闭嘴！倘若此事传出去，我的名声就毁了，我还如何嫁高门？你也给我闭嘴！哼，这件事我自会处理妥当，多拿点银子打点，他们自然会闭上嘴。老夫人，我们出行并未带太多银两，这银子……老夫人的视线在屋中众人身上转了转。我瞧着外头的月亮挺圆的，我们去赏月吧。赏月？今夜不是没有月亮吗？母亲那眼神明显是在等着有人掏钱，这种时候不赶紧走，难道你还想着掏这个冤枉钱吗？世金啊，这件事对席家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，我们必须得拿点银子打点啊。母亲说的是，的确得拿点银子打点。这件事就交给你处理了，你办事向来稳妥，我也放心让你处理。得多给点银两，必须打点妥当，让寺庙这群人彻底闭上嘴。主持，今日这事儿算家丑，让大家看笑话了。出家人向来不问世事，对世俗的这些事情并不感兴趣。今日我们法喜寺众人什么都没有看到。多谢主持体谅，毕竟出了这些事，影响不好。这些日子侯府也不太安宁，老夫人便想多给法喜寺一些香油钱，希望主持和其他人说说，别对外吐露一个字。施主放心，该如何做我们心里有数。
至于香油钱，按正常的数量给就行了。建安侯府的老夫人体恤寺庙，觉得让你们跑这一趟实在是辛苦，于心有愧。不管给多少香油钱，你们安心收着便是。不愧是石金啊，行为处事大方有度。既然如此，贫道就先谢过施主。主持不必谢我，要谢的应当是侯府老夫人。老夫人客气了，我们法喜寺定当记下您的这份善心，在菩萨面前多多祈祷侯府能够平安顺遂。这些都是我应做的，深夜叨扰法喜寺，若是不做点什么，我都觉得心中有愧啊。时候不早，我就先回屋了，这里就交给母亲处理。这就走了？夫人，这是怎么了？不是说好的给香油钱吗？怎么自己抬脚就走了？几位施主，来之前你们就已经给过香油钱了，也不用再给了。那可不行，一码归一码，这份香油钱是用来封口的。锦绣啊，你是侯爷，这偌大的静安侯府还是得靠你撑起啊。我要认萧妹为干女儿，以后她便是我们静安侯府的小姐了。锦绣，我记得前几天你刚发了俸禄，就拿点俸禄当香油钱吧。老夫人，侯爷的俸禄已经被你拿了一大半走了，剩下的那些实在是不够。闭嘴，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话说回来，那两个男人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床上？此事应当彻查，将事情查个清楚。彻查？你还嫌今日丢的脸还不够多吗？你是想让更多人知道今夜发生的事情吗？是你自己愚蠢，有人踏进你屋子了，你却丝毫没有察觉，让人看了笑话，怪得了谁？明日一早赶紧收拾东西滚蛋，出了这档子事儿，我的老脸都被丢光了，哪还有脸继续待在这儿啊？冬月，好在夫人机智，否则这个黑锅扣在我们身上，想洗都洗不清。侯府这群人无耻至极。秋冬，拿这些钱找说书先生，讲个故事给说书先生听。我要侯府再变得热闹点儿。好，天也快亮了，我也没什么睡意，阿韵陪我走走吧。附近，稍晚。你看到席静修和萧妹了吧？他们二人站在一起倒是郎才女貌，登对得很。这样的登对是建立在害你小产的前提下。席静修对你小产的真相不可能一无所知，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毕竟那时除了你有孕，萧妹也有孩子了。你说什么？那是萧妹也怀上孩子了？席静修也知道真相？他儿女成双，孩子都这么高了。至于真相，你自己查查就知道了。母亲，认萧妹为干女儿的事情，是不是该尽快提上日程？石金啊，有件事我想与你商议。母亲想说什么，尽管说便是。我要认萧妹为干女儿，以后她便是我们静安侯府的小姐了。她年纪较长，便是大小姐；席寒柔则是二小姐。好，这些事母亲您做主即可，我没有丝毫意见。啊，再怎么说也是侯府，认亲这种事，自然是要备宴，好好庆祝。哎呀，你能这么想，自然是最好不过了。备宴这种事儿就交给你了，我相信你一定能将此事办理妥当的。母亲说的这是什么话？如今侯府掌权不在我手中，就算是操办，也轮不到我。小美她不懂这些，若是让她搞砸了，只会让人嘲讽我们侯府不知礼数。你是侯府主母，让你处理此事最合适了。我倒是认为由母亲带着萧姑娘办宴更为合适。再怎么说，这以后都是侯府的小姐，趁此机会多加了解侯府中的大小事项，以免日后嫁人什么都不懂。嫁人？萧姑娘将孩子拉扯到大多不容易，过段时间空了，我再帮她去说说亲，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人家能与她结亲。不行，萧妹已经决定终身不嫁了，这种事儿让她自己决定即可，我们这些外人啊，不宜插手。小姑，恭喜你有姐姐了，以后萧姑娘便是侯府的大小姐，你年岁小她，你便是二小姐。什么？萧妹要成为侯府的大小姐了？这也是母亲的意思。母亲，你这又是什么意思啊？嫌我们侯府太有钱了，还要再养一张嘴吗？哎呀，这事儿和你没关系，别在这瞎掺和坏事儿。吵吵闹闹成何体统？是想让人笑话侯府吗？平白无故，为何要让萧妹当侯府小姐？
侯府有我这位小姐还不够吗？难不成你们和他之间有什么勾当？赶紧给我闭嘴，别在这瞎想。昨夜你闹出的事情还不够大，有本事就把昨夜我掏出去的香油钱还给我，没本事就给我闭上嘴，别在这大呼小叫。三哥，你在威胁我？这可不是威胁，我说的都是事实。你现在吃喝皆是侯府，连替你平时事情的香油钱都掏不出来，这些事情哪有你做主的份儿？母亲，你在笑什么？以后我们的日子只会越来越好，我这是在开心。待老夫人认我为干女儿，我便是侯府小姐，下人们也得称你一声小姐。太好了，这样我就有好看的衣服穿，好看的首饰戴了，人人都得待我恭敬客气。马车猛地停下，我的肉饼发烧什么？让他乖乖闭上嘴之后，老夫人和席静修陆续坐上马车。实在是搞笑，外室摇身一变成了侯府小姐，侯爷对她可还真是良苦用心。毕竟小美为侯爷诞下子嗣，在他们眼中子嗣最要紧。为了侯府子虚乌有的前途着想，老夫人也算是豁出去了。野心越大，死得越快。马车猛地停下，我的肉饼发烧什么？10余道身影从暗中窜出，劫匪身着麻衣，面戴黑布，个个手持大刀，分散开，将侯府的马车围住了。怎么回事？光天化日下居然有劫匪，赶紧报官呐！老夫人，我们已经被包围了，就算是去报官，那也得突破包围后才能报官，必须想办法逃出去。侯府日后还得靠一儿，这孩子不能出事啊！我们侯府都穷成这样了，怎么还会有劫匪来抢劫我们呀？我们好歹也是6品官员，这些劫匪胆子可还真大，竟敢抢劫我们！大哥，我们得将这些劫匪都赶走啊！几房的孩子们都在，这些孩子是我们侯府的期望，绝不能让他们出事啊！你们想做什么？你们可知道自己挟持的是6品官员的马车？母亲，你不怕吗？怕什么？这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中，我没什么可怕的。劫匪掀起了他们的马车帘子，萧妹故作害怕的蜷缩着身子，同时还不忘冲着劫匪使几个眼色。你们想做什么？我们没有钱。侯府主母在哪儿？侯府主母？那辆马车里坐着的便是侯府主母。主人，你们先走，我留下来把这群天杀的劫匪统统杀个精光。劫匪个个都持着大刀，阿韵，你可有把握对付他们？没有，我虽没把握将他们都打倒，但我想逃走绝不是问题，他们拦不住我的。我们见机行事，实在不行，你冲出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，我们再趁机逃走。切记不可受伤，必须要全身而退。主人放心，他们伤不到我。若他们真敢动手，我带1-2个走还不是问题。这是迷药，必要时刻拿来散人护身。哼，你们谁是侯府主母？侯府主母？几位大哥，你们不是来抢劫，是来找侯府主母的吗？哼，我们自然是来抢劫的，只是我们劫的不是财，而是人。我们的目的就是侯府主母。快说，你们几个到底哪个是侯府主母？交出侯府主母，其他人都可以平安离去。若是不交代，你们所有人都得死在这儿。几位大哥，你们要找侯府主母，先错马车了。我们只是一群伺候老夫人的丫鬟。你瞧我头上连个首饰都没有，像堂堂建安侯府的主母吗？不错，我们身穿的如此素净，就是个再也寻常不过的丫鬟了。可是后面那辆马车上的女人说，侯府主母就在这辆马车上。几位大哥，你们觉得刚才那女人穿衣打扮如何？那女人穿金戴银，衣裳华贵，看起来不是寻常人。长得也不错，挺勾人的。难道她就是侯府主母？方才是在骗我们，想将我们支走？你们真的认错人了，我不是侯府主母，我是侯府大小姐。几位大哥，不愧是聪明人，一点就透。也只有侯府主母才有资格穿着华贵。有道理啊，我就说嘛，这一车的女人怎么一个比一个素净？原来只是丫鬟。那女人竟然敢骗我们，还真以为我们好糊弄。我们现在就找她算账。几位大哥，请留步。侯府主母格外狡猾，不管她说什么，你们都不能信。侯爷与主母关系甚好，定会替她辩驳。到时候还指不定会编排什么荒唐的话。再怎么说都是侯府主母，侯府众人定会护着她。你们逮住了侯府主母后，可一定要放了我们呀！这群人不是要去抓顾时金吗？怎么朝着我们走过来？娘亲，他们脸上的表情好凶，好像要杀了我们似的。我好害怕。
别怕，这些人都是娘亲花钱雇来的，他们不会伤了我们的，只是前来随我们演一出戏罢了。你就是侯府主母顾时金？我可是侯府的大小姐，我怎么可能会是侯府主母呢？你们走错马车了，前面那辆马车里坐着的才是你们要找的人。我们的目标就是你，其他人没事都滚蛋！你们真的认错人了，我不是侯府主母，我是侯府大小姐。少说废话，你这个狡猾的女人，休想看骗我们！你们要找的人当真不是我，而是那辆马车上的女人，她才是侯府主母。我虽不知她与你们说了什么，但她一定是在骗你们的。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萧姑娘与你们无冤无仇，为人善良，你们为何要冲她来？你又是什么人？我乃靖安侯府的侯爷，也是朝中的6品官员。你们竟敢劫持侯府，是活腻了吗？就是啊，劫持朝中要员是死罪。就算你们蒙着面不想被人认出来，我们也会动用一切关系将你们找到的。侯爷，这伙劫匪的目的是侯府主母顾时金，但他们现在认错人了。顾时金，你们要找的人在那儿，赶紧放开妹儿。我觉得这事儿得让母亲做主，反正劫匪的目标不是我们，只要抓到想要抓的人，他们也不会阻拦我们，我们不必多管闲事儿，就在边上看着便是。这些劫匪竟是冲着顾时金来的，他背靠顾家，我们还得仰仗顾家的势力。至于萧妹嘛，祖母，刀剑无眼，请你们一定要救救娘亲，娘亲她不能出事。哎，再吵吵闹闹，我把你们一并带走。这没我们的事儿了，赶紧走吧。劫匪的目标是萧妹，我们就别犯这个劲儿，凑热闹，保命要紧。劫匪的目标明明是你，现在萧妹替你吃苦，你就没什么想说的？有，我的确有想说的。车夫，赶紧走。好狠的心，你就忍心看到旁人替你承受本该你承受的吗？这会儿被劫持的人本该是你。兄弟们，我们赶紧上，将他们身上的衣服都扒光，待会儿官兵可就来了。既然侯爷如此心疼萧姑娘，不如就留在这儿，陪她一起被劫匪挟持吧。我反正不想继续待在这儿。母亲，我们还是赶紧离开此处，才好报官。继续在这儿待着，若是惹到劫匪，我们恐怕一个都走不了了。既然劫匪已经摁住了萧妹，我们就先离开去报官，等官府的人到了，自然能够救人。我们继续留在这儿也帮不上什么忙，只会适得其反。三弟，大家都走了，你也别愣着了，赶紧坐上马车走吧。就你一个人在这里也帮不上什么忙，还不如抓紧去报官救人呢。妹儿，你再咬咬牙坚持一下，我这就去报官，找官府的人救你。萧妹看傻了眼，你们这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蠢货，收了这么多的银两，却连一点小事也办不好，白给你们300两定金了。这我们行事隐蔽，从未提过300两的事情，你是怎么知道我们收了300两？因为给你们银两的人就是我怎么可能不知道？你不就是侯府主母吗？休想在这胡搅蛮缠，胡骗我们！你已经骗了我们1次了，还想骗我们第2次？门儿都没有！兄弟们，我们赶紧上，将他们身上的衣服都扒光，待会儿官兵可就来了，得趁早将事情做完，做完才能再拿300两。我给你们400两，你放了我。400两不够，得500两。不肯？你要是不肯给钱，我们可就动手了，到时候你名声不保，别怪我们。我们哥几个已经很久没看洋混了，瞅瞅你这细皮嫩肉的，可经不起折腾。我给，这下能放我走了吧？这笔买卖可真划算，露个脸就能清清搜搜捞800两。要是多来几桩这样的肥差，哥几个发财那是迟早的事情啊！今日我算是看透了，顾时金就是一个心肠狠辣的女人。劫匪要要挟的人明明是她，却意外挟持错了萧妹，她竟忍心看到他人替她去送死。三弟，我倒是觉得你也不必太过责备顾时金。顾时金背靠顾家，可萧妹什么都没有，充其量只是母亲的远房亲戚，这2人之间孰轻孰重，母亲还是分得清的。那样的场景，我们也只能舍其一人，我们也没有抛弃萧妹，现在不还正在去报官的路上吗？三弟，我怎么不知道你和萧姑娘的关系竟如此好？你都已经念了一路了。我只是觉得顾时金的所作所为实在是太过分了。身为侯府主母，应当顾及大权，可他却为了一己之私，无辜的将萧妹拉出来挡道。方才母亲告诉我，那些人是来演戏的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
齐轩轩小声解释着，将萧妹的原话一五一十的道出。演戏？那群人凶神恶煞，个个手持大刀，简直就是夺命阎王，哪里是来演戏的？哄弄小孩罢了，毕竟那么多大刀在，就连我们都害怕，更别说一介孩童了。侯府为了防止劫匪追上，分头回府。方才萧妹的面色可真精彩，真搞笑。夫人，今日这事是谁想对付您啊？是谁想对付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侯府上下一心，只有我始终是外人。而我遭遇的这一切，侯府必须血债血还。哎呀，坏了，马车坏了！发生了何事？回禀夫人，马车坏了，马车前阵子淋了雨，许久没修缮，这木头都要断了。好端端的马车居然坏了，那马车还能走吗？走不了了，再骑下去，马车只会坏得更离谱，根本走不了，得换辆新马车才行。可这荒郊野外的要去哪换马车呀？驿站距离此处远得很，我们这些当下人的多走点路也无妨。可现在外头这么冷，总不能让夫人也跟着我们走吧？小的去前方探探路，还请夫人在这歇歇脚。小的定会尽快带着马车回来。这辆马车虽无法继续前进，但坐着挡挡风还不是问题。这些银子给你置办马车用的。府中其余人的马车如何，我并不关心，但我所乘坐的马车，务必要细细检查，不能再出差池。夫人，快坐上马车吧，外头实在是冷，风吹来凉飕飕的，车夫这一来一回，少说也得1个时辰，待在外头根本受不了。前方有2辆马车，正好朝着我们这个方向过来。我们不如上去问问车主愿不愿意出售马车，若是不肯，只要能捎上我们，就算花一点银子，急急也无妨。如此一来最好不过，在这等着实在是费劲，等回到侯府天都黑了，要是再冒出劫匪可就不好了，还是趁早回侯府比较安全。太傅，您瞧，前方有人的马车换了，那人瞧上去像是顾姑娘，过去瞧瞧。另一辆马车上，那不是顾时清吗？我这满腹疑虑总算可以问出口了，今天我必须亲自试他一二。几位大哥，能否劳烦你们停一下马车吗？我家夫人的马车坏了，这位大哥能不能帮我问问车上的主人能否腾一辆马车出来？我家夫人愿意花银子买。若是不方便腾出马车，那能不能捎我们一程？我家夫人愿意按人头给钱。太傅，您的意思是让丫鬟待在后面那辆马车，就说我只与主人说话。可以，那丫鬟得待在后面那辆马车上，只有你们的主子才能够坐上这辆马车。在这荒郊野外的，能蹭一辆马车回府已经很不容易了，我们就去后面那辆马车坐着吧。这辆马车不是寻常人能坐的，不太可能会伤害夫人。倘若真有什么不妥之处，我们再离开马车。几个丫鬟朝着后面的马车走去。裴燕，好巧。哦，是挺巧的。马车坏了。许久未修缮，马车老化。顾姑娘，你可知道一枝糖？我没听过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是毒药。我跟着师父学过2年医术，常见的毒药我略知一二，可这药我实在没听过。不知裴太傅怎会忽而提及这样的毒药？好奇。我虽不清楚这种毒药，但我可以让师父帮忙问问，兴许我师父明白。好，我倒是不知静安侯府主母还是个热心肠。太傅肯在荒郊野林中载上我，这份恩情自是要还。想来太傅也不差银两，倒不如帮太傅问一嘴，反正就是问一嘴的事儿，不麻烦。你师父是何人？我师父就是个一心扑在医术上的乡野老头，他虽讨厌世间子虚乌有的盛名，因此不问世事，与世隔绝。我不敢保证师父知道一枝糖是什么，我所能做的就是送信问问。无妨，顾姑娘有这份心，也不枉本太傅叫你捎上马车。顾姑娘，我还有一个问题很想问你，你觉得静安侯府上下待你如何呀？裴太傅想知道的话，派人查查不就知道了？顾姑娘，听闻你学过2年医术，却没想到你的医术竟如此高超，光是瞧面色就知晓身体状况如何。太傅过誉了，我就是见您面色差，提了一嘴，又没有替您把脉，我可不敢确认。那就请顾姑娘替我把脉。献丑了。裴燕的身体状况和她想象的一样，毒藏得极为严密，唯有脉象有些许异样。这一世，
裴燕已经知道自己会中毒，定会动用手中的权力想办法医治。如何？太傅的脉象有些古怪，但又瞧不出具体原因，属实有些奇异。哦，说说看，古怪在哪里？太傅的脉象平稳，有节律，按理说一切正常，我却感受到了邪脉。邪脉并在内，往外发。可太傅的身体健康得很，这病又从何而来呢？顾姑娘的医术倒是比我想象的厉害。太傅过誉了，我这点医术算不上什么。若是医术当真厉害，又怎会瞧不出所以然来？只知道脉象有端倪呢。裴燕笑而不语。另一辆马车上，听闻前阵子你们主子买了不少炭。你怎么知道？我乃京中富商，从小就开始经商。京城有什么风吹草动，我第一时间就能知道，自然清楚你们家主子将京城市面上的炭都买走了。上马车时，我们从未说过我家主子是何人，你又是从何知道我家主子的身份的？前面那辆马车是裴燕的，我和裴燕是挚友，所以呢，也就认识了顾世金。你家主子将市面上的炭都买了之后，隔天就传来运送炭的船只翻船。你家主子是从何得到的消息？自然是从……我家主子不过是想开炭铺，便多买了些，谁知道竟如此巧遇上船只翻船。阿韵并未参与几人的对话，自顾自地坐在马车内，视线紧锁着前方的马车。你家主子可真明智啊！如今京城炭价飞涨，你家主子这次挣得不少。哎，话说回来了，你们可知道这运送炭的船只是大皇子的？大皇子的车？大皇子有钱得很，就算一船的炭都翻了，对他而言也无关紧要。哦，我这儿有些果子，你们尝一尝，味道如何？众人并未犹豫，拿起果子吃起。哎，我听闻你们主子还买粮米了。不错，我家主子将炭卖完后想开间粮铺，便稍微囤了点粮米。可是我听说你家主子囤的可不是一点粮啊。银子多的没地方花，我家夫人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了。我家夫人再不花银子，这些银子恐怕就要被静安侯府的人给花光了。就算粮食卖不出去，亦或是亏本，对我家夫人而言都无妨。静安侯府，哼，小美被一群劫匪挟持，也不知道现在的情况如何了。估计情况不太妙。萧姑娘虽已生下孩子，体态样貌犹如待出阁的女子，依旧美貌如花。那群劫匪又都是大汉，不用想都知道小美落到他们手中会有什么样的下场。别在这胡说八道，小美一定会没事的，我要亲自带人回去找找。胡闹！我们已经报官了，这种事就让官府的人去即可。你可是侯爷，若是栽在那些劫匪手中，你让我们其他人该怎么办呀？母亲说的有理，倘若连官府的人都帮不上忙，更别说是我们。三弟，你过去也只有给那些劫匪打打牙祭的份儿。我觉得大嫂言之有理，小妹长得还行，落到一大堆男人手中还能活着就已经很不错了。哎呀，行了，外头风大冷得很，我看你呀也别在这站着了，赶紧回屋里去吧。屋中还比较暖和，再怎么说你也是侯爷，总不能染了风寒吧。席静修在心中再三斟酌后，踏进了侯府。一辆马车也在此刻停在了侯府前。媚儿，我就知道你一定能够平安归来。总算是平安回到侯府，见到侯爷，媚儿这心中实在是委屈。小妹，你毫发无损的回来了。萧姑娘，我们前脚刚回侯府，你后脚就回来了，这速度还挺快啊。此事说来话长，总之这趟有惊无险。有惊无险？那些劫匪可都是正儿八经的男人，会如此轻易的将你放回？不会对你做点什么？西小姐，你这话说的可就过分了。我是清白的，那群劫匪连我的一根手指头都没动，但把我身上的财物都抢走了。说来我这运气也算好，路过了一帮会武功的江湖人，他们见义勇为救了我，还将我平安送到茶馆，我这才能如此快地赶上大家的步伐，回到静安侯府。如此一来，皆大欢喜，也难怪萧姑娘能够这么快追上我们，原来是有贵人相助。行了，既然平安无事，那就赶紧散了。奔波一日，我这身子早就累坏了，得好好休息休息。许嬷嬷搀着她离开，其他人也便陆续散开。侯爷，我们也回去吧，两个孩子定然受到了惊吓。罢了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反正我已经累坏了，
不想再管这些事情了，你看着办吧。2辆马车正在京城中行驶着。太傅在这儿，把我们放下吧。人多眼杂，若是让人瞧见我是从你的马车里走下的，难免会惹人非议。停下马车，几人陆续离开马车。哎，菜菜，方才我打探到了什么？打探到什么呢？哎，什么也没有打探到。哎，新雪，当真只是巧合，他们并不知道那艘船的主人是大皇子，话语间并无破绽。你和顾世金同坐一辆马车，可有试探出什么？你帮我查个人，去查查顾世金的师傅，看看此人有何来历。师傅？你查他的师傅，是想知道能否替你解毒？轩辕元义这么快就将此事告诉你了？那可不，我们可是过命的交情，这种天大的事情自然得第一时间告诉我。夫人，此人看似大大咧咧，实则心思细密，话语间尽是试探。你们答得很好，滴水不漏。我也是这么应付裴燕的，只是他和裴燕是什么关系？是挚友。商晨轩说他们从小就认识，只不过他们2人选择的方向截然不同，一位选择从商，另一位选择入朝为官。裴燕身边的人没一个是简单的，一个比一个精明。与他们交谈时务必要小心谨慎，不可露出破绽。看来人都已经回来了，萧妹被劫持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事情就是我们看到的那样，劫匪本想挟持顾世金，却被顾世金3言2语耍得团团转，硬是将我绑走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想说的是，轩轩说那些人都是你花银两过来演戏的，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啊？原来侯爷都已经知道了，那些人是我安排的，就为了能够教训顾世金，只要能够手握把柄，何愁他不会向我们低头呢？日后有计划，提早通知我一声，以免我替你担心呢。若非轩轩主动告知我真相，我一定会寝食难安。侯爷放心，日后有计划一定告知你。我也是忽而心血来潮，这才有所行动。这几日，侯府掌权都在你手中，顾世金似乎并不在意，压根也没提起掌权要回的事情。但这个掌权终归得还给他。侯爷，我打算晚些时候再将掌权还给他。老夫人决定认我为干女儿，既然都认亲了，总归得操办宴席。我便想着利用手中的掌权好好操办，这也是顾世金的意思。他并不打算插手此事，也没打算掏钱。可有萧妹的下落？老夫人前脚刚回到府邸，小姑娘后脚便回来了。回来了？她被10余名手持大刀的劫匪挟持后，还能平安归来？小厮忙将萧妹的原话转达。命真大，这都能让他遇上好心又会武功的江湖人士，竟让他毫发无损平安归来。可那块地方荒郊野外凄凉得很，我们行走一路连个人影都没瞅见，要不是正好撞上裴太傅，这会儿哪能到侯府呀？可若说是巧合，也未免太巧了。夫人，劫匪本就是冲你来的，却意外绑了萧妹，又将她平安放回，怎么看都不对劲儿啊。我在外并未树敌，只有可能是侯府有人想对我动手。我们走时，劫匪已经将萧妹围住，劫匪想动手早就动手了，他根本撑不到有人救援。这其中疑点重重，兴许他认得劫匪，又或是侯府其他人对接劫匪。总之这笔账一并算在侯府头上，不管谁动手，对我来说都一样。快瞧，那有道身影正在徘徊，瞅着像2房姑娘。婶婶，您回来啦？你在等我？我们回来时并未瞧见婶婶，母亲有些不放心，便让我来瞧瞧。她还说，若是天黑您还没回来，就去报官，找官府的人帮忙找。2房有心了，回去后告诉你娘，就说这份心意我谢过了。既然婶婶平安归来，我也就放心了。我现在就回去将消息传给娘亲，省得她担心。没想到2房是最有心的，难怪夫人有意帮衬。放眼整个侯府，也只有2房知恩图报值得帮衬了。夫人，老夫人让老奴问问您这儿可有多的炭啊？没有。那不是还有炭吗？这些炭也就几日的量，冬季漫长，我还得省着用呢。我记得母亲将库房里的炭都要走了，想来也不会图我手中这么点炭。你，这是老夫人的意思。老夫人命老奴前来过问夫人这儿可有多的炭。老夫人向来怕冷，若没有炭冻坏了身子，便是夫人不孝。这样的罪名，
我可担不起。担不起就对了。府中还有大房、二房，这2房可给母亲公探了。不孝的罪名都落我一个人头上，不合适吧？大哥和侯爷，是不是也得担着？可你是侯府主母。话说回来，我屋中的炭也不够用了。往年母亲那儿炭都是我准备的，可现在我手中的炭实在是少。母亲身为长辈，是不是应当体恤小辈，给小辈送点炭，也不过分吧？离开门院后，许嬷嬷一路赶往梧桐院，添油加醋的将顾时金的话转达。他当真是这么说的，不仅不肯给炭，还想让我给他炭。千真万确，老奴将夫人的原话一字不漏的转达，他就是这么说的。这些日子，顾时金变得是越发的不像话了，又没冲他要银两，只是讨要点炭取暖用，至于这般小家子气吗？老夫人，夫人如此嚣张跋扈，无非是我们手中没有她的把柄。法喜寺一事计划失败，我们应当再想想法子。哼，行了，还嫌事情闹得不够大吗？别瞎折腾了，安安分分的过日子才是最要紧的。去，把静修唤来，我得跟他好好说说。整日绕着香妹那个狐狸精团团转，像什么话呀？赶紧把心思给我收回来。定是他太久没有宠幸过顾时金，这才让他性情大变的。前往梧桐院的路上，许嬷嬷迫不及待地将发生的事尽数道出。放肆！他屋中明明有炭，却舍不得把炭拿给母亲。往年他不是不用炭都行，现在怎么变得细皮嫩肉了？侯爷，您可是他的夫君，得出面好好管教一番，否则他的气焰只会更加嚣张。愣在屋门口干嘛？外头还冷，赶紧进屋说话。母亲，许嬷嬷将方才的事情都告诉我了。顾时金他作为人夫，一世儿媳，于情于理都该无条件的孝敬母亲，可他却连炭都不肯给。哼，还不是因为你整日往香妹的院子里跑，冷落了顾时金。成亲5年，你都未曾在顾时金的屋中留宿，他心灰意冷，导致性情大变，也在情理之中啊。要我说，你还是得跟他亲近亲近，再生下一儿半女才行。不行，那女人的身子早已不洁，根本就配不上我。母亲难道要我去宠幸一个失了贞洁的女人吗？媚儿的家世比不上顾时金，可她温柔善良，身子清白干净。我这也是为了你，为了侯府着想啊。毕竟你冷落她太久，导致她对侯府不上心，我们什么好处都捞不到啊。可我实在放不下心结。唉，若有顾家扶持，何愁不能升官发财？为了前程着想，拉下脸又有何妨啊？母亲，这下可怎么办呢？我的清白，我的名誉都扫地了。发生了何事？你怎么哭成这样啊？又不是天塌下来了，至于哭成这样吗？别让人瞧了笑话。这回天当真塌下来了，法喜寺的事传开了，现在外头都在说我不守妇道，尚未出阁却和外男苟合，而且还是1战2。什么？这件事传开了？平白无故的怎会传出去啊？知晓这件事的人都是自己人，难道法喜寺那边不守承诺？我与户部侍郎家的李小姐去听曲儿，意外听到说书先生正在编排是非。说书先生怎么会知道此事？不太合理啊。我这就去报官，让官府的人将法喜寺的人统统抓起来，将此事调查个水落石出。不行，不能报官。要是被官府的人查到他身上，到头来成了母亲算计自家女儿，侯府的名声将会更差劲儿。不错，不能报官。一旦报官，相当于坐实此事，你想辩解都无用。没有报官，还有回旋的地步。别人问起，你一概不认。这也不行，那儿也不行，我干脆找根柱子一头撞死，以证清白。去，先把众人都聚一起，细细盘问昨夜的事是谁泄露出去的。法喜寺里发生的事情已经传得沸沸扬扬，说书先生点名道姓地说西寒柔不守妇道，这件事情知道的人不多，泄密者定然在你们当中。
这事儿传开了，事关名誉，此事我定要查个水落石出。这些日子，我正在为你挑选京城适龄男子，还想着为你看看婚事。这下可怎么办呀？是你！看到萧妹在偷笑，顿时火冒三丈的冲了上来。放眼侯府，与我最不对付的只有你。徐寒柔，你疯了！闲着没事揪我头发做什么？赶紧给我放开！你毁我名誉，害我无法嫁入豪门，这笔账我今日就要和你算清。我才懒得费那个劲算计你，别在这儿无缘无故冤枉好人。萧姑娘平时看起来柔柔弱弱，没想到动起手来竟还压小妹一头。小妹可是出了名的泼辣蛮横无理啊！是啊，可真惊人。来人，快将这两人给我拉开！丫鬟们火急火燎地冲上来，迅速将两人分开。喜寒柔，不许胡闹！小妹不是这样的人，是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的。不是他还能是谁？放眼整个侯府，最有可能泄密的就是他。他哪有那个闲工夫跑去找说书先生散播流言蜚语？知道这件事情的又不只是他一个人。哼，侯爷是觉得这件事是我做的？哼，我可没说是你做的。嫂嫂，这事儿不会真和你有关吧？唉，实在令人心寒。这份帖子记载得很清楚，将家世清晰写明，是今有心了。帖子里有好几户世家公子，也是我曾相中的。可现在出了这档事儿，又有谁看得上我？这事儿和我们大房无关，也不是我们二房干的。那可怎么办？散播流言蜚语的也有可能是下人，法喜司那边我也会派人探探口风。你就当这件事没发生过，不管谁问起都否决，认定是污蔑就好。就算我否认也无济于事了，已经没有高门肯娶我为妻。没有高门也无妨，只要家世清白，人品尚可都行。更何况还有石金在，有他帮衬，再不济也能嫁个书香子弟。嫂嫂，我的婚事只能靠你了，你若能帮我，待我出家后绝对不会亏待你。至于所谓的好处，也只是嘴上说的好听罢了。前世的席寒柔就是这么做的。平白无故毁容，我才委屈呢。席寒柔少在那儿发疯，你那点破事我一点都不感兴趣。就算我现在的情况糟糕，那也远比你好。你克夫是寡妇，还带着一个拖油瓶，这辈子都不会有人敢娶你。行了，都给我闭嘴，少说几句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老夫人，出事了！又出什么事了？侯府的铺子出事了，负责看管面馆的张三上吊在铺子门口，现在人人都说铺子不吉利，不肯挨了。张三上吊了啊！不错，就是他。张三可是个大厨，煮的面味道极好，好端端的却吊死在铺子门口，把官府的人都引来调查此事了。怎么会这样？那家面馆每日都能有上百两的盈利，虽说这银子不多，可对现在的侯府而言要紧得很呢。铺子死了人多不吉利呀！唉，这铺子怕是要关门大吉了。老夫人，这还不是重点，要紧的是要如何安抚张三的家人。小的听说张三上吊前几日，萧姑娘曾单独约见，后来张三就变得奇奇怪怪。这事儿和我可没关系，是他自己要上吊的，可怪不到我身上。我找他只是了解一下铺子的情况。平白无故的，你找他了解铺子的情况做什么？侯府的掌权在我手中，我自然要上点心，竭尽所能打点好一切。萧姑娘有心了，看来侯府掌权没有交错人，肯为侯府花心思就足够了。那是。官府的人现在就在面馆调查此事，张三家中的妻儿老小都来了，哭得撕心裂肺，说是要找萧姑娘讨要说法。如今张三的尸首就停在面馆，好好的一间铺子硬是成了灵堂，多不吉利啊！我细细查过账本，账本上的银两支出根本就对不上。后来我便发现张三每个月都会多从账面上支取10两，我自然不能留这种手脚不干净的人，限他3日内离开铺子。谁知道3天一过他就上吊了。总之我问心无愧。我就知道你不会害人。张三手脚不干净在先，你让他离开铺子于情于理，就算官府的人问起，我们侯府行得正坐得直，怎会因为这种人坏了名声？张三在面馆干了10余年，或多或少也该攒下些积蓄吧。他害得静安侯府声名狼藉，让他出点钱也不过分。
言之有理。有老夫人出面，我就不去了。府中还有些账本没理完，我还得继续看账本。小姑娘，别人可以不去，但你必须去。张三一家老小是冲你来的，自然得由你将事情说清楚。翻看账本，不急于这一时半会儿。石金说的对呀，小姑娘，我们赶紧去瞧瞧吧，可别让旁人坏了我们侯府的名声。这间铺子还得继续盈利，我已经垫过一次下人的月钱，不能再让我垫了。侯府正是用钱的时候，铺子还得继续挣钱呢。官爷可定要替我做主，我一大把年纪，白发人送黑发人，心痛如疾，实在是难受呀。我儿死得太憋屈了，堂堂一个大男人，硬是被萧妹、被靖安侯府逼得上吊自杀。哎呀，此事官府定会查个水落石出。哎呦，孩子他爹向来实诚，这么老实巴交的一个人，只会受人欺负呀！胡闹！靖安侯府岂容外人诋毁？哎，快瞧，那位便是靖安侯府的老夫人。听闻这位老夫人癖好特殊，喜欢身着礼衣睡大街上，上回可有不少人瞧见了。当时我就在场，看得真真切切的。这位老夫人连鞋子都没穿，赤着脚，可搞笑了，和往常端庄威严的模样截然不同呢。锦绣，将外面这群嚼舌根的都给我赶走，再敢胡说八道，我就报官将他们通通抓起来。靖安侯府岂容你们一群小小评头论足，赶紧散了，否则休盖侯府不留情面。小美，是你将张三逼死的，你必须血债血还，一命还一命。你个泼妇，有事没事别在这儿撒泼。你面前的这位可是靖安侯府的侯爷，还是朝中官员，若得罪了他，后果自负。小美逼死张三就得偿命，若是侯爷执意包庇这个杀人凶手，我就算豁出去，也一定要靖安侯府给我一个交代。别说的那么难听，张三是上吊自尽，不是旁人害的。小美可不是杀人凶手，更何况张三手脚不干净，每个月都偷偷的从面馆账面上支出10两银子，这笔账又要怎么算？小美命他3日之内打理好铺子走人，有何过错？是他非要自尽，怎能怪罪小美？就是，张三有错在先，你们竟还有脸报官？就算我们要求你们将张三偷走的银两还回来，那也是天经地义。孩子他爹是时常从账面支银子，但他只要发月钱就会补上这10两银子，这账本上都记载的清清楚楚，你们随意翻。我们张家不欠面馆，也不欠侯府1分1厘。小儿年幼体弱，常年需要大量药材养身子，大夫固定时间采药，孩子他爹这才需要提前从面馆账面支银两的。老夫人愣了愣，齐静修不由多看了眼萧妹。萧妹只提张三支取银两，压根没提将钱补上的事儿。侯府也不是没有人情味儿，只要将银两补上，就算提前支取银两，也不至于小题大做将人赶走。再怎么说，张三也在这间铺子里待了10余载，还是老侯爷亲自带进来的。夫人，这银两不是……那也不行，不问自取便是偷窃，就算将银两补上那也不行。若是人人都因急需用钱都来支取银两，那还得了？哼，这话说的是，铺子上个月才盈利了100余两，这人人都来支取银两，铺子还来不来了？可这是老侯爷的意思。张三与老侯爷在战场相识，还曾救过老侯爷一命，奈何后来摔断了一只腿，瘸了。老侯爷念旧情，安排他来此，允许他必要时支取银两，老侯爷还让他不用还。张三这孩子过意不去，用了银两都会补上。这事儿，面馆里的2个老伙计们都清楚。小美嫌孩子他爹每个月能领20两银子太多了，便想着将他赶走，可这也是老侯爷的意思呀。老爷子原本还嫌给的少，是孩子他爹觉得有亏不想多拿，这些月钱都是孩子的救命钱，为此孩子他爹还特地下跪，哪怕只有10两都没问题。老侯爷的命价值万千，就算将这间铺子都赠给张三也不过分。
这该死的张三，早点将实情道出，我又何至于将人赶走啊？靖安侯府这番作为太不地道了。再怎么说，张三也救了老侯爷一命，侯府却将人活活逼死啊！哎呀，若是老侯爷在世，定不会吝啬这20两，没准还会给更多。更何况张三也是为了给孩子治病，这才支取银两，又不是没补上。小妹，你怎么不早点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？我这也是想给侯府省钱，谁知道会将事情闹成这样。你们侯府此番做法虽未触及法律，但实在不道义。母亲，这下该如何是好啊？自然是想办法堵上这家老小的嘴了。这外头凑热闹的人越发的多了，赶紧将门关上，别让人看了笑话。小美，瞧你干的好事儿！你们想要如何解决此事？血债血偿，谁逼死孩子他爹，就让谁偿命。今天我就要替我可怜的儿报仇雪恨。张奶奶，小美往日最疼惜的就是这张脸，悠着点儿，切莫伤到她的脸，要是毁容可就糟了。啊！疯了！快给我拦住他！侯爷，快救我！官差还不快点把这泼妇给拦着！我若出事，侯府绝不会善罢甘休。小姑娘招惹谁不好，偏偏招惹这一家子。要我说，乡下来的就是比不上出身世家的顾时金。哎，张奶奶，别冲动啊！伤到人还得坐牢，孩子还小，身边还需要有人照顾。孩子爹已经没了，奶奶可不能坐牢啊！我儿被逼死，这笔账绝不能姑息。靖安侯府必须给我一个说法。哎呀，斯人已逝，一命换一命，并非明智的选择。你想要什么尽管说，只要别将事情闹大，我们定会竭尽全力满足你的。啊！我的脸，我破相了！那个泼妇伤了我的脸。萧姑娘还是尽快请个大夫看看吧，不然等大夫到，伤口就愈合了。的确得尽快请个大夫瞧瞧，可不能留疤痕啊！当务之急是赶紧解决此事。你这个罪魁祸首，不想着帮忙也就算了，还在这小题大做。怎么会是小题大做？张三是自己要上吊的，和我无关。更何况为了这事儿，我都伤到脸了，也该扯平了。你说什么？这么一点伤就能和人命相提并论？若我脸上也擦破点皮，是不是就能换你一条命？我乃是靖安侯府大小姐，和你们这等平民百姓自然不能混为一谈。我这条命可比你们的值钱多了。住嘴！这件事唯有血债血偿才能摆平。只要小美活着，孩子他爹的棺材就会摆在这儿，一日不挪不下葬。你们切莫胡来，否则我就报官，将你们都抓起来。上一世，我怎么败给这种脑子进水的女人的？世金啊，依你瞧，这件事该如何处理呀？时间愚钝，想不出解决对策。你怎么会想不出来要如何处理？你是真想不出来，还是不想帮忙？依侯爷所见，此事要如何处理呢？自然是用银子摆平。既然侯爷已经想到了解决对策，也就不用我再多说，想必侯爷自己便能够解决。你是侯府主母，侯爷清楚要如何处理。况且萧姑娘即将认母亲为干女儿，她马上就是侯府的大小姐。论辈分，母亲是长辈，为女儿摆平事情理所当然。上有母亲和侯爷，还有我什么事？哼，这件事我可不管。这种出人命的大事，侯爷身为一家之主，又是朝中官员，自然是要由侯爷出面解决。侯爷，我们同住一个屋檐下，又是一家人，不是应该互帮互助吗？萧姑娘是站在什么角度，让我来互帮互助？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顾妹妹这些话属实有些见外了。不错，都是一家人，自然是要鼎力相助。好啊，既然侯爷执意要我解决此事，那我便出这个面解决。世金啊，记得安抚好这一家老小。呸！别以为你们侯府有几个臭钱就能为所欲为。若是不能血债血偿，我便带着小儿跪在靖安侯府门口长跪不起，直至此事能圆满解决。两位别激动，我既出面与你们谈和，自是会将事情处理妥当。人命岂是用金钱能够衡量的？
你们想要血债血偿，一命还一命，我能理解。就算你说的好听也没用。张奶奶，我也觉得应当命偿。要不这样，今天你就将萧妹带走，任由你们想如何处置。只是待你们处理好萧妹后，一定要在众人面前澄清此事，告诉大家，我们侯府绝不会包庇任何人。当真？夫人，你当真肯将人交出？不行，顾世金，你怎能拿我的命来开玩笑？我是让你解决此事，不是让你将事情弄得更加复杂。我这怎么不是解决此事？身为侯府主母，就该大公无私。如此一来，既能解决此事，又能保住侯府的名声，不是正应了母亲和侯爷你们二人的要求吗？那也不是你这样解决的。可此事只能这样解决。你怎么能罔顾人命？张三自尽绝非我意，我已经知错了，又何必搭上我的命？这话你应该对张家人说。侯爷，顾世金的心太狠了。世金啊，还是花钱解决此事吧。不成，想花钱解决，你们便花钱。总之我的解决方案只有一种，那就是命偿。若做错事靠花钱摆平，别人只会笑话我。要你有什么用？净知道添乱。既然这里没有需要我的地方，那我就先告退了。现在不是数落人的时候。我只是觉得明明有更好的法子可以解决，偏偏要采用这种极端的方式。就算是走，也不能从正门走，要从侧门走。世金啊，从后门走。顾世金的步伐却一脚踹开了大门。他是故意的。我有意按照你们的意愿行事，可侯府不肯。这件事恕我无能为力。我们是不会收侯府的臭钱的。别以为侯府有钱有权有势就能够罔顾人命。血债血偿，必须拿人命抵。太惨了，家中顶梁柱逝去，只剩下老弱病残。侯府仗着家大业大，肆意欺辱一家老小，实在是过分。哼，侯府早已经没落了，侯爷在朝中也才任职6品，我倒是要瞧瞧侯府又要如何只手遮天。赶紧将门关上。大哥，你们怎么也跟上来了？继续留下来，肯定只有掏钱的份儿。这件事本来就不是我们惹出来的，我们自然不会留下善后了。就是，哼，顾世金不想处理此事，自己走就走了，临走前还把面馆大门打开，让众人瞧我们静安侯府的笑话，这又是什么意思？少在那儿煽风点火，有这个闲工夫，还不如多多想想要如何解决此事。这件事情你们到底要如何处理？若是实在说不清，那就一并去官府。我们自然是能好好处理，今日就有劳您走这一趟了。官员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处理好此事，绝不会给您和官府添麻烦的。您不如先拿这钱去买酒菜，好好吃点，歇息片刻。老夫人的心意我就收下了，但此处动静不小，在事情尚未解决前，我不能离开。若是出了事情，不好交差呀。此事发生的太过突然，侯府一时尚未反应过来，请给我们3日时间。3日后，我定当给你们张家一个说法。若3日后无法给我们说法呢？我们不要钱。倘若3日后你们还是想用钱来堵上我们的嘴，门儿都没有。你放心，静安侯府就在那儿，跑不了。我们就给你3日时间。若3日后静安侯府无法给我们满意的答复，我就将这副棺材抬到静安侯府门口。哼，丢人现眼的东西，赶紧给我滚出侯府！小妹，瞧瞧你惹出的好事，让你早点将掌权归还，你不肯。这下好了，事情闹成这样，看你要如何收场。侯府还是得让顾世金掌管着，得到掌权，他就算不想处理此事，也得处理。可他想把我交给张家那2个歹毒的泼妇啊！哼，要不是你自己搞出的破事，现在怎么会如此棘手啊？不管是砸锅卖铁还是威逼利诱，你都必须将此事解决，否则我便会将你逐出静安侯府，夺走你手中的掌权。若是我被逐出侯府，轩轩和程毅该怎么办？2个孩子年纪尚小，身边还需有人照顾。母亲，侯府有难，大家应当想尽法子共度难关才是，毕竟此事兹事体大。
都怪你不作为，太过宠溺小妹，将她的性子宠得如此娇惯。这件事若无法解决，就算你替她说话，我也不会留情的。母亲，她也是无心之举。老夫人并不搭理他，自顾自离去。别急，我与你慢慢想计策。我去说服母亲，让她网开一面。你再想想有什么办法。马车内，老夫人，小妹能行吗？哼，不行也得行，休想指望我掏钱摆平此事。她整日打扮的花枝招展，首饰多得很，多拿几件首饰拿去卖，不就成了？哼，更何况她能将进修迷得团团转，就不是个吃素的。若她连这种手段都没有，又要如何掌管侯府啊？街道上，小美正在闲逛，她已经想好了决定，带回了侯府就去找顾时金，不论如何也要让这女人出面摆平此事。哎呦喂！哪个不长眼的竟然敢撞小爷？要是将小爷的俊容撞伤了，我定不会轻饶。抱歉，意外撞到公子是我不是。不碍事，不碍事，姑娘没被撞疼就行啊。姑娘，请留步啊。我这儿呢有一根玉簪，感觉很适合姑娘。什么玉簪？喏，姑娘瞧瞧，可喜欢？这根玉簪还真好看。这可是当今贵妃最喜欢的玉簪，当然好看啊。姑娘若是喜欢，我便赠你了。当真？这根玉簪价格不菲，平白无故的怎能收公子的首饰呢？我会良心不安的。好簪配美人，这根金簪呢，我留着也无用，倒不如赠给姑娘。既然如此，小女子就笑纳了。姑娘是哪户人家的小姐啊？我从小在京城长大，却从未见过像姑娘这般美貌的女子，不由好奇。我来京城投奔亲戚，极少露面，公子没见过我也是正常的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！今日有幸结识姑娘，不知能否邀请姑娘去茶馆饮茶？家中还有事需要处理，实在不宜在外逗留，我就先行离开了。公子，往日只要你看上的姑娘就会直接强抢，如今送了玉簪又大方的把人放走，是什么意思啊？强抢的话也得看对方的身份来历。虽说这人是寡妇，却和侯府沾亲带故，若是闹出点什么，爹爹定会责备我。我这是放长线钓大鱼。哎呀，还是公子明智，小的就先祝公子得偿所愿，抱得美人归了。这个死胖子，真想将他打得满地找牙。上回见了主子，他出言不逊；见了萧妹，却在这献殷勤，甚至还送簪子。送簪子可不是什么好事。为什么？簪子等于真金白银，就算不喜欢，还能将簪子卖出，怎么不是好事？哼，就算萧妹只是个见不得人的外室，也不能随意收人东西，否则侯爷会怎么想？啊，说的有理。可这种事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知情的并不多，侯爷也不会知道。楚生的性子睚眦必报，既付出就一定要回报，这样的人绝非善茬，实在不行，我再添把火，事情自然会变得有趣。添把火？夫人想怎么添把火？该回府了，张三闹出的事尚未解决，兴许还能看热闹。顾妹妹不是前脚刚回侯府吗？天还没暗呢，这么快就休息了？我家夫人想什么时候休息就什么时候休息，萧姑娘不用休息，别人还要呢。我乃静安侯府大小姐，你不过是个丫鬟，竟待我如此无礼。萧姑娘现在还不是侯府大小姐，你再去转告她，就说侯府这次闹出的事儿不小，若她能够顺利解决此事，侯爷定会对她高看一眼。春夏前去禀报，没过多久便来到她面前。夫人让奴婢告诉萧姑娘，她已经想好了解决对策，只是萧姑娘和侯爷不肯，除此之外她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法子了。再怎么说都是侯府主母，怎能罔顾人命，拿我的命去抵旁人的命？夫人还说，既然萧姑娘也知道不能罔顾人命，那就更应该重视此事，一命换一命，给张家一个交代。夫人正在休息，萧姑娘还是离开梅院为好。看来萧妹尚未想出对策，还特地来梅院想让夫人解决。萧妹是2个孩子的母亲，老夫人和侯爷都极为看重子嗣，是不会让她出事的。
小美作恶多端，却还要包庇这种人，太不公平了。3日后将这封信送到裴府，不可提早送到，必须是3日后。另一间院子，侯爷，母亲那儿可有说什么？母亲不肯帮忙，不肯出力，也不肯出银两，我连母亲的面都没见到。顾时金也不肯帮忙，这女人实在是嚣张。我甚至还把侯爷您给搬出来了，可她丝毫不将您放在眼里。这样的人留在侯府，压根就帮不上忙，只会找气受。的确帮不上任何忙，你有事躲得比谁都快。但现在还不是休妻的时候，待时机成熟，我自会休了她。张三的事，你可有想好对策？有是有，只是这件事还需侯爷借点信得过的人手给我。只要能解决此事，你要多少人有多少人。顾时金不想帮我，想看我被逐出侯府，被夺掌权，我偏不让他如意，还要让他看看我是如何捏紧掌权的。3日时间匆匆而逝，张家那几个老弱病残并未上门找茬，将张三的尸首下葬，还公然替靖安侯府说好话。哼，我就知道小美不是吃素的，若她连这种手段都没有，还是趁早离开侯府，省得在这儿添乱。说来也怪，也不知他是如何堵上张家那几个老弱病残的嘴。管他是如何堵上张家的嘴的，只要这件事能顺利解决，别用我的银两解决即可。萧姑娘求见。让她过来吧。母亲可听说了张家的事？听说了。我能将此事解决，足以证明我的能力。我也有信心打点好侯府。至于侯府的掌权，顾时金已经不是从前的顾时金了，不愿再为侯府付出。就连侯爷入狱，他也不想帮忙。侯府掌权也不一定非要给顾时金。这些日子我翻看账本，对侯府的情况也有所了解，而且翻看账本时，我还瞧见了梧桐院有几笔有趣的账目。罢了，我见你也有些本事，侯府掌权就交给你吧。梅院，小美不声不吭的就将此事顺利解决了。原以为还能看戏，没想到她还真有些本事。既然解决了，这出戏也就唱完了，信可以送出去了。夫人放心，信送出去了。张家那几人想见夫人。见我做什么？张夫人说有要事想谈，约夫人去茶馆一叙。可有说何时约见？张夫人说会一直在东面向北的茶馆等候，直到等到夫人为止。既然张家这么想见我，那我便去瞧瞧，把阿韵也带上。夫人，请你帮帮我们吧。我们实在是走投无路，这才不得已求助于夫人。啊，你们快起身！论辈分论年纪，你们都大于我，哪有贵小辈的道理？我们被逼到这份上，实在是没办法呀。倘若连夫人都不肯出手相助，我们就长跪不起。你是为了张三的事情来的吧？我并不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，想让我帮你们，好歹也得先起来说话。你们张家的事情不都已经解决了吗？我们是被逼的，是小美逼我们。小美将孙儿绑走，以此胁迫我们不得闹事，必须在众人面前澄清侯府。小美说，若我们继续闹事不依不饶，我们此生都见不到孩子。为了孩子，我们只得按照她的意愿行事啊。小美这计策用的可还真好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她甚至都不用给你们银两，只要用孩子就能够威胁到你们。不错，你们想找人可以报官，为何要找我？毕竟我也是靖安侯府的人，你们信得过我？小美说过，倘若我们报官，就会杀了我儿。我们来找您，是觉得您和靖安侯府里的其他人不同。那些人只会想着草菅人命，认为用银两就能够解决所有的事。张三在世时曾与我说过，靖安侯府的主母现娴静端庄，是个好人。我相信张三的眼光，也相信自己不会看错人的。夫人，这是我们张家所有的积蓄，家中能变卖的也都卖了，也不知道这些银两够不够让夫人帮忙找人。我不需要银两，财钱不可外露，这些银两务必要藏好。您不要银两，
那要什么？我不差钱，自然不需要银两。人我可以帮你找，但我也有条件。待时机成熟，我要你们替我做件事。只要夫人肯出手相助，别说是替你做一件事，就算是10件100件都在所不辞。你们先去将张三的棺材做空，把人从地底下挖出来。我会给你们送药材，保证尸体不腐不臭。马车内，今日正好是二哥每月理账的时候，去二哥的铺子里转转，兴许二哥在铺子里。商铺，二哥，小妹，今儿个你怎么有空来找我了？想到二哥，便过来看看你。我见外头热闹得很，不如我们四处转转，顺带聊聊家常。平白无故的怎会想到我？莫不是有什么事吗？的确有事，有件事想请二哥帮忙。商铺里有休息的地方，我们见里面说。二哥，建安侯府这几日闹出的事情，你应当清楚。张家的小儿子被挟持了，我希望你帮忙找人。被挟持了？那户人家只是寻常百姓，挟持孩子做什么？找人一定要暗中进行，不可走漏风声，更不能让晋安侯府的人知道。是侯府将人挟持走了？不错，侯府为了摆平此事，将人挟持走。侯府怎能做这种事啊？席敬修可知道此事？身为朝廷命官，利用职务这般行事是要被剥夺官职的。他知不知情我不知道，但只要视而不见，便是帮凶。这件事我自有主张，会处理妥当，也会让侯府涉事者得到惩罚。二哥不必担心。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你不同意让爹安排差事，是不是和侯府里的这些事有关呢？的确和侯府有关，不过这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中，二哥不必担心。总之，你若有需要之处，尽管开口，二哥会鼎力相助的。裴府。太傅，这是顾姑娘送来的信。轩辕亦可在院中？在。这2日他一直都在院中理药材，还说想克制毒性也有些棘手，多准备为好。裴燕收起信件，迅速起身，朝着轩辕翼所在的院子走去。轩辕翼，倒是罕见你来我院子了，是有事要找我吧？裴燕随手将那封信件递了上去。这信上说的是否可靠？我师父听说一支糖来自雨江，极为隐秘，也很难调查到相关线索。想解毒得耗费上百种稀贵药材，其中一味便是冬虫。冬虫身在雪山，藏在雪底下，稀贵罕见，的确是很珍贵。就算是我们想要药材，也得费些劲去寻找。你觉得他说的能不能信？冬虫对你的身子的确有帮助，但光看一味药材瞧不出什么。顾时金的这位师傅是什么来历？我只调查到他师傅曾居住在秦山，秦山距离京城有3日的距离。他师傅的身份并无奇特之处，只是寻常医者。可若是当真只是寻常医者，又怎会知道这些？请人去找这位大夫，他能知道这些，没准儿真能帮上我们的忙。我已经派人去秦山找过了，秦山栽种了大量草药，也有医者生活的痕迹。但据了解，这座山已经很久没有人来过了。顾时金的师傅在很久以前便下落不明，要如何联系到他的师傅，恐怕只有顾时金知道了。那就去找他，事关你性命安危，马虎不得。不管他师傅知道多少，能帮上一点是一点，集思广益总是好的。顾时金是靖安侯府的主母，你应该称她一声夫人，为何称呼她顾姑娘？难听。夫人这2个字有什么难听的？她已成亲，嫁为人妇，称一声夫人也在情理之中。弄你的草药去吧。离开商铺。顾姑娘，太傅有请。好，白天人多眼杂，身为侯府主母，出入裴府，定会惹人非议。我们走小路，过后门。夫人放心，太傅早有准备，您放心的去。上回我身上没带刀，与你赤手搏斗不是对手，待会儿我一定要与你比试比试。你不是我的对手。哼，那可未必。这些日子我一直勤学苦练，身上还有机关加持，打败你是迟早的事儿。我等着。阿韵，你习武研究机关是为了什么？活着。有我一口，便有你一口。我会让你好好的活着。阿韵想保护主人。那我呢？我会做你最喜欢吃的肉饼。我瞧你身手不错，多保护一人应当还不是问题，不如也保护保护我。
你和秋冬是我的朋友，我自会保护好朋友的。太傅，人到了。顾姑娘坐吧，我正好沏了壶茶水，你尝尝味道如何？不错。跟我讲讲你的师傅吧。我派人去过秦山，并未见到你师傅。你师傅在哪儿？师傅性子洒脱，不喜欢世间的框框条条，便四处游历，就连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。你是如何联系他？我有师傅养的信鸽，不管师傅在哪儿，他都能找到师傅。你师傅能否解一之堂的毒？不能保证，或可一试。话说回来，裴太傅为何对一之堂如此好奇？我想要一之堂的解药，能否把药方弄来？若药方起效，能解一之堂的毒，我欠你一个人情。太傅，今天你若不肯让我离开，我便死在这儿，我是不会委身于你的。裴燕的人情值钱的很，这也是他接近裴燕的目的。既然如此，我便帮太傅这个忙。若我当真能够帮得上太傅的忙，还望太傅切莫失言。我这人向来信守承诺，只有旁人对我失言的份儿。来客人怎么不叫我？你来的正好，顾姑娘懂医术，与你应当有不少共同话题。顾姑娘，在下轩辕毅，一之堂是奇毒，世间知晓这种毒的并不多。你师父是何来历？可有名号？我师父闲云野鹤，不在意所谓的虚名，因此没有名号。就连我也只知道他的姓氏，更多的就不知了。我还想与你师父探讨一下医术，如此看来，是没这个机会了。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有没有机会，谁又能说得准呢？太傅，不好了！北院的千姑娘闹自杀，说无论如何都不会向太傅屈服。本太傅让他屈服什么？千姑娘说，她宁愿死，也不愿委身太傅。本太傅何时要他委身的？哼，他被送进裴府1个月有余，我连他一根手指都没有碰过，也从未要求他委身。他是吃饱撑着，唱的哪出戏啊？许是太傅的名声有点糟糕，千姑娘认为被送进裴府就注定要现身。太傅，您快去瞧瞧吧，千姑娘她实在是闹腾。千姑娘是大皇子送来的人？近来这些皇子们可真活跃，3天2头便往我这送姑娘。要不是为了让他们定心。顾世金旁若无人，饮着茶水，吃着糕点，察觉有记冷眼正扫向他。有些想师傅，便想入神了些。你们都说什么了？刚才你都听到了什么？我也好奇你们说了什么。我只听到似乎有姑娘闹自杀，然后我便想到了师父曾与我说过的话，一时陷入沉思。若是缴了太傅的雅兴，我先赔个不是。无论你是否听到，想活命，就将今日的事往肚子里塞。裴太傅放心，我就算想说出去，那也得听到点什么。太傅貌似有些忙碌，那我就不打搅太傅的雅兴，先告辞了。不愧是侯府主母，心思玲珑，讲话滴水不漏，是个人物。去看看千听雨，要死不活的想做什么？阿韵呢？阿韵去找裴太傅的侍卫切磋了，说晚些时候会自己回府，让我们不必等他。太傅在哪儿？我要见太傅。那位便是大皇子送来的千姑娘。不错，她就是千姑娘。太傅，今天你若不肯让我离开，我便死在这儿，我是不会委身于你的。本太傅何时要你委身？裴府里的女人多的是，你算老几？你若不想要我的身子，又为何要将我留在这儿？你确定是我将你留在这儿的？你有手有脚，想走随时都行，难不成我还派人看着你不让你走了？可如果你不是那个意思，又为何要让大皇子将我挟持来呢？哼，不如你去问问大皇子，是不是他为了拉拢人心将你送来取悦于我？你想走那就走，想死就去死，总之别死在裴府，脏了这的地。离开了这儿，我又能去哪儿啊？我爹娘为了保全千家，将我献给大皇子，大皇子又将我献给太傅。爱去哪就去哪儿，别太自以为是。裴府女人多的是，你若离去，本太傅还能省份口粮，求之不得。不远处，千姑娘不是长得挺好看的吗？裴燕不喜欢。他也在此刻想起了裴燕和轩辕毅的对话。裴燕似乎是被迫收下这些女人，
难道是因为这女人是大皇子塞来的，还是说她并非表面上看上去这般风流？的确挺好看的，传闻裴太傅怜香惜玉，对美人来者不拒。可方才裴太傅的眼神里可没有丁点的疼惜。来日方长，我们与裴燕还有很多相处机会，日久见人心。一道灼热的视线转向了顾时金，裴燕静静地站在原地，眸色幽敛，久久都未回过视线来。静安侯府，夫人，老夫人病了，说身子难受得很，让几房的人都过去瞧瞧。病了？老夫人整日山珍海味，各种名贵药材往嘴里塞，也会生病？那便去瞧瞧吧。我的医术虽不算高超，寻常疾病还是看得来的。倘若真病了，我还能随手给她扎上2针。顾妹妹，这几日侯府闹出的事儿不少，好在顺利解决了，没吓到顾妹妹吧？啊？自然没有吓到我，毕竟张奶奶手中的匕首对着的人不是我，倒是萧姑娘看上去吓得不轻。这屋子也没比外头暖多少啊。哎呀，屋中连炭都没有，当然冷了。可怜我这一把老骨头喽。老夫人，这几日实在是冷，你受冻生病，屋里的炭还燃完了，该怎么调养身体？再这样下去，恐怕无法熬过这个冬天。堂堂侯府老夫人若被冻死，静安侯府定会成为一个笑柄。你们屋中可有多余的炭？我没有，炭价都要比金子贵了，我们大房可用不起炭，就连其二都用不上炭，整日受冻呢。二房也没有炭。二房的情况如何，母亲也是知道的。世金啊，许嬷嬷前几日去你那儿还瞧见了炭的。母亲，你也说了，这是几天前的事，早就用完了。你们每房都想想办法给我凑点炭。可是侯府现在的情况，哪儿还用得起炭呢？就连大爷的俸禄都上交了一半，上个月府中下人的月钱还是大房掏的，眼看着过几日又得给下人月钱，我们大房实在是捉襟见肘，总不能再让我掏吧。好歹大哥会把俸禄给大嫂，我嫁入静安侯府5年，侯爷连一个铜板都未上交过，连大房都拿不出炭，更别说是我了。就算拿不出炭，每房也得凑个几百两给我请大夫买补品啊。母亲，您只是受了寻常风寒，就算是想请大夫吃补品，也用不到这么多银两吧？是啊，要我说就别请大夫了，石金不是正好懂医术吗？就让他先给您瞧瞧。母亲，知道你生病，我特地拿了银针，还想着必要时刻给您扎上那么1、2针。罢了罢了，石金久居宅子，常年处理静安侯府的大小事，恐怕早已荒废了医术。依我之见，还是去请大夫吧。母亲，你可千万别小瞧石金了。上回宫宴，石金还出手救了某户人家的小姐，现在外头可都在称赞石金医术高超。母亲，就让我试试吧，实在不行再请大夫。老夫人迟疑片刻，终是掏出了手，让他把脉。如何？母亲的身体情况怎么样？你是否应付得过来？母亲的身子并无大碍，但我看她有些不适，我给她扎上几针就能痊愈了。哎，那感情好啊。扎针就不必了。母亲，还是扎上2针吧。您的身体有些气血不调，这几日是不是一直胸闷气慌？的确是有些胸闷气慌。那你给我扎2针试试吧。顾世金坐在了床头，将手放在银针上，薄如蝉翼的银针也让人放下心弦。他却将布掀起，露出了另一排银针。这排银针比绣花针还要粗。顾世金随手抄起最粗的几根针，想往老夫人身上扎。哎呦，世金啊，你怎么拿这么粗的针呢？不应该是拿前面那种细的吗？母亲，我倒是觉得粗点挺好，这针可比寻常的银针粗多了，扎在身上一定事半功倍，没准您的病立马就好了。哎呦，这针太吓人了，不能扎。你们还是给我银两，我去买点补品就好。顾世金早有准备，一把按住了老夫人，便将银针扎在她手臂上。顾世金，你在做什么？怎么这么痛啊？我就知道扎针一定有用。母亲就连讲话的声音都响亮了几分，再多扎几针便能痊愈了。大嫂，你快按着母亲，别让她乱动。母亲，石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，你可别冲动啊，万一扎错穴道可就不好了。哎，别，许嬷嬷，
赶紧过来将这两人给我拦住！我的身子好得很，气血畅通，根本不需要扎。许嬷嬷方才回过神来，赶忙上前拦住了两人。张氏吃得多，力气大，就连许嬷嬷也费了好大一通劲儿，才将她拉开。顾时金又趁机往老夫人身上扎了几针，他扎穴道又快又准，哪里怕疼就扎哪里，再加上针粗，想不疼都难。顾时金，都叫你停下，你怎么还扎呀？母亲，良药苦口，我施针也是这个道理啊。您瞧瞧，您现在活蹦乱跳的，哪里像生病的样子啊？就是，几针下去，既省了药钱，也省了请大夫，多好啊！老夫人气得发抖。顾妹妹，你今日实在是无礼，老夫人都说了不用扎，就该听她的。而且你手上这些针看着就很不对劲，万一把母亲扎坏了，你难道还能负责吗？大嫂，你觉得母亲现在的状况如何？好得很，要我说这几针扎得好，你们就别在这儿大惊小怪的了。行了，就算不请大夫，你们这些做儿媳的也应该孝敬长辈，掏银两给我买补品。这2天齐儿的身子同样有些不适，同样受了风寒。母亲，你身为长辈的，是不是应当也掏点银两给孙子补补身体？混账！那你呢？我这就去派人请侯爷，儿子孝顺母亲是应当的。侯爷日理万机，这会儿应该在府中陪朝中几名官员吃酒喝茶，有没有眼力劲儿？无妨，那就等侯爷空了，让侯爷给母亲买补品，最合适不过了。不好了！吵吵闹闹的成何体统啊！几个孩子打起来了，他们打得不可开交，席成义打得最凶，身上也受了伤，大家快去瞧瞧吧。哎呦，怎么会受伤啊？好端端的怎么会打起来？成义向来乖巧懂事，是绝不会主动伤人的。萧姑娘，你似乎很担心席成义的安危。轩轩是你的女儿，你不是更应当关心轩轩？轩轩是女孩，向来文静，自然不会参与这种打打闹闹的事儿。成义这孩子时常来找轩轩玩，爱屋及乌，我和他的关系倒也亲近，听到他受伤，便也下意识地关心2句嘛。侯府厅堂，怎么回事？你的手是用来读书写字的，怎会伤成这样？娘亲，你怎么也受伤了？我平日是怎么叮嘱你的？女孩子的脸是绝不能留疤痕的。席敬修与2位官员也在此刻赶来。今日他特地约了同僚前往侯府闲谈，还让他们带上自家夫人和孩子前来玩耍。怎么回事？是谁叫你们伤成这样的？赶紧将大夫请来，把我屋中的那几瓶跌打损伤的药取来，给孩子们用上。娘亲，是他抢我东西。娘亲，是他先动的手。不愧是没爹娘养的孩子，小小年纪说打人就打人。要我说，这样的孩子就不该留在静安侯府，省得丢侯府的脸。他说我爹娘都不要我，边上的那个说我留在侯府白吃白喝，我这才动手打人。他们说我娘是寡妇，病应克夫，要不了多久我也会被克死。就算如此，也不该动手伤人，将人打成这副模样。若真落下了什么病根，侯府又要如何负责？我们说的没有错，说的都是事实。爹娘，你看看我的脸，多了道抓痕，要是破相了，以后该怎么成亲呀？有因有果，他们出言不逊在先，我动手打人在后，就算要问责，也应该先找他们算账。2位员外，今日之事呢，大家都有过错，不如就此结过，全当没发生。不行，这事儿怎能全当没发生啊？我儿被寡妇的女儿伤成这样，这件事绝不能作罢。我们郑家乃是书香门第，我儿从小便与礼部侍郎的千金定了娃娃亲，2个孩子身份悬殊，我不能让我儿白受委屈。呵，萧妹即将成为侯府大小姐，她的女儿也是侯府小姐。成义这孩子我甚是喜欢，将来是要入侯府族谱的。既然如此，静安侯府更得给我儿一个说法。大夫来了，药拿来了。先让大夫为孩子们医治上药。大夫，几个孩子的情况如何了？无事，都是些皮外伤，涂药，要不了多久就能好了。你们2个赶紧道歉。为何？顶多算是扯平，凭什么要我道歉？道歉这件事才能翻篇。侯府这2个孩子同样受了伤，要我说，孩子们无事便是皆大欢喜。轩轩，赶紧道歉，身为姑娘家，怎能如此粗鲁？赶紧给我道歉！什么时候道歉，我就什么时候松手。对不起。
母亲，我记得你院中还有补品，这俩孩子受了伤，不如就将补品给孩子送去，补补身子。这也太客气了吧！这俩孩子今日的确吃了苦，既然侯府如此有诚意，我们就笑纳了。去，将我屋中的补品挑拣些合适的，让这2个孩子带走。拿了补品，2名官员便带着孩子和夫人各自离去。娘亲，凭什么刚才西城义不用道歉，非逮着我一人让我道歉？行了，这件事已经过去了，别再提这些令人烦心的事儿了。还好2位同僚并未生气，今日与他们约谈，是想了解应天书院的事情，看看他们在应天学院可有人脉。应天学院，若义儿能进入应天学院，应天学院也不是人人都能进的，我们还达不到进学院的门槛。若是有人能够举荐，我若记得不错，石金幼时曾在应天学院学习，顾老爷身为从一品官员，是有资格举荐的。若是琪儿能够进入应天学院，岂不是前途无量？正好我也想与你们说这件事。爹爹告诉我，应天学院名额未满，只是名额有限，只能去1人。太好了，侯府年幼的男丁只有琪儿，自然是安排琪儿前去应天学院。那怎么行？习琪性子顽劣，无心于学习，若是安排他去应天学院，不是浪费了吗？琪儿只是没遇到好的先生，侯府这个名额不给琪儿，还能给谁？自然是给程毅了，这个名额给他最合适不过了。只有1个名额，自然是要优先安排自己人，安排一个无父无母、来历不明的孩子。行了，都给我少说2句，这个名额给程毅。凭什么？方才那2个孩子是怎么议论席成义的？你们没听到吗？把席成义安排到应天学院里，岂不是招人耻笑？哼，席奇那性子，你心里没数吗？去学堂10次里就有3回在打盹儿。世间，你说这个名额给谁合适？自然是席奇。应天学院的名额来之不易，这个机会只能落到自己人身上。还是弟妹明事理，思虑周全。母亲已经决定将程毅记入名下。那又如何？就算记入名下，没有血脉相连，就不是亲孙子。我只帮侯府，不帮外人。就是，这些日子义儿都在专心读书写字，虚心好学，这个名额就给义儿。母亲，你怎能如此偏心？席成义究竟是个什么来头？难道其中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？闭嘴，别在这口无遮拦。我已经将席奇的名字上报了，席成义去不了应天学院。什么？给我使劲，赶紧把名字撤了，换人。这个名额本就是我争取来的，我难道还没有资格做主？就是，应天学院于5日后招收子弟，大嫂可得提早准备，不可有差池。学院每3年招收1次，而且只招收1天，若错过时间，又得隔3年。哎，还是石金你待大房好，待其二出人头地后，我们一定不会忘了你。这可是应天学院，怎能这般胡来啊？母亲，他根本就不将我们放在眼里。哼，你们2个在这儿干着急有什么用啊？赶紧想想法子。应天学院只有那1日招生，只要习奇出差池进不了学院，这个名额自然而然就落到义儿身上了。习奇也是静安侯府的血脉，不可闹太过。梅院夫人，您的心情似乎很好。侯府马上就要唱大戏了，您的意思是应天学院名额的事不会那么轻易结束？夫人，萧妹心机深，若真让她算计了习奇，将应天学院的名额夺走，岂不是白白便宜了她？她夺不走的，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打算把应天学院的名额给习奇。这是上好的膏药，能去疤修复伤口，把这个拿给萧妹。啊，给她？义儿，你是侯府最大的期望，应天学院的名额只能是你的。娘亲，我也想去学院。你凑什么热闹？名额只有1个，自然是要给你兄长的。他是男儿，能继承侯府，你终归是要嫁出去的。萧姑娘，梅院送来了药膏。药膏？夫人说萱萱是姑娘，脸上不能留疤，这药膏祛疤效果极好，很是珍贵，就连夫人那儿也只剩下1次涂抹的量了。顾时金居然还会给我药膏，传话给他，就说谢谢他。再过几天你就要进入应天学院了，手上可不能留疤啊。娘亲，夫人不是说要将药膏赠给我，怎给了兄长？事有轻重缓急，你兄长即将进入应天学院，
自然是先处理你兄长的伤。可脸上的伤不是更重要吗？娘也知道是有轻重缓急，那不更应该给我的脸治疗吗？我又不是不给你医治，在这哭哭啼啼做什么？我可还指望你能够嫁户好人家，多给娘一点银两。侯府一处宁静的小院，只言可愿去应天学院？应天学院？我也有资格去应天学院？我特地传信给爹爹要了举荐信，正好应天学院还有1个名额，我可以安排你去。多谢夫人，只言何德何能够得到夫人相助？你就在府中安心准备，等时间到了，我自会带你去应天学院。可若是将名额给之言，兴许之言会被侯府其他人盯上的。我不怕，就算被盯上，总好过一眼望到头，连出头的机会都没有。好，你们就在屋中好好准备，5日后我会送你去应天学院。白驹过隙，很快便到了前往应天学院的日子。我长这么大，从未踏进过应天学院，如今我儿能够进入应天学院学习，在同僚面前，我脸面也有光。只要琪儿能够虚心学习，有名师教导，何愁不能出人头地？爹娘，我准备好了。哎呦，我这肚子怎么这么痛啊？我憋不住了，要去茅厕。要去茅厕就赶紧去，可别耽误了去学院的时间。他这一去，却反反复复的去茅厕，一离开茅厕就嚷嚷着肚子疼，要继续回到茅厕。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要是耽搁了时间，岂不是还得隔3年才能去应天学院？大夫人、三夫人来了，就在院外候着。那么快？西奇，你一个半路掉链子的东西，拉完了没有？赶紧给我滚出来！就算忍不住，也得给我憋着，直到去了应天学院。娘，我这肚子好难受啊，一离开茅厕我就受不了。受不了也得给我受着，这可是应天学院啊，你就算拉裤子也得去。要不请个大夫瞧瞧吧？等回来了再请。娘，我一定会憋住的，这块肥肉只能我吃，不能给别人。弟妹久等了吧？琪儿吃坏肚子了，刚刚在茅厕蹲着，我们赶紧去应天学院吧。娘，我实在是忍不住了，你稍等片刻，我去就回。这孩子怎会忽然闹肚子？还去得了应天学院吗？哎，去得了，我们再稍微等等，给他一点时间解决就行了。得抓紧时间去应天学院，再过会儿应天学院的门都要关了。这一等便是半炷香时间。哎呀，怎到现在还不去学院？琪儿闹肚子，都这时候了，怎还在茅房啊？关键时刻竟知道掉链子，赶紧进去催催，实在不行把人给我拖出来，就算是拉马车上，也绝对不能错过应天学院招收学子。胡闹！西岐可是我们侯府的子嗣，在马车上拉肚子，成何体统啊！把程毅唤来，让他快点准备前往应天学院。西岐这副模样是去不了学院了，怎能让西程毅去？此人与侯府非亲非故，只能让西岐去。西岐都这样了，还怎么去啊？应天学院的名额不能浪费。弟妹，你懂医术，赶紧给琪儿瞧瞧身体情况，再顺便给他开些药吃，没准就能药到病除。石金啊，你去府邸门口候着吧，一儿马上就能准备好，待会儿就带他去。那我就先坐马车里等着。大嫂，还是找个大夫瞧瞧吧，寻常拉肚子不会这么频繁。侯府大门，叶儿，能去应天学院的学子非富即贵，你一定要和其他人好好相处，日后这些人兴许还能为你的仕途帮上忙呢。一儿记住了，可为何门口没有马车候着？我们不是应当跟三夫人一起去吗？快去叫顾时间。夫人已经走了有一会儿了，大概有1刻钟的时间。什么？走了？他可有说去哪儿？夫人并未说去了哪儿，但她是朝着应天学院的方向过去的，想来是要带二房小姐去应天学院。你说什么？赶紧备马车去应天学院，我们快一点，没准还能追上。应天学院，这便是应天学院了。我们来的有些晚，学院快关门了，赶紧进去吧。静安侯府，老夫人，小美带着席承义来了。老夫人大手一摆，让许嬷嬷将人带进来。母亲，大事不好了！怎么回事？好端端的怎么哭了呀？祖母，
我去不了应天学院了。三夫人带着席之言去应天学院，没有等我。待我抵达学院时，学院大门已关。顾世金带二房的孩子去应天学院了。我得到您的消息，便带着义儿去府邸门口候着，却被告知顾世金带着二房的孩子去应天学院了。我们也赶忙跟了上去，这一路千赶万赶，还险些撞到了人，却还是迟了。哎呀，他怎么敢这般行事？去不了应天学院，我该如何出人头地？去，赶紧把顾世金还有二房都给我叫来。我看呀，二房就是狼子野心，顾世金屡屡犯错，言行举止根本配不上成为侯府的主母。义儿啊，就算顾世金带着席之言去学院，我也会把名额给你抢回来的。今日买了这么多衣裳，之言有些惭愧。你也是应天学院的学子，自然得穿体面的衣裳。你只需要好好学习，对我而言便是最大的报恩。夫人，老夫人请夫人和二房去趟梧桐院，二夫人已经去了。将我买的这些东西都送到二房那儿。秋冬，你去把大夫人一并叫来。梧桐院。娘，你的脸怎么回事？没什么。娘，是不是祖母？秋实不语，也算是变相的回应。哼，二房可知错？我知道，二房有何错？哼，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份。我倒是想反问一句，席之言是什么身份？席之言是什么身份？你这个当主母的还不清楚吗？席之言只是一个女流之辈，怎配成为应天学院的学子？为何不配？之言是二哥的女儿，去应天学院于情于理。靖安侯府子嗣稀少，得有人扛起光复侯府的重任。席之言是姑娘，迟早是要嫁出去的。萧姑娘的意思是要将侯府交给一个非亲非故、与侯府毫无血脉的席承义？这是老夫人的意思。母亲该不会还想让一个外人继承靖安侯府，所以才如此反对让之言去学院吧？我自然不是这个意思。顾世进，这就是你与母亲说话的态度。侯爷，您快管管顾妹妹吧，她现在越来越不像话了。母亲让你带义儿去学院，你只需听从长辈。名额是我争取来的，难道我还没权利做主让谁去？其次，侯爷这么想让席承义去应天学院，为何不自己去弄个名额？你身为儿媳，身为侯府夫人，上得听婆母，下得听夫君，他们说的话你自然得听。萧姑娘这话说出来，不觉得好笑吗？白长一颗脑袋，若连是非黑白都不分，盲目听从，靖安侯府的门匾可以摘下来了。大家都少说两句。你原定的人是席奇，既然能够临时换人，那就说明这事儿还有回旋的余地。把名额换成义儿吧。进入应天学院的人选已经换不了了，就算是换，那也轮不到席承义。就是，就算是换，那也该是齐儿去。席承义算个什么东西？也不撒泡尿照着自己的身份。大嫂，你可有请大夫给齐儿检查身子？当然请了。大夫说齐儿不像是寻常腹泻，更像是吃了泻药。说来也怪，席奇出事，母亲并未关心他的身体如何，而是立马决定换人。母亲，该不会是你做的吧？别在这胡说八道了，我怎会害齐儿呢？席承义和你们非亲非故，你们两个又为何非得让他去学院？我这也是为侯府着想。你有这个心培养外人，怎么不培养齐儿？该不会是你们两个对齐儿动手的吧？大夫人，你怎么能血口喷人呢？大嫂，你这样问是问不出什么的。那又怎么问？到嘴的肥肉却跑了，我又要如何咽下这口气？谁最想让席承义进入应天学院，便是罪魁祸首。若是大嫂找不出来，只能吃下这个哑巴亏了。弟妹，你向来聪慧，不如你来指点指点。你们二人聚在那里说什么啊？没什么，无非就是在议论是谁最有可能对席奇下药。要我说，你们就是在疑神疑鬼。哟，萧姑娘，你怎么流这么多汗啊？这件事该不会是你做的吧？兄妹，要我看这件事就是你做的。大夫人可别冤枉好人，老虎不发威，当我是病猫啊！今日定要让你瞧瞧我的厉害。老夫人，有媒人来靖安侯府了。什么好亲事啊？据说是位世家公子，家世显赫，家底蕴厚。这位公子的爹爹在朝中任职正二品官员，姐姐还在宫里当宠妃呢。赶紧把媒人请来，再让谢寒柔好好梳妆打扮。这种节骨眼上还有人肯上门说亲，不容易啊！自然是能嫁就嫁。你们几个混账东西，还不赶紧给我住手！许嬷嬷，具体是哪户人家？媒人并未多说，正二品官员，比大爷的官职高了一大截呢。这桩婚事若是能成，没准儿还能让他搭把手帮帮大爷。我劝你们别想太美，席寒柔的情况大家都清楚，他接二连三的出事儿，还有世家能看得上他？少说两句吧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待会儿啊，你们都给我安分些，若敢滋生事端，将婚事毁了，我定要你们好看。
哎呦，老夫人，我今天说的这可是门绝顶的好亲事，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儿了。公子出手还极其大方，瞧瞧这个锦盒里的首饰啊，都是给你家小姐的。公子说这只是见面礼，待成亲时还会有丰厚的聘礼呢。这些首饰乍一看琳琅满目，乱花渐欲迷人眼，可实际上并不值钱。这一盒首饰堆起来也就几百两。这些首饰都是哪位公子给的？只要侯府同意这门亲事，这些便自然是侯府的。公子出手阔绰，该给的少不了。哎呀，静安侯府也是名门，既是嫁女儿，自然是要风风光光的。三书六礼，三媒六聘，该有的规矩都得有。那是自然。公子是真心想求娶静安侯府的小姐，这点要求对他而言不算什么。公子说了，只要亲事能结下，他定会真心相待，绝不让侯府小姐吃一点苦。话说回来，究竟是哪家的公子想迎娶静安侯府的小姐？是楚家公子。这位楚家公子上头只有一位姐姐，还是皇上最疼爱的宠妃。楚公子一表人才，是家中唯一的男丁，格外受宠。若跟了他呀，这以后衣食无忧。说是能再为公子生个一儿半女，楚夫人和楚老爷定会给赏赐。上门求亲的，该不会是喜贵妃的亲弟弟楚胜吧？楚胜？不会吧？京城有不少楚姓人家，不一定是楚胜。我和他连招呼都没打过，怎么可能看上我？不愧是侯府主母，我尚未道出公子身份，你就已经猜到了。前来求娶侯府小姐的，正是楚家公子楚胜。不行，这门亲事不能成。侯府就算没落不如从前，那也是要脸的，怎能与这样的纨绔子弟成亲？哼，楚家门第尚可他这个儿子属实糟糕。这门亲事我们静安侯府不同意。侯爷，楚胜究竟是个什么来历？为何你们提起他时面色变成这样？席敬修同样沉着眸，简单的将楚家描述了个遍。楚公子肯看得上侯府，是你们的福气，也不瞧瞧现在侯府都成什么样了。那萧妹说的好听，是静安侯府大小姐，实际上只是个寡妇，还拖家带口，身后还跟着一个拖油瓶。楚公子愿意按照礼数迎娶萧妹为侧室，已经很客气了，不然就萧妹这情况，谁肯娶她？你说楚胜要求娶的是静安侯府大小姐萧妹，并非二小姐席寒柔，不然呢？楚公子的名声是差劲了些，可萧妹是寡妇，还带着拖油瓶，这种情况下，楚公子还愿意娶她为侧室，也算是给你们侯府颜面了。给我说亲的。你的情况呢，我也有所了解。一个孤苦伶仃的女人，将女儿拉扯到大不容易。楚公子说了，你若愿意嫁给他，他会将萱萱当作亲生女儿对待。这亲事结不了，我无意嫁人。算命先生还说了，我克夫会克死人的。哎呀，这些子虚乌有的东西，楚公子才不信呢。小妹，我倒是觉得这门亲事挺适合你的，不如你就嫁了吧。席寒柔，赶紧给我闭上嘴，请媒婆告诉楚胜，这门亲事，我们静安侯府不论如何都不会同意的。我和楚公子素未谋面，我已决心终身不嫁，要为王府守身。你们静安侯府给脸不要脸，若这门婚事你们不应，那便是得罪了楚公子，后果如何，你们可要自己掂量掂量。得罪就得罪，我们好歹也是侯府，还不至于怕楚家。正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，他若想对付侯爷，动动手指头就能够做到。那也不能让小妹嫁出去，楚胜就是个纨绔子弟，小妾多得不得了，小妹跟着他只会吃苦。那可未必，萧姑娘，我倒是觉得这事儿你可以好好考虑。你若嫁给了楚胜，日后还能帮衬侯府呢。这没你说话的份儿，别搁这添乱。媒婆请回吧，我能做主自己的婚事，不就是一个寡妇吗？还在这儿嚣张什么？闭嘴！有外人在，该说和不该说的都得多注意些。实话实说罢了，难道我说的有错？别这样说，小妹，她在侯府时也常常给母亲做糕点，那点糕点我也会做，还不知道她要在侯府里待多久？难道要侯府养她一辈子吗？这事儿我第一个不答应。行了，没你们的事儿了，赶紧都给我散了。小妹，你给我安分点，可千万别让我逮住你的狐狸尾巴。你害齐儿丢了应天学院的名额，这件事儿我和你没完。既然这儿没我的事儿了，那就不叨扰母亲休息了。唉，这回我们侯府可将楚胜得罪了。母亲，我也想知道我哪招惹楚胜了。我与侯爷情投意合，除了侯爷，眼里容不下任何人。就算得罪楚胜，我们静安侯府一定会保你。你是我的女人。有闲工夫在这儿说无关紧要的废话，倒不如赶紧想想一儿的事儿该怎么办呢？一儿将来是要继承侯府的。夫人，您快瞧，你为何在这儿哭？我方才摔跤了，摔疼了。都过了好几日了，你下巴的伤怎么还没好？血是萱萱恢复慢，就算是用了上等的药，也没那么快恢复，还是得尽快恢复为好。姑娘家的脸不能留疤，
可惜我那儿也没药膏了。多谢夫人关心。听闻夫人从小饱读诗书，不知萱萱能否有资格跟在夫人身边学习？你想跟我？夫人知识渊博，若能从夫人身上学习一二，是萱萱的荣幸。你应当知道我很忙啊，只要能跟着夫人学习，不管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那就先让我看看你的能力，看看你能做到什么份上。这小孩年纪虽小，心眼却多得很。我自然不会将这种白眼狼放在身边。钓鱼还需抛饵，饵以下就看鱼上不上钩了。对了，您的信已经送到了裴府，不出意外的话，裴太傅这会儿已经看到信了。再顺便帮我给楚胜传句话，就说若想抱得美人归，就派人回话。若楚胜当真娶了萧妹，这件事可就热闹了。裴府，顾时金的信送到裴燕手中。这些药材只有少部分稀贵，其中还有很多种药草相克，看似离谱，但还真有可能是解药。我先传信给师傅，让师傅瞧瞧药方。轩辕翼的师傅就在京城，小半日时间便有了回复。师傅回信了，药方可用，但还缺少一味最为关键的药引，他正在调查。我们可以先寻找药材，就算一时半会儿找不到药引，也能将你体内的毒排得七七八八。顾时金那有药引，我会去找他要。倘若他真的有药引，为何不一并在信中写清楚？他可不是无条件出手帮我，若是太早将底牌写清，又要如何让我替他做事了？静安侯府，夫人，楚胜那有消息了，前来的小厮说楚公子想见你，不知夫人可有何妙招，能让他抱得美人归？哼，楚胜这个人油嘴滑舌，满脑子歪主意。把抽屉里的木匣子拿给他，再顺便捎句话，就说静安侯府老夫人要认干女儿，届时请他来宴席。要是把木匣子给出去，我们手里岂不是就少了一个对付萧妹的把柄？有时候对付人未必要亲自出手。夫人，听闻您身子不适，请了大夫，您可有哪不舒服的地方？请大夫？小厮前来禀报，说您请的大夫到了，正好让我撞见了。夫人没请大夫，大夫莫不是走错府邸了？大夫说是侯府主母三夫人请他来的，都说的这么详细了，不太可能走错。既然不是夫人请来的，那我就将他们赶走。等等，大夫都来了，那就来吧。问问看就知道是谁请来的。小厮领着大夫踏进了院子。这不是轩辕翼吗？他忙将目光转向跟在轩辕翼身旁的青山蒙面人。是裴燕，居然是你们！找你有事，便找了个由头入府。你们两个倒是挺张扬的，就不怕被人认出身份？我本就是大夫，就算被认出身份，那也是大夫。侯府连个暗卫都没有，全是一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家丁。就算裴太傅来来回回，也不会被人察觉端倪。更何况他都已经将脸蒙成这样了，就算被人发现了，只需对外称是我的药童。既然来了，那就进屋吧，小心隔墙有耳。墙上的这些字画不错，有很多已经绝迹了。没想到你就这样摆着。字画再珍贵，那也只是字画，都是身外之物。我们前来是问药引的事。这味药引有些特殊，不过就算没药引，那张药方也够保命。药引可单独服下，也可随药方入药使用。总之不管怎么用，都不会影响解毒。药引是什么？想知道药引，还得太傅出手，帮我完成件事。裴太傅还真被你给说准了。你想让我做什么？待时机成熟，我会告诉你。是什么？和离。你背靠顾家，是顾家最疼爱的嫡女，想和离，自有顾家做靠山，也用不着外人相助。静安侯府好不容易抱到了一个财主，自然不会轻易放我离开。我要的是不影响顾家的前提下，让静安侯府分崩离析，再让席静修心甘情愿的与我和离。这样被诟病的，便是静安侯府。好，我帮你。裴太傅，合作愉快。待我需要你时，我会开口。顾姑娘，我这人痴迷医术，对你的师傅实在是感兴趣的很，不知可否有机会见见你师傅？若是他没空，我去找他也无妨。我师傅不问世事，讲究缘分，一切随缘。能否见到他，我不敢向你保证。夫人，二房小姐来了，好像发生了什么事，眼皮都哭肿了。既然顾姑娘还有事，我们就不多留了。顾姑娘，若有空，还望你能知会你师傅一声。好。婶婶，我把应天学院的学子腰牌弄丢了，没法去应天学院了。腰牌丢了就丢了，何至于哭成这样？祖母说应天学院的名额来之不易，连腰牌都能弄丢，便让人看着我，不让我去应天学院。我还是趁着丫鬟没设防时偷偷跑出来的。这2天你就没去过学院？不错。腰牌是怎么弄丢的？我明明将腰牌放在床头，等着第2天用，一觉醒来腰牌就不翼而飞了，无中整节，除了腰牌其他东西都没丢失，就连婶婶给我的簪子都在。你前脚刚丢了腰牌，他后脚就让人看着你，不让你去学院。婶婶，你的意思是腰牌是祖母偷的？春夏，备马车去趟应天学院，自然就能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。这些日子你就安心在学院待着，好好学习。侯府的事儿母亲会安排好的。若是哪天席之言反应过来，冲进应天学院，那我是不是不能来了？老夫人的人一直盯着他，他是不会有机会进入学院的。我已经跟教书先生打过招呼了，
席之言因常年卧病不起，我们侯府这才不得已决定中途换人，让你代替席之言进入应天学院。只要你在学院里多待几日，大家与你都熟络了之后，就算席之言想来学院，也没这个机会了。对了，你一定要保管好腰牌，腰牌来之不易，没有腰牌就会被拦在应天学院外，我定会保管好腰牌。离开应天学院，回到静安侯府后，定要将腰牌放好，绝不能让旁人看到你佩戴腰牌。那是我的腰牌，他们怎能做出盗窃腰牌的事？之言，想不想争一口气？想。这一次，若我再忍气吞声、拱手相让的，便是前程。你先去拦住他们，拖延点时间，晚点我再来。你的速度快，去把官府的人叫来。好快的速度啊！这些日子，阿运在院子里可没闲着呢，整日嚷嚷着要超越裴太傅身边的黑衣人，正勤学苦练呢。二房是侯府里为数不多有良心的人，只有等着把火烧到自己身上，烧疼了，他们才知道没有退路。站住！是你怎么在这儿？老夫人不是让你安安分分待在院子里吗？你倒好，竟无视老夫人，是想挨家法吗？你们想要进入应天学院不成，便偷窃我的腰牌。胡说八道！这块腰牌是侯爷特地寻来给程毅的，赶紧给我滚开！这是我的腰牌，赶紧还给我！无凭无据便说这是你的腰牌，你怎么不说其他学子的腰牌都是你的？腰牌上的吊穗是我的，我自然认得这块腰牌是谁的。吊穗能值几个钱？相似的多得很。吊穗能值几个钱？相似的多得很。这个吊穗独一无二，是掌柜现编的，你是不可能买到一模一样的。碧儿，你先进去，这个碍眼的扫把星交给我解决便是。这块腰牌就是我的，赶紧还给我！进入应天学院的也该是我，就算你抢走了我的腰牌，也绝不能顶替我踏进学院。脚步声从身侧响起，几名官员不知从何处来，瞬间拦住他们，将打闹的几人分开。各位官爷，这个女娃娃疯了，非要抢夺不属于自己的东西。这件事儿本该是家事，就不叨扰几位官爷了，我将她带回侯府自行处置便是。几位官爷来得正好，就在前2日，我的腰牌丢失，直到现在我才知道出了家贼，腰牌被盗窃，有人顶替我踏进应天学院，还望官爷能够替民女做主。盗窃腰牌？为了能够进入学院，竟如此厚颜无耻，做出这种事儿。应天学院不欢迎这种人，我才不和小贼待在一块儿呢。娘亲，该怎么办啊？不怕，席之言只是个连毛都没长齐的姑娘，想对付我，痴人说梦。你们几个随我回衙门，将此事讲清楚。有人报官，你涉及盗窃，你必须跟随我们回衙门。席之言，你竟还敢报官？赶紧和官差说清楚，否则休怪老夫人不能容你们母女在静安侯府。萧姑娘好大的口气啊！几位官差，萧妹盗窃无价之宝，还请官差们秉公执法，按照律法严惩不贷。我从未盗窃任何物品，这块腰牌是侯爷赠予程毅的。哦，那就将侯爷一并唤来，自然就能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。侯爷日理万机，有不少公事需要处理，自然没工夫来衙门。老夫人也知道侯爷把腰牌给了义儿，自然可以证明这块腰牌并非盗窃的。你连这事儿也要管？辛苦官差将侯爷唤来，这件事必须调查个清楚。能够进入学院的非富即贵，我们怎能与小贼同舞，同在学院学习呢？必须查清楚这块腰牌是从何而来。请诸位随我们走一趟，去衙门调查此事。我们也会将侯爷请回来，问个清楚。顾时金，你非要叫来官差去衙门，那我就随你去。可若是侯爷承认这块腰牌是他的，席承义是无辜的，我便要你此生不再碰侯府掌权，并当众赔礼道歉。好，怎将事情闹成这样？侯爷，是顾时金非要折腾。顾时金，你到底要将侯府闹成怎样才罢休？知县，大家都在等，可以开始审问了。这块腰牌是谁的？这块学子腰牌是侯爷赠给义儿的，可是却忽然冲出了人，非要说这块腰牌是他的。回禀知县，2日前我的腰牌被盗窃了，腰牌上的吊穗是婶婶赠我的，世间独一无二，不可能有第二个。光凭一个吊穗就想污蔑人，你真当我是好欺负的啊？侯爷，这玉佩当真是你的？那是自然。这么说，玉佩上的吊穗也是你的？不然呢？我丢失了一件无价之宝，因此报官。既然玉佩和吊穗都是侯爷的，便是侯爷盗窃了宝物。宝物？无价之宝？吊穗上的红玉，可瞧见了？不就是一块普普通通的玉吗？5年前，我大哥顾驰骋打了场胜仗，凯旋归来时，圣上赏赐了不少东西，其中一件，便是一块红玉。
大哥向来疼我，便将这块红玉赠予我，我又将这块红玉编成吊穗，赠给席之言。圣上赏赐之物，难道不是无价之宝？你可知道盗窃圣上赏赐之物是何罪？红玉，别弄碎了，